益呀，都可以解决所有生活上的那一些困难。那么能做呢，被搂，这个蝼蚁呀，大为对他部下的称呼，懈怠的懒惰为他所亲呐。这个要了解说那一些老人家，这个他的走路，他的所有行为，在年轻人看起来他就是这个代谢懒惰，所以被那个年轻人看轻。所以我们年纪轻轻的这个力道很足，然后看那一些老年人在走路，尤其坐车啦，看过老年人坐车安尼上车也很慢，下车也很慢，然后年轻人会想说，哎呦，你嘛较紧嘞，会想说你莫点仔过啦，快一点啦。不知道说老年的已经没办法了，所以要了解到年岁大了有一天年轻人也会老，老的时候就会了解那个不是做作，不是矫揉造作了，比如说，然后脚抬不上去那个都是真正的状态，真的是生活在这一种状态真的很不如意很苦的所以才不常老，不要经过这个阶段所以我就讲我们那样的动作都被年轻人这个瞧不起。假设譬如池水莲花满中池水里面种满莲花。开福宣荣，甚可爱乐就是那个莲花都开了都很好看。那么值天呢降抛就是降那个那个冰霜悉皆破坏都把那个莲花呢开福的很可爱的把它破坏。那么老亦如是，悉能破坏盛壮好色年轻人那一种力道很强，形象很好看一老了以后这一些都不见了都破坏掉了。譬如国王由于自成善知兵华有敌国王计逆不顺，那么王遣使臣往讨伐之遍举秦后将来欲往说有一个智慧的大臣他知道兵法他能够呢这个敌那个邻国的国王邻国的国王计逆不顺然后王呢就派这一个智臣去讨伐。那么这个智臣就呢马上呢抓到把这个王抓来见国王。那么老亦如是群后壮盛。所以这个佛的比喻讲咱老安尼啦，甲咱遐少年的有力的好看遐拢甲咱掠去我们很少看到这种比喻，对不对？这个佛才想得出来啦，大概我们都想不出来将父死亡把这一个不听话的这个父铁那个死亡譬如折着无所护用那个我们就是了解那个车轴车轴那个轴断了那个车就不能走了车就没有用了那么老亦如是无所护用不能用了。所以有时候看这一些那个宅急便宅急便现在很方便这个以往我们都要先到那个店里面去看货，然后才买回来还要刚回来挑回来拿回来。可是现在你在家里面你打一通电话说我要买什么东西，然后你就寄过来请宅急便就送过来
货到了我付款，把你送到门口，你看好不好？哦，很好哦，都没出门，物件就给你送到厝里来，哦，都省掉很多麻烦的。我说现在人真好命呢，哦，真的好命。所以啊，前不久哦，送那个洗衣服用的那个洗衣精啊，它一箱里面哦有6桶，6桶哦，那个宅急便送到我门口，我竟然哦要把它不要说拿，我光要把它提起来都提不起来。我说哦，这大哦这么重啊！他你看哦，又从我们那个楼下一直挑到我们2楼来。哎呀，当伊安尼我就拿来呢，很容易啊。我讲真的好我讲这个给你赚啊，给你拿去楼顶500块哩，我不爱谈。我拿上去了，我一定去想掉。然后我就把它拆开。把那个整箱啊那个洗衣精拆开，然后1桶拿进去，1桶一桶拿。光我这个1桶就已经够重了，竟然他6桶一箱全部搬，真的是被叹气了。他也是要赚钱，可是那个钱真的要看人赚。像我这个 LKK 啊，就绝对赚不来。要年轻人，他要有气力，才赚得了那个钱，所以我们了解说，真的这个自由米也起半有人，有的结办公桌，拿这个笔呢，伊得安尼生活都不缺，对不对？啊，有的安尼做个安尼安尼骨头有没有歪去啊？才三餐可以吃饱。这个上天还真的，我们每一个人啊，所造下来的那个因啊都不同，接受的果报也不一样啊，所以或许可能我那刚才一样讲的呀，要我做别的做不来，不过讲就够好了，对不对？你看我们要听到无上那个成佛方法，就是很难听到。或许是投入长时间，从13岁开始研究到现在71，有几年了，就一直在研究，所以我就讲得出来，我就可以告诉你要怎么成佛，你按照这样去做，绝对成。那我们假如说没有摸到根啊，瞎修行呢，你修行了几十年没用，不会成。你看啦，你拍拼要甲安尼已经安尼要出袂得啦，佫袂行。所以我们只要抓到方法，你真的按照或许讲的，或许那个万年放下一念不生是经过30年呢，30年出来的结论说只有那8个字我们一般人讲，哎呦，够功，那8个字不要3个小时就会了啦。有时候也不用10分钟就好了。可是或者就经过30年，后天没有17年，然后求道以后，我一定可以找到答案竟然所有被后学问的点老师讲师，对不起，你问的问题我们不会。拢失望，开始好再研究，你看在道场我又研究13年，加起来刚好30年，30年我说，我了解了，我了解了啦，就是这样啦，万年放下一念不生，就是这样啦，所以我第一天来上课就讲，你坐着听2个小时，我就给你全部30年的经验。有的前人讲，敢有法度？我听1个月、2个月凡事都佫也无法度了解咧。我讲这个要牵涉到根基了。你看6祖他2个小时都不用做，他就直接了解了，对不对？
我们做2个小时听哦，能够了解那个上等根器的，就是一点就通。那听不懂也没关系，你只要肯努力欣喜，努力听，努力听，一听再听，一定懂了。一次不懂以后10次、100次、1000次、10000次，一定懂，绝对懂了，没有不懂的。再不懂是我们借口。我都不爱幸福啦，甲讲我听无啦。你若想要幸福，就拢听有，绝对听懂，而且绝对会做，哪不会做？很简单的，万念都放下，你什么都不要想就可以了，简不简单？简不简单？对呀，肯不肯做？想不想成佛？对呀，我们只要肯做你万念都放下，那个万念都是妄，不真你都放下，妄就尽了，真就显。当真显的时候那个是我们灵敏的知觉性，那个就是我们佛性本体。你这个佛性本体摸到了，就是这个在成佛了。所以你自己从内心产生信心，我可以成佛，早晚一定可以。这个才是我们要追求的。你假如说没有这样的话，要努力，真的要努力，赶快摸到我们佛性本体，才可以摸到跟成仙做佛了。你没有摸到瞎修行了，在几生几世几千万世都不会成。没有摸到根不会成佛。说一定要摸到。当你摸到，你会很亲切的。非常亲切，你会欢喜充满。或者都讲晚上盖着棉被睡，你都偷笑。有够好的啦。要这样才可以。各位有没有这样？还是盖着棉被那翻来覆去，唉声叹气，有没有？因为这些代志我拢做不了，不是这样嘛？这个交代我们做这么多事情我办不完。其实要了解到，假如说是这样的话，他方法错了，方法不对了，你才会唉声叹气。方法对的话，你很高兴，那个从心里面产生的高兴没办法形容，欢喜充满，那个才真正的我们要追求，我们真的可以做到的，而且很简单的，又不是很困难，要我们去挑那个担子100斤大概不容易挑了，我们在场大概没有一个挑得起来，700斤那个政府很好心呢，说我没有职业我的寄一张通知单呢，叫我去这个应征了。我说好这个这么好，政府这么好心，我就去应征。你知道做什么搬米，一袋有多少？60公斤刚好100台斤。我说这个要我的命我若搬一工，我会死翘翘，1包我嘛搬不起来，所以那个不是我吃的饭，所以没办法。所以我们要了解到适合自己的做怎么样去做适合，那我们就去做，高高兴兴的去做，不要超过负荷了，你赚得到吃不到啦。所以我们要了解到，现在像那个科技新贵，赚钱很多了，那钱拢足济，不过拢真忝，所以有一些真的赚得到吃不到，真的不要把命都卖了，那个过劳死了，所以要或者都讲，我们日用不缺就可以，这个吃的穿的都有了，然后又有一个遮风避雨这样就好了。那你所追求的就是要成仙做佛，那凡尘的东西就不要追了，因为你追来，到时候一口气不来，你没有一个东西可以带得走。钻石最宝贵了，带得走吗？嘛是都要给人对不？
所以不要去追了，没用。我们不做守财奴啊，不要做那个守着仓库啊，那所有物质都一直这个采购进来非常多，我们就呢当一个守仓库的一个那个职员，守着仓库，一口气不来的时候，好了，都您该去搬，没有一个我带得走啊。所以啊，我们凡尘啊，很多都不用我们去追的，都没有意义的。你追到了到时候也没用。所以啊，我们要看得开，看得开以后啊，各位同学写在脸上哦。你看得开，你拢开啊，你若看袂开，拢贴来迄拢看会出人啊，你足业的，去业掉的啦。你看开了以后，脸都开了，整个都春风。这个所有亲朋好友看到你，哎呦，你是做什么？怎么这么好看啊？我要跟你学。你看渡人就容易了。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在凡尘啊，只要是我们这个当人啊，都是苦啦。尤其啊，吃老了以后啊，都是这样。如大户家呢，都有财宝，有劫落入其家呢，即能劫夺啊，悉令财空。所以我就讲啊，你家里太富有了，你命都要失掉了啦。为什么？把你杀掉，你那一些钱财呢，就全部那个杀你的人拿走了。还没钱的话所以或者都讲。当有那个小偷啊强盗到你的家里面来，然后你就跟那个小偷强盗讲，哎呀，我白天很亮的时候找都找不到了，现在这么黑暗你怎么找得到啊？就是没有东西让你偷了，所以你还是不要偷了。你看有没有很好生活？不用害怕那个小偷强盗，对不对？有钱的假如说我们刚好中那个刮刮乐有100万，小心你命都要没有了，要失掉了。所以啊，我们有钱有时候是灾难，没有钱就好生活。善男子盛年好色啊，亦复如是。那个盛年的时候啊，形色很好看，很有力气呀，也是这个样子。那么肠胃啊老，贼是手劫夺，再怎么样年轻啊，他都会老了。他这个老的时候啊，他那个青年很强壮，很好看啊，都没有，都不见了。譬如贫人贪着上善，就是那个很好吃的东西，细软衣裳，虽复希望啊，而不能得。贫穷的人啊，要吃好的，穿好的，虽然有希望都得不到啊。老亦如是，我们老了也是这样。那么虽有贪心呐，欲受富乐，虽然还想享受凡尘的快乐，五欲啊自知，那个五欲就是我们眼耳鼻舌身，然后接受外面的刺激，叫做五欲啦。所以我们凡尘啊，大部分都是为了这个五欲，追求啊也是五欲，就造了很多的罪，那么而不能得，就没办法呢，得到，因为老了没力了，如陆地龟啊，陆地的龟，乌龟啦，心常念水啊，那个乌龟心里面常念着水。那么人亦如是啊，既未衰老之手干枯啊，心常意念啊，壮实所受啊，无欲之乐。这个
佛做比喻啊，说陆地的乌龟啊，心常念着水，就好像我们人这个衰老了以后啊，心常念着壮年的时候啊，所受到的那个五欲之乐，就是我们身体感官的刺激呀，那个五欲乐。那么如秋所有莲花，皆为一切之所乐见。秋天的莲花很好看，极其微黄，人所物见。那个微米已经黄了，我们人就很讨厌那一些这个已经枯黄的那个莲花。盛年壮色亦复如是，悉为一切之所爱乐。青年的时候就呢一切人都喜欢看，像我们现在看那一些这个电视剧还是电影那一些主角一定要去找一些年轻好看的来演，我们才会去看，因为我们都喜欢看。你只要说去找一些又丑陋又老的来演那没人要看啦，一定了解所以没有人愿意拍。那么及其老至众所恶见，等到他老的时候大家呢都讨厌都厌恶他。譬如甘蔗既被压抑则无护卫。那个甘蔗，我们现在有那个压甘蔗的甘蔗汁压出来以后那个汁就是那甘蔗泡，甘蔗泡无味啦，咱敢有要爱？无爱或许以前在后天庙有一个山东的那个他在凡尘研究所有青草地病那个避风，然后他就告诉佛学说甘蔗泡就是已经压汁，还是我们咬过已经没有那个甘蔗汁的那个渣甘蔗泡，然后我们把它晒干拿到那个水泥地把皮给你拍它大我们把它收集，然后呢把它点燃，给它烧落来变做灰啦，那甘蔗泡灰，然后它可以止血。那个灰你用容器把它装起来，你假如说有受伤的时候你用那个甘蔗泡灰改敷了，它马上止血不要6个小时伤口就密合，拢全合起来。所以或许当时教或许的时候他要给或许自己用就是用看看它的效果是好还是不好因为或许是在后天庙的那个相反。那个时候我就想我们那个以前那个豆卡都是那个八角的有各位有没有看过？那个很占地方很占地方然后就想说把它吊在墙壁就拿那个钢钉用铁锤去钉那个钢钉，说那个铁钉不打就去打大拇指至于打了以后不知道痛，可是肉都裂开了大拇指或许那个大拇指肉都裂开。我讲我下晡才甘蔗泡敷烧好呢，阴暗就叫我用，然后我就拿来用。那个时候晚上9点多，到清晨5点我起来的时候都好了。整个肉裂开那肉裂开，血一直流，一敷上马上止血，然后到晚上睡觉丢了很痛，丢了安尼隔天早晨5点好了，
合起来拢合起来好去啊。然后我看一看啊，内底那甘蔗泡啊糊去有肉包起来，现在还在。所以为什么我讲会有力道？啊，我家己经历的，当然都有力道啊。哎呀，所以我就会告诉人家用，说这个比那个云南白药还要好用，云南白药都还没有这么神奇的。那个教的时候呢，要跟我们讲，说伊的筋啊，我们有内底咱有筋长去我甲你接起来，遐好用。伊讲人要看到筋接起来无简单，你去迄山去迄人种迄个笋啊。你笋啊伊个有边啊拢有一款竹啊起来的筋，啊你甲创个长啊你这甘蔗铺啊甲固咧土坎坎的，你明仔载去看，伊筋佫接起来，你看那么神奇哦，就是那个甘蔗铺啊，我们都拢扫去粪色烫的。哪会重视它，对不？告诉人家用，人家拢笑到胃皮上出来，哼！我们好心的去告诉他，真的很好用啊。后来我你捞一挂，烧的那个留一些给他。然后隔了一段时间以后又去找他的时候，他就会说：“你那个真好用嘞！”那个已经用出效果了。说他很喜欢养那个鸽子，然后呢订鸽房的时候不小心去割到手指。他以往都用云南白药了。那既然说想说我讲的那么好，他用那个用，他说比云南白药好用。真的好得很快，6个小时，那就好了，就这么好用，然后有一个以前在建国啤酒厂上班，他们那个圆圆的那个酒的那个酒折，就有那个楼梯安尼粗安尼起，下来的时候就不小心去跌伤去有个白铁挂一个手割了蛮长的那个伤口，他也是伊去看用那那个包药一款种一款西药一款那纸去包一个甘蔗铺糊去叠然后他就真的马上把它敷上，就止血了，就很快就好了。你看，我们瞧不起的东西竟然这么好用。我是看到释迦牟尼，我在讲甘蔗。我才想到那个这个是随顺因缘，壮年盛世亦复如是，既被劳压无3种味，就好像那个甘蔗汁都被压走了，一出家味，2读诵味，3坐禅味，所以这个佛就讲。说我们被劳压了，老了以后就没有3种这个现象。一个呢，你老了要出家修不成道已经呢没有那个气力第二个没有读诵味老了这个没有办法来读诵经典所以我们当时在讲。说呢，这个多时有5罪，还记得吗？记得念念看。都还不错呢，都还记得。我们多时就是吃的很多我们现在也都是一样了你看有客人来各家搅拌。要多吃了他佛就讲多时有5罪。第一个，你吃多了一定想睡多睡。然后第二个，你吃多了毛病多变。第三个，你吃多了营养多都想
男女关系啦，所以多淫。第四个就是讲这个啦，不能歌颂经典哦，所以说呢不能读诵那个经典。然后第五个就是我们吃的东西都是地生长，那我们深深的早已这个地跟地结的缘很深，所以我们脚不离地。佛讲啦，假如说我们吃的东西都不是地生长的，我们可以挥啦。各位姐姐想想看，什么东西可以吃养生而不是地所生长的？我们往后就可以挥了不要买机票我们自己挥。现在有那个一些那个科技人在发明那个菜不种在地上种在那个屋子里面用水箱去培育大概以后我们来吃那个东西不要吃饭，因为饭也是地生长的就会灰了。唔通要被飞去的死翘翘。那么既为衰老之所败坏常战壮时所行事业衰老了以后都会怀念那个年轻时候呢他所做的事，譬如灯至为赖呢高油既尽事不停不久停。就是那个灯柱一定要有油让它这个燃烧，然后这个油已经呢烧尽了它那个火就会停了，就不会再继续燃没法度多。人亦如是为赖呢壮高既尽衰老之至何得久停？这个佛做比喻都我们人想不到了，所以我们人也是赖着为赖青年那个时候那个力道，假如说青年这些力道都消失了，然后衰老了以后就不得呢久留在凡尘了。譬如枯河不能利益人即非人那个枯干的那个河流，它没有办法来利益我们人以及非人。那么非人呢就指一些飞鸟走兽。那么人亦如是为老所孤不能利益一切作业这个老了以后每行拢无法度做啦，人工厂嘛无爱请所以要找工作就不好找。譬如河岸林显大树，若遇暴风必当呢点缀。这个河岸的那个树遇到暴风呢就会被那个水这个流走了。人亦如是临老显暗就是年纪大了死风呢既至事不得住那个一定呢就接近死亡。如车呢轴折不堪呢重载那个车轴就是中间那一根在转的那个轴一折断了以后那个车就没用了。那么老亦如是不能知受一切善法老也是这个样到呢这个老一切的善法都没有办法去行持。譬如婴儿为人所亲老亦如是常为一切之所亲毁这个人老了就好像婴儿一样婴儿拢都要人家顾人家饲伊才会大汉啦这么
这个人若老甲这个婴儿拢共款，拢都要有人顾，爱啊咩？对啊，我们说爱，爱，以是比啊，即于无量无边比喻呀，佛呢就讲这一些比喻，当知是老啊，实为大苦。老了啊，就是大苦。是名菩萨呢，行大圣大涅盘经，观以啊劳苦。这个劳，假设引合菩萨观以病苦。这个换到讲到这个病生老病死啊，病苦。所谓病者啊，能坏一切安稳的乐事。安稳乐事啊，都被病啊破坏。譬如抛鱼，伤坏啊谷苗。如人有怨啊，心常忧愁，而怀恐怖。所以啊，我们了解说，现在伫咧落抛鱼迄落冰抛啊，叮叮咚咚一个拍咧，哇，一寡苗，咱的鱼啊，拢去互讲死啊，咱人啊，有怨啊，就心常忧愁，然后就怀着恐怖。一切众生啊，亦如是，常为啊病苦，心怀忧戚呀。我们众生都是一样，身体好好的都很高兴啦，一有病了都愁眉苦脸，我们就没办法去拼除这一些病啊，因为佛就讲我们呢这个四大一大有101个病啊，四大有404个病，所以生病是我们人很正常的现象，破病啊生病，就是我们人都一定会啦，那我们就是要了解啊，这个凡尘的真要啊，真有医个病，真病无有医。各位先生，真病是什么？就是心病啦。我们心有病了没有办法药医啦。那个真药是医假病。我们真病啦没办法，所以真病都要用佛法医啦。佛法才有法度医啦，所以迄真药迄拢咧医假病啦，所以了解到我们凡尘很多呢，这个现象，要了解说，生的病啊来源，大部分呢都是从我们不小心的一些思想，不小心的一些行为，然后引起。我们都还不知不觉啦，怎么来的？我为什么有这个病呢？不知不觉。其实啊，你追究那个病的来源，它一定有一个因啦。那个因啊，有时候是我们累世啊，累世所造的，这一世呈现。那个因啊，原因啊是累世，近因啊是我们现在饮食不谨慎，然后汇合就呈现病啊就现象。然后我们呢这个有病呢就是要面对了它很勇敢的去面对它，然后我们就想尽办法来治疗这个病。因为法很重要，你选择的法不是很正确的话，你伤害到你的身体了，病又没有好。你选择的法很这个高超的，没有伤害身体，病又好了。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这个法很重要，跟我们在日常的行为也很重要。你假如说时时刻刻都在行善，心也想善，你在想的方面都没有负面，然后会有善知识来引导你去治疗的方法是一个最理想的不会伤害到身体，又可以治病，病又好了，身体又没有损伤
所以我们了解到有一些呢，损伤到身体啦，损伤了，可是啊病又没好，那个是不怎么理想啦。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最重要还是从心建立。你心啊先没病，我们心有病是最糟糕了。心已经没病了，心没病，身体的病就容易治疗。你假如说心里有病，身体的病就不容易治疗。所以了解说，先在心里面健康。了解说身体啊是天地的物质，水有风土，众缘际会就有用。那借我用的时候，我有身体，我赶快把我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把它修正出来。那这个时候这个天地的物质水有风土，我还给天地就无所谓。天地要拿回去就给你，本来就是你的嘛，还给你。那我已经可以把我不生不灭的佛性跟整个虚空融成一体。这个时候条条大路我都通理天。这个时候没有身体没关系。所以就不会安尼很着重在身体所以我们现在众生看重身体的程度很高，看重佛性这也不快，不管它了，忽略的多了。就因为这样，佛说我们众生颠倒，该看重的佛性我们看轻了，该看轻的身体我们看重了。所以我们众人养得很健康，可是你造的业无量无边，有没有用？你这一生虽然过得还不错，你再来呢，因为你造了很多业要受的苦更多。那我们要了解到说，我不造我不造业尤其我们都已经素食了最好。不然假如说我们看那个弥勒鲁巴，他就讲我们凡人多活一天多造一天的罪。你看他吃的那一些那个食物里面有多少的生命你吃了一命还一命，你吃了一天你要还多少多少生多少世都还不了的。所以多活一天多造一天的业按照弥勒鲁巴他希望我们人赶快死掉就不会造业了所以造的那个业造的罪入地狱唯恐不生，受的罪唯恐不偿真的是很现实，就是这样。我们凡人都只有着重现象不看重我们那个没有形象的佛性本体。那我们现在了解研究这个身体早晚都要还给天地了，早还晚还都要还。像我们那个永嘉大师正道哥各位浅浅，永嘉活到几岁？39岁，你看是不是夭寿？还真夭寿39岁就做一造都不想度人的那个六祖还活到7676岁。所以我们了解到他就是真的累生累世都在修，所以他小孩子就在修道了。那个永嘉大师玄觉，那个玄觉禅师小时候他就已经精通那个天台宗的止观法门，就是那个智者大师他所创立的那个天台宗那个止观。各位有听过止观法门吗？有没有？没有因为他很有名天台宗他推崇就是止观法门。止就是停止一些妄念，观就是关照我们为什么在凡尘止观。所以那个也对跟我们所研究的有一点相连贯相通了。
那个止观法门。然后后来呢，就是研究维摩诘经，然后就发明心地，发现明了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呀，很高兴。很高兴的时候啊，六祖的徒弟啊玄策去找他，他就跟他讲，两个就谈得来啊，谈得来，那个玄策就玄策呢要他呢到那个潮汐啊见六祖了。他那个永嘉大师说，你给我证明就好了。他说我人轻啊，就是不够当，人很轻。然后那个潮汐啊，六祖啊，是一个那个正华的继承人，他呢可以为你证明。因为或者就有写嘛，那个永嘉大师啊，长得高大又英俊，那个六祖啊，这个矮小又平凡，个坐伫个涂骹，那个永嘉大师绕了3000。愈看袂起啦，正席而立，有无？上中安尼，然后六祖就讲话了，伊讲你安尼修啊，3000功800果，功果圆满，是安那升道慢，永嘉大师说，慢不慢不要研究了，我这个生死四大无常性数啊。讲我生死较重要，无常的，可能伊嘛知影啦我这个命无长，无常的就要来找我，真紧就要来啊，先甲我讲这较要紧，然后六祖就跟他讲，何不体其无生，了即无数？你看嘛，8个字而已所以你看，人迄一个点就好啊啦，体其无生啊！你找那个不生不灭佛性本体，你把它体这个无生的本体，你已经了掉了，就没有快慢的问题了。你俩，那跟人讲，咱会领悟没？会不会？佮讲了10年，咱嘛还佮唔知。所以要了解那个是永嘉大师的世修。已经都很修得蛮圆满的，所以一点就通，一点了以后，你看他就讲那个正道歌，那个讲正道歌里面都是真理的，我们可以按照他讲的那个证悟者所说，你按照我安尼去做，绝对行，所以或许就把它这个讲的时候是在讲六祖坛经的时候讲。可是那个时候，那个屏东的前贤把它写成书面资料，然后寄给台中一个那个道亲，台中的道亲又寄给后学，后学看了以后才把它印，大量的印要给所有道亲看，就是我们怎么样修道，里面都交代的蛮详细的，还有那个信心明。也一样都寄过来了，希望各位都拿啦，唔通家己摕就好，摕回去亲戚朋友啦，都拿，希望都拿，我们后面就有，所以啊，下课会记你后边看有什么宝贝去摸等，放在那边没用啦，你拿回去才有用，回去看啦，那个才有用，我们都无限量供应，只要你拿，我们又寄过来。你若无摕阮阁搬倒转去咧。以前那个谢谢你呀，安尼一大堆伫遮啦，阮讲无采，人台北市安尼拢直直咧摕，拢摕无，阮阁直直印，阮阁搬转去咧，很重。搬回去的时候讲，我这册咧足重啊，阮阁拢甲搬转去咧，你看都不知道饱迄遐好啊，无爱看。你家己看，佮互亲戚朋友看无足好，你拢唔看，拢害阮安尼跟来搬来搬去。不过要看的话，我们会再记下来。讲无啊，无那个讲。像说这个张卓秀才悟道记啊，讲无啊，无阮个寄来。然后讲如是我闻，无啊，无啊个寄来。
都已经记下来了。所以希望各位拿，我们都记下来了。如是我闻啊，有没有看过？张左秀才悟道记啊，有没有？没有记得拿。有的话记得你的亲朋好友哪一个没有，要赶快拿去给他。按你这样夸，才符合我们老师说要赶快这个宣扬心理心法。你像大家拢有法度沾到那个我们佛老师掌道盘那个整个啊那个福分啊都被我们能够沾到沾到呢老师啊掌道盘的福。譬如有人形貌呢端正，为王夫人呢一心所爱，所以有一个人他长得非常好看，被呢国王的夫人呢看到呢很喜欢他，然后遣信啊这个逼犯，以供呢交通。我们现在的交通是车在跑啦。你看到经典里面的交通各位学姐，我们现在的那个言辞讲做做爱，听有无？听有就好，就是男女间的那个情事那么十王普德啊，这个时候国王都该了解你安尼真干即便呢死人啊挑起一幕就命令那个部下把他的一个眼睛啊把它挑掉截起一耳，搁一个耳啊给它锯掉，断一手指啊一骹一手各位先生安尼变啊欠一蕊目睭，搁欠一个耳啊，搁欠一骹，搁欠一手，安尼变啊有英俊无？英俊得起来吗？世人耳时啊容貌改易啊，人所恶见，很讨厌很厌恶他。善男子人亦如是先呢虽端严，耳目啊记住，既为病苦啊所缠逼语，则为众人啊之所恶见所以我们人也是这样，虽然还没有生病的时候啊很端正然后很庄严好看耳目也都记住，那么既为病苦啊所这个缠逼语这哪咱的大病医迄个加护病啊看得有啊啦去看啊我们看到他们的形象，我们会喜欢吗？买啦，以后我若像安尼买早一点离开凡尘好。譬如芭蕉植为驴，有子则死这个芭蕉啊已经把它生出来姨长母长就死去啊这个植为螺有子啊伊就死啊。人亦如是啊有病则死啊有病就会死。如转轮王指兵大臣，常在前导，王随后行啊如是之众啊，悉皆随从，无舍离者这个转轮王那指兵大臣呢在头前在引导，然后呢那个转轮王在后面啊就跟上来。那么如是呢之众啊，悉皆随从无舍离啊，拢对的，这拢对调的。那么使转轮王亦复如是那个使啊一样，找到我们的常随并尘啊，不相舍离那破病那死拢对调的啦所以我们要了解有病啊赶快治，唔通死这个病跟死啊它都会连在一起。那么鱼虫驴牛伤子病亡亦复如是，常为啊死众之随所随逐这个鱼虫驴牛
牛伤子病亡，拢共款啦，拢不是去这个死众都随逐的。假设病晕言者，所谓苦恼愁忧悲叹呢，身心不安。后谓厌绝之所逼害破坏胡囊播撒桥梁亦能解斗正念根本，复能破坏盛状好色，利世安乐持舍惭愧，能为身心交乐自然以是等必观以病苦。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病因缘为什么那会破病？所谓苦恼愁忧所以我们有苦恼了，然后有忧愁了然后有悲叹了这个时候身心不安各位浅显有没有苦恼忧愁？都有不好咧病在后边咧所以不要苦恼要找原因，为什么苦恼贪无钱，是不是贪无钱咧苦恼？有教堂用就好啦，有三餐可以吃有衣服可以穿就好啦所以无钱无要紧，无钱才上天会甲咱看顾。为什么？因为你无钱，所以你认真修道。你若有钱，无爱修啦对不？所以上天真甲咱照顾，互咱无钱，好事咧所以你若有钱有社会地位你坐袂调咧。你若要坐咧遮，讲歹势咧，我无闲，对不对？所以你看，无钱是毋足好诶。谁唔介意？所以要了解到不要有苦恼忧愁，不要啦，因为那个都是多余的这个苦恼忧愁又不会解决问题所以我们要面对问题解决不要呢悲叹也不要怨那个怨就是贼怨。我们呢大概也都后学都讲，年岁也蛮有一段这个大的都有一半另一半各位跟另一半相处有没有怨产生？有没有？所以我们了解到这个相爱容易相处难那个相处就不很的容易的。为什么？两个生活不同不同生活的形态在一起就会有摩擦啦。摩擦的开始就有一点点怨，然后累积怨了累积很多就变恨，怨恨。那我们要知道怨恨有毒那个毒在身上会不会起病？就会生病了所以我们要了解病的由来就这样所以要知道你生活在怨恨之中周遭亲朋好友他都离你远去了不敢呢在你身边，那你一直累积要知道追生过了再来变毒蛇。毒蛇有没有看过？毒蛇，你看我们看到毒蛇是不是赶快避开？跟我们现在有怨恨人家赶快避开是一样的情形是一样，所以不要有那个怨恨要知道刚开始一点点，或者都讲那个最小的夫妻共用一条牙膏啦。太太讲你都要喂尾甜，伊先生拢喂头甜都甜得出来就好我你喂尾喂头对不对？所以最好就个人各用一条牙膏，看你要按怎甜做你去甜
就没有那个怨会产生了。所以解决嘛，解决的这个方法自己就想，嘿，都这样都会产生那个怨，我怎么来解决那个怨会消失？你要搁买一条，你用一条，我用一条，安尼来你看怨就没了，对不对？没就好啊，就无恨。没有怨就没有恨，怨恨你连做伙啦。怨较轻啦，恨就重啊。你怎么怨一个久恨得好，安得就唔甘愿。所以或许以前就讲啊，等到吃到老的时候死掉啊，去买鞭炮来放。迄甲我苦毒啊，拢无得的啊，这声拢出头天啊，欢喜。所以要了解到了，凡尘能够当一家人，都是有缘分的。所以不管什么缘，我们都一定把它改成善缘，都是善缘。我要想生病的时候什么人要照顾我？家人，就是家人要照顾我，所以我平常都要照顾家人。这个是一定的因果道理。你平常都不照顾家人，你生病呢，家人有时候会借口啦，刚好我有事，没空了你自己去病，你看就没有人要照顾你。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个呢因果定律啊，我们就是要好好的爱护我们周遭亲朋好友。那么接着呢还没有解说完毕，破坏虎囊，那个虎囊就是咱的救生圈啦。咱若得要过迄个大海，要过河啊，是不是要有一个救生圈，安尼来才袂沉落，对不？那个虎囊就是救生圈啦。你把它破坏你就无法度依赖，你就沉落啊，对不？就会死掉了所以破坏虎囊。然后播撒求粮，就是求粮要人家能够通过那个河流，你把它呢播撒，就是你把它破坏了，破坏桥梁，咱就无法度过啊，河流呢看水在流，亦能呢解毒啊，正念根本这一些啊，都把我们解毒我们正念的根本。所以我们的正念啊，就是佛的佛知呢，佛念那一些正念。那么不能破坏呢盛壮好色，可以破坏我们那个年轻人的那一种好看有力，它可以破坏利世啊安乐舍除惭愧。可以破坏我们所有的在凡尘认为很如意的这些生活啊，都呢被呢这一个病破坏了。那么舍除惭愧啊，有惭愧的人就呢不怕呢这个病为什么？因为他能够知道病因啦，病因都知道了，然后他呢这个生活在惭愧之中。那么生活在惭愧之中呢，都知道感恩，会感恩呐，不会跟人家计较，这样呢，整个我们生活都不一样了，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说呢，这个惭愧可以给我们很大的那一种生活的安乐，生活带来安乐就是惭愧。因为我们呢不知不觉都会进入假如说自己过得比较如意的话，会进入骄傲。那你有惭愧你就不会骄傲，你就想我既然已经出生在凡尘，我不是佛，那我有什么地方骄傲？就没有骄傲的本钱。那假如说已经可以修正到佛的程度，那么想说有这么多的众生呢，都还没有得度，都在苦海里面沉溺，那我哪有骄傲的本钱？要赶快度化众生，这样了解意思吗？
所以惭愧啊，是我们生活之中要抱持的态度，是很正确的那个正面。那么能为身心呐，这个交乐自然，以是等必啊，观于病苦，所以啊，我们了解说这个病啊，早上生来的时候啊，我们就是交乐自然，就是好像水深火热那个样子，很不能够舒适的过生活，所以我们呢，要呢。正面的去观我们的这一些病痛，能够呢消除啊这一些病痛，大部分呢都从我们自己呀不小心得来，苦恼忧愁，这一些呢都是啊促成我们生病的主要因素。然后我们把这些都消失了，没有苦恼的那个因。因为我们在凡尘，既然有身体、有现象可以修道，最高兴的没有苦恼，了解吗？有身体的可以修道，十方之佛人道修成啊，都从人修成的佛都从人修成，我们已经有人的这个身体呀，可以修成，高不高兴？就很高兴啊，所以就没有那个苦恼。那个苦恼就是社会钱人拢赚几万，我才赚偌济，都是那一些啦，所以很苦恼。不免比啦，不用去比那个，比说我有3餐可以吃，我有地方可以睡觉，我有衣服可以穿，它就好了。个村呢剩下来多余的啦，那个都不用追。你追到也没用啊，所以要了解啊，我们呢在凡尘要过得非常有意思啦，乐意的去帮助别人，你越帮助别人，你越快乐啦。受帮助的人快乐，没有你帮助的人来得大。你能够帮助人那个快乐啊，那个内心的快乐啊，真的那个走路啊，3步拢做2步跳。那个看都看得出来很快乐的。那么假设引河菩萨呢，观于实苦，就已经讲到那个实。所谓实者啊，能烧灭故，如火灾起啊，能烧一切，维持二禅力啊，不自故。所以我们了解说色界啊，那个痴禅有火，然后二禅有水，3禅有风，到4禅呢，它全部都没有了，那个水火风3灾啊，全部都没有，所以我们了解啊，努力修这个呢是修到我们人修到呢，那个4禅的程度，那修到4禅的程度啊，也不用呼吸，也不用吃饭。可是啊，我们不要了，我们就直接到佛地了，就不要走路那个，我们到修4禅以后，我们又会想，我要进入啊，这个5境居天，就这样就好了，那个快乐啊，虽然很快乐，可是毕竟啊，它只有短短的几万年时间呐，几万年在我们来讲已经非常殊胜。可是，在佛性来讲啊，我们佛性是10000年，永远都在了。所以看这个几万年很短，很短暂，所以我们不要呢，被这个几万年的引诱了，这个很短暂。我们是永远都在10000年、万年已经到亿了，现在更加到兆。已经兆年了，兆万年。那么实火欲耳，能烧一切，维持菩萨呢，至于大圣大般涅坛。那个实火啊，可以烧掉一切。可是我们菩萨，菩萨就是菩提萨埵，菩提就是觉，萨埵就是有情，有情的众生已经觉悟了，就叫菩萨。菩萨呢住在大圣大般涅盘，
事不及故啊，那个死啊就没有办法到达那个大圣大般涅盘，到不了了。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只要进入啊，我们的不生不灭佛性本体，那个所有的灾难都到不了了。那么如水灾起呀，一切漂没，维持三禅啊，力不自故。食水一耳，漂没一切啊，维持菩萨至于大圣的大般涅盘。所以啊，佛就鼓励我们呢，志在这个大圣啊，大般涅盘，大圣啊，最上圣，就是都能够成佛的，大般涅盘啊，就是已经进入不生不灭的状态，所以我们了解说，张卓秀才悟道记呢有讲，涅盘生死啊等空法，有没有？那个涅盘跟生死它是平等。因为有生死，然后才有涅盘呐。没有生死，涅盘也就没有，所以它是平等。都是空中的花啦。生死也是空中的花，涅盘也是空中的花。可是这边呢，它加一个大，要加一个波，大波涅盘就已经呢超越了，超越两边对待，是一个绝对的。所以我们了解说，大涅盘或是波涅盘，全部呢都是已经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这样知道吗？大就是摩诃啦，摩诃就是大，就是无量无边的大，分宽广，摩诃。那么如风灾起呀，能摧一切，息令啊善灭，维持四禅啊，力不自故。那么使风一耳，悉能摧灭啊一切所有，维持菩萨呢住于大圣大般涅盘。所有这个讲的都是大圣大般涅盘。那么迦叶呢白佛言，彼第四禅以何因缘啊？风不能吹，水不能漂，佛不能烧。这个迦叶就问佛，为什么第四禅呢？水有风呢都没办法到。那么佛告迦叶，善男子，彼第四禅内外过患一切无故。内外的过患所以我们了解说内心外面的所有过患一切都没有。到第四禅的时候，善男子，痴禅过患内有觉观，外有火灾呀。我们身内有觉有观，那个就是初禅，然后外面就有火灾。然后二禅的过患呢，内有欢喜，就是我们内心有欢喜，然后外面就有水灾。第三禅的过患呢，内有喘息呀，外有风灾。所以我们了解都是我们内心里面有觉观，有欢喜呀，有喘息，然后呢那个已经就已经不平静，不是到一个我们喜欢安住的地方。那么比第四禅呢，内外过患一切虚无，全部都没有。是故知灾呢不能及，所有灾难都到不了。善男子，菩萨呢亦复如是，安住大圣呢大般涅盘，内外的过患一切皆尽，过患都没有了。是故死亡不能及之这个死就不能到达这个安住大圣大般涅盘的菩萨。复次如金翅鸟，能啖呢能消。金翅鸟它啖就是吃了，能够吃能够消化。那么一切呢龙鱼金银等宝，维持金刚呢不能令消。那个金翅鸟可以吃呢一切龙鱼，金银这个宝它都可以消化，维持金刚。这个金刚呢它没有办法消化。所以我们了解那个金刚
就是呢金中之刚，就是我们呢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就是金刚。我们有研究过《金刚经》，还记得吗？都忘了啊。所以金刚非常殊胜善男子，使金翅鸟亦复如是，能啖能消一切众生，唯不能消住于大圣的大般涅盘。所以啊那个实对于实啊大圣大般涅盘呢都已经呢超越了。复次譬如河岸，所有草木啊大水这个暴涨，溪水漂流入于大海，维持洋流以其软固啊。所以我们了解那个洋流啊它就是很柔软。各位先生，假如说我们在这个傍晚夜晚啊，就不要呢到有洋流的地方，知道意思吗？知道就好。因为有洋流的地方鬼啊会借着洋流，然后出现，鬼啊会救啦，救那个洋流。所以我们傍晚跟夜晚到那个河边有洋流的地方啊，那个都不是好事啦。所以我们尽量避免。一切众生呢亦复如是悉皆啊随流入于识海，维持菩萨呢至于大圣啊大般涅盘。复次如那罗延，那罗延就是天上啊力士之名，端正啊猛健，后呢梵天王之译名。那罗就翻为人，言啊就是生本，那梵王是众生之主父，故云啊生本。所以我们了解说那个梵王那个印度他们修道呢，就希望修到大梵天啦。很奇怪，我们都想回到无极里天他们都想到呢大梵天。所以他说那个我们人的那个出生地啦，就是大梵天。跟我们的那个理念啊不相同不一样啊。我们说大梵天只不过是在初禅的第一天而已，初禅有3天，他大梵天是初禅的第3天。悉能摧伏啊一切力士，维持大风何以故啊以无碍故啊。使那罗延亦复如是，悉能摧伏啊一切众生，维持菩萨呢住于大圣呢大般涅盘。所以我们了解那个使那罗延就是那个要死的那个啊我们要死啊。各位先生，我们要死的时候谁来带啊？我们不是说无常迅速吗？无常来带了。无常有看到吗？譬如有人于验真中这个乍现亲善，常相追逐啊，如影随形，事求其变，而欲杀之。彼愿呢谨慎捐劳自备，故使世人不能得杀。这个验真呢然后假的啦，乍现亲善来跟你很亲热那个就是假的，要表现给你看，然后一直就跟随着你如影随形，然后呢一直要等到机会把你杀死。然后这一个呢他很谨慎，坚牢自备就使那个人不能得杀。善男子，实验欲耳，
常视众生啊，而欲杀之，唯不能杀诸以大圣的大波涅盘菩萨。所以迄死拢不是咧给咱输好啦。这个事后我们呢，看看什么时候可以把我们杀死。那我们呢，假如说能够助以大圣的大波涅盘，他就没有办法了。何以故？以是菩萨呢，不放逸故啊。所以我们呢不放逸很重要。从我们的心念开始，就是不放逸。我们呢用另外一个名词叫做不放肆啦。放肆听懂吗？放肆。故此譬如助降金刚暴雨，虚坏的药木，枝药知识山林，土沙瓦石，金银琉璃一切之物，唯不能坏金刚珍宝。所以我们了解那个金刚，金中之刚，它可以破坏万物不被外物所破坏。所以那个金刚就比喻我们的佛性，可以破坏我们所有妄想，不会被妄想所破坏。所以要知道我们佛性金刚的那一种宝贵跟它的作用。金中之刚，就好像很利的那个宝剑，烦恼来了，金刚把它铲除掉。善男子，金刚实语亦复如是，悉能破坏一切众生，维持金刚菩萨，助于大圣大波涅盘。所以佛陀一直推崇大圣的大波涅盘。复次如金翅鸟，能啖之龙，唯不能啖受三归者。那个三归就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所以我们了解这个都归到我们身上来。佛法僧。佛就是我们佛性本体，法就是我们般若妙智慧，僧就是我们行为，所以都在我们身上。善男子，使金翅鸟亦复如是，能啖一切无量的众生，维持菩萨至三定者。那么何谓三定？就是空、无相、无愿。这个三定也就是三解脱门。这个空解脱门，然后无相解脱门，无愿解脱门。然后空虽有不有，观以成空解脱。所以这个空虽然是有，却空幻不实在。所以我们了解凡尘虽然现在万象都是有，可是它过了一段时间以后都不在了。所以叫做空。然后无相，本无不无，观以成无相解脱。那个本无本来没有，可是现在不无就是有了，本来没有现在有。然后观以成无相解脱。无记做有观，有也可以做无观。那么这样观之既久就可以证得无相的解脱。所以空解脱、无相解脱、无愿解脱。无愿就是有跟无齐等来观照。就是不着有的一边，也不着无的一边。所谓的知法自法位，世间相常住。所以这个以往在北部的时候很多先生都会问这个，说知法自法位世间相常住。是什么意思？各位了解吗？这个知法自法位世间相常住就是已经我们修道已经程度到了够了。那么所有的万法，我们开始就是要了解万法皆空。
万法都是空，都是变化，都是无常，万法皆空。然后等到我们修正了，知道啊，万法都是从我们的佛性生发。那么这个时候啊，要了解所有的这个法都是从佛性呢生发出来啊，所以啊这个就法治法位。万法既然是从佛性生发，我们就不要去破坏它。所以叫世间相常住。这个跟我们呢这个还所有相，这是希望啊有一点相反啦。可是还所有相，这是希望，那个是我们开始修，还没有透彻了解真理之前要努力的。所有的相都是假的然后我们修到已经知道了启发了自己呀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么这个时候再回来看万象万事，这个时候的万象万事啊都是从佛性出来。那么从佛性出来，我们要不要破坏它？要不要？因为是从佛性出来，就不要破坏它。所以啊，就即相见现，你从那个相你就看到现，因为都是佛性。所以了解啊，有性必现相。假如说相没有现，那个相就消失，相就不见了啦。相都有性支撑着，这样了解吗？像我们说这个讲周存在，因为它物它有物性，物性的存在支撑这个相存在了。等到这个性物性已经消失，这个就不见了啦。这样知道意思吗？因为到时候那个物性已经腐化，腐化的时候它就没办法呈现这个样子了。所以我们了解说有性必现相所以见相就是见性，比较已经走入到那个真理的世界，就是佛的世界它就是这样不破坏万象，但是不着于万象。这样知道吗？好像很沉重加叮当。所以我们了解说那个知法治寡位世间相常住，是已经修到我们已经到佛的领域那一种状态。所以我们现在要努力的是还所有相，接触希望。所有的相都是假的，不要住相，不要住相，我们才不会运机五蕴啦。无色受想行识我们运机，我们想不来都不行嘞。我不爱来了，晚世间在艰苦，不来都不行。为什么？你运机了你住相了你住在所有的精神里面，运机五蕴一定要现象。那我们生活之中都不运机不住相，不住在受想行识。无因没有，无因没有要出生那个力道，没有力道把你推到凡尘来出生，我们就可以解脱了。所以这个是我们自己努力的啦。你只要不酝酿五蕴，你就不会在凡尘现象。只要你没有三心三世就摄受你不住。或许不是一直讲吗？有没有？还记不记得？不要有过去心，不要有未来心，不要有现在心，三心都没有，三世把咱吸不掉，三世吸咱不掉，咱六道轮回都唔灭，有好不？就好的，但是都要咱家己做啦。咱有没有三心，咱家己知影。拢直直想过去，过去心有了。拢直直策划未来，未来心有了；拢直直把握现在，现在心有了。三世拢把咱去掉，不六道轮回也难
那么一切啊无所作为，而一切呢无所不为。所以我们了解说，一切无所作为啊，那个就是我们啊佛性的本体状态。然后而一切无所不为啊，也是一样，佛性的本体状态，无为而无所不为。就是说没在走了，不起心动念，没有企图。就是这样，没有企图呢。可是我们了解到，他呢，只要是落入该如何做的，他绝对不拒绝，然后绝对去做。有问题吗？还有没有？没有了。因为只剩下4分钟而已啦，剩4分尔，你问就爱较紧的。讲师，好，请说。请问李讲师，对于重病、年纪又大的老父亲，播放性心法、佛经等给他听，会有注意吗？就是会有帮助吗？又有人建议说，晚上最好不要因为气场弱，怕又招来更多的无形众生，会更承受不住。这个有一点大灾问，问的蛮这个重要了，所以我们了解是在心呐，重点呢就是在心。假如说我们对我们比较年岁大的长辈，他已经没有那个能力啊来接受新的观念，可是我们要了解到，我们的佛性啊是超越一些现象啊，所以你只要你放这一些心理心法的这一些内容给他听。他的肉身啊，虽然没有办法接受，可是他的佛性啊有办法，那个就是种佛因，所以不要呢这个嫌麻烦啦，就不好啦，那都不好啦，那个就心态问题了啦，你这样的话当然不好啊，你已经放弃了啊，你假如说不放弃你一直鼓励你要知道。他的佛性会接受，他佛性接受，虽然现在还没有办法显现那个接受的程度给你看，可是他的佛性的性分里面已经有，那已经有是最理想所以我们了解说性分里面没有是最可怜最贫穷啦，你性分里面有就是富有就是呢能很快乐。所以我们要了解到不要被什么气场很弱气场很强什么地方气场最强？坟墓了所以要知道那个都是我们人的观念的问题这个讲气场那已经落入我们第一个无极，你讲气场气数在已经呢落入气天神那个气数里面所以要了解到我们呢追求到最高程度的时候都没有这一些了，没有，什么都没有的。所以只要你的心是一心清净，那你所做的那个气场就是最强你可以影响到人家的那个心，让他的心产生动力，那个是最重要的。袂使讲我看伊气场遐妙，我拢叫去，安尼我会比较早死，比较早死才是好命。为什么？你成言已了咱这成言未了，对不？都爱受劳碌都爱受苦对不？成言已了好无？所以较早死有较早解脱了无？所以要了解到
不能有那一种心态。你是自己的亲人，你还管他什么气场弱气场强？那你的心都有问题了，那个叫心病了，心已经生病了。要知道啊，我们心是清净的。是啊，无量无边，很宽广，很光明。所以歌要多拿。刚才呢，那个前贤很用心啦，一直搬搬到安尼，古也都要灯笼满满。希望各位能够拿光啊，调料唔通够老诶。各位讲师、各位坛师、各位前贤，大家好。佛学三道天师的老千贤大德，以及感谢各位前贤给佛学趣味学讲。我们讲到哪边了？第几页？35页左边。对啊。上面下面。下面摩罗毒蛇这边吗？对呀。这个凡有所摄，虽有良咒，上妙好药，无如之何？而且多心咒能令除愈。所以这个佛呢就在讲。这个摩罗毒蛇这个去给它咬到被它咬到的话呢，虽然有良咒有上妙的好药就不能去治疗不能去对治。那么唯有呢而且多心咒呢能够呢令它持愈。善男子使毒所示亦复如是。这个讲这个我们人生老病死的死，死到的时候就是没办法那个治疗，一切医方无如之何？唯此菩萨呢，至于大圣大般涅盘咒。这个呢，我们了解这个人要死了，这个身体四大假合还给天地了。那四大假合还给天地我们已经有启发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这个时候呢，就是住在大圣呢大般涅盘咒，就是我们已经进入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所以这个身体的生死跟我们就无关。那假如说我们没有启发我们的佛性本体，生死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因为业又会把我们推到呢这个凡尘的现象来。那假如说我们能够了解到我们有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所以很多前贤会讲，我们怎么还会有活性本体有本体有功能作用，好像没有这个了解到这方面的这个常识不知道。所以我们呢在凡尘不知道我们有不生不灭的活性本体不知道的话，我们就被业力推了那我们也不了解到凡尘所用的心跟我们呢不生不灭的真心有什么差别？那我们研究了以后我们知道确实有很大的差别尤其我们假如说看谢谢你看了三宝我们就更能够透彻了解都有告诉我们怎么样呢实际的我们自己本身要实际的了解凡尘在用的心是生灭的那个认识的心它呢一直变化无常，我们不能拿这个心来修道
这个心来修道，不管你修的多少生多少世啊，都不会成道。所以一定要启发呢，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那我们在谢经里有讲，你把所有的心啊，都去掉，已经到达无心。那没有心的时候啊，我们的心真心才会出来。那个时候啊，才叫真心。那真心呢，即心即佛。所以我们有看到经典讲即心即佛，以为说我们日常生活的心啊，就是佛，要知道不是的，那个呢是属于生灭变化，那个呢不会成佛，一定呢要找到不生不灭的真心。各位找到了没有？因为我们研究的话呢，我们都一直就把这个不生不灭的真心一直就阐释，一直讲解，说我们只要万念都放下，一念不生，那这个时候所有的妄都已经我们都去掉了，没有妄了。那没有妄的时候真呢它就呈现，它那个真呈现在我们那个生活之中来讲，它是很灵敏的知觉线，因为它没有形象看不到，它也摸不着。可是在我们来说就很亲切，了了分明，那个灵敏的知觉线，那个就是成佛的本钱，就是他在成佛了。我们已经摸到，就叫做摸着根呈现做佛。你没有启发，没有认识到，那个叫摸不着根瞎修行所以我们一定呢要找到这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这一个很亲切都跟我们在一起，没有一秒钟离开可是我们都没有研究没有认识就这样呢，一生过一生就这样来到现在。我们现在不研究的话，那一生一过了，一样又走入六道轮回了。虽然我们老师有保证我们万八逍遥，可是在佛性来讲，万八是很短暂，一转眼就过去了啦。129600年一个年会也都很快一下子就过去了。所以我们了解这个时间是无尽止啦，它没有边，一直这样经过。这个年会过了，还有下个年会，还有下个年会，还有下个年会，一直就这样过。那我们差别就在我们修了以后了解到佛性本体以后，我们可以回归本位，就是已经呢在我们原来的地方，就是理天，理道理的天就在理的里面，不在事相，事情形象。那我们现在因为有造了业，有起心动念，所以我们在现象之中呢受苦。那受苦的时候我们又不研究那就没完没了了，都一直轮回不息。然后我们研究了，知道了说我们原来可以超出六道轮回，可以回归到本位。那不管再多的缘会我们都可以就是超越超出这个轮回之外，不在轮回之中了。因为我们在轮回之中，所以我们不知道有那么多的缘会，不知道有那么多的那一种时间的联系不了解就迷迷糊糊就一天过一天。我们又很难发起那个强大的意愿，说我要离开苦海，会觉得说不苦还很享受就更不想努力修了。那我们要知道说假如说上天给我们
遭遇很多的困难，那是成就，要我们努力的修持，脱离苦海。那假如说上天呢要考我们的话，给我们赚大钱，给我们社会地位高，那这一下子保证轮回了，不会想修。所以要知道，我们在现象之中遭遇苦难是好事。遭遇很顺的时候那个就是考验来了。可是我们都不知道是上天考验，不知不觉我们就被上天考倒了。考倒以后就在六道轮回，没有办法回归到我们本来。所以我们了解说，最殊胜就是大圣大般涅盘。那个最上圣的大圣大般涅盘呢，就是已经到达完全都不生不灭那一种状态。我们真的呢就能够回归本位就是不生不灭。那我们在现象不可能啦，一定呢都生生死死无了期都一直延续没有办法说这个消失掉。那我们现在都有研究了解知道，原来我们在凡尘之所以能够生存，就是有佛性。那佛性呢这个在我们身体来讲，我们的视听言动全部都是佛性在指挥了。那我们被凡尘的现象引诱，我们呢就走路追求现象。那追求现象我们就忽略我们没有形象的佛性本体。那既然忽略了它就没有办法呈现。那不呈现它退隐，我们就越埋没它就我们在凡尘受了苦就越来越久都不知不觉就会自己想就是这样不然要怎么样？不知道说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可以使我们脱离这个苦海。尤其我们又都这个得到了得到道很殊胜可是我们求道的时候，各位贤贤，等下师讲是跟我们讲道很殊胜很珍贵知道它殊胜珍贵在哪里吗？不知道，不知不觉。因为我们呢或许都讲我们道亲这个善因缘不足，所以善知识很少有善知识引导我们修的话，我们会很容易。没有善知识引导很拼到他个专努力就是很努力，你再怎么努力就是没有一点成就连那个脾气毛病一点点也没有改掉怎么去改这个改了1分增加10分越改脾气毛病越多越大所以就很不理想。那我们要了解到有好的方法所以或许在北部有讲2次的三宝，2次都有道去把它写下来那或许就看后来讲的这一次比较简单扼要，没有第一次讲得很长那个时候还比较算是不能泄露天机就是不能把三宝这个讲出来所以听的时候那个或许有讲说三宝不能录音，他听呢那个前贤就放在包包里面录音机那个是随身听的录音机放在包包，然后把拉链拉起来，那个拉链的声音都录出来了拉起来以后就开始录三宝所以那个我们真的是很乖啦，或许都把它写下来把它说出来就有写所以我们真的要了解到非常殊胜很尊贵就在三宝里面呢这一次把它印成4面资料
或者讲了以后啊，道亲就把它写，一字一字的写，就写成书面资料，然后就有记下来，我希望我们都能够拿去研究，知道里面到底是哪个地方殊胜，珍贵在哪里，你看了你就会知道，原来三宝是我们日常生活之中就用的，不是说你来佛堂拜才是啦，不是，是我们在身上，佛法僧都在身上，玄关窍、五字真经啊、合同都在我们身上，在日常生活之中就呈现。各位有看了没？可能有的已经有看了啦，我有的还没，所以我们就请这个北部又多印一点啦，印500本下来，就希望各位能够，各位同学要拿给有求道的没有求道不要给只有这一本要给求道的，没有求道不要给。那剩下的像永嘉大师、真道歌啊、新心明啊、如是我闻、张轴悟道记啊，这个都可以给啊，没求道也没关系，都可以给。只有三宝一定要求道。所以希望各位都能够研究了。假如说各位看或写那个所讲的，道亲把它写下来的，你就会看它是一贯的。前面那样讲，后面也一定都那样讲，是一贯的，只是角度讲的角度不同而已啦。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一定要追求，一定要成就，从我们自己的内心深信，深深的相信，我可以成道，我可以成佛，只是时间早晚所以我们一定呢不要放弃啦。我们一定要花心追求。这个已经呢证悟啊，很多浅显都又到凡尘来要帮助啊，打帮助道，要帮助修道人。可是一直找都找不到真的在修道的啦，所以就没有地方着力啊。那我们只要你努力的修，这个无形之间那个帮助很大。帮助我们解决那一些看不见的一些这个挫折烦恼，都帮我们解决掉。所以我们呢注意大圣大般涅槃，这样了解意思吗？不要光看文字啦。大圣呢就是最上圣啦，大般涅槃就是已经呢回归到我们本位啦，不生不灭。涅槃是不生不灭啦。因为涅槃跟生死相对，没有生死就不用涅槃所以张轴悟道记就讲生死涅槃本空法，生死跟涅槃平等，它是空中的话，两个都不实在所以或者就讲大加一个大就是摩诃，就是冲晒整个宇宙虚空，就叫摩诃大涅槃，或是呢般涅槃，或是大般涅槃，那个已经都超越对待，就是没有对待，是一个绝对的所以这个绝对的就是我们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我们的佛性本体就是大般涅槃，这样了解吗？所以你看文字要拉到我们身上来我们一定要研究了，不然文字归文字，我们身体归身体，拉不起来。那我们研究以后知道原来是在讲我们的佛性本体就是大般涅槃。那么复次譬如有人为王所称，其人若能以软善语供上财宝，便可得脱就是有人被国王所讨厌的，那么这个人被国王讨厌的人，他能够用软善语讲一些呢非常好听的话，然后加上财宝，然后拿给国王这样就可以脱离那个灾难不会呢这个死掉。
那么善男子，死亡不尔。说我们生老病死啊，那个死它不是这样。虽以卵以啊，钱财珍宝而供上之啊，亦不得脱。是不是这样？我们财产非常多了，然后跟那个死的那个无常稍微谈判一下啊，我这一些钱财给你啦，你不要捉我，让我多活在凡尘一些时间，可不可以？没办法啦，你都没公情的啦。这个要你这个走了，把你拉走了到地府去了，所以啊，那个死亡没有办法融通的，有钱讲好话都没有用的那个死就是死所以啊，我们一定要知道了，当我们已经启发了我们的佛性本体，用佛性本体在生活，那么这个时候啊，这个生死啊，跟我们佛性本体就没有关系因为身体是天地的物质，所以红土众缘际会就有用，我们早晚一定要还给天地啦，没有一个人说不用还，这个好了，给你用，给你千万年都用，可能吗？不可能啦！你看我们活到100多岁啊，各位啊，看看100多岁什么情形？这个吃啊，牙齿也不好了，看了眼睛也看不清楚了，走路啊也走不动了，好不好？好像我们要求长寿也不好嘞多受一点苦啊，很辛苦在完成，所以我们要追求生活的当下，过得非常的如意，过得非常的舒服，这个呢最重要。那我们整个都在真理之中啊，那个才叫真的没有后顾之忧，真的是很舒服，所以我们一定要自己追求，而是可以达到的，那我们凡尘的所有一切啊，我们追求都会后悔啦，不管是名或是利啊，那个都没用。虚幻不实在到时候一口气不来，名有什么用？利有什么用？财产再怎么多，整个世界都是我的，一口气不来了，有什么用？都要拱手让人对不对？那我们在世的时候啊，何苦来追呢？追一些没用的东西，我们可以给自己过得舒服一点，这个每天过得很快乐，都是从佛性本身发挥出来，这样呢，我们这个一口气不来没关系，这个身体还给天地，我们呢就跟整个宇宙虚空融成一体，就已经呢回归到我们道理的天里天，所以一点也不困难。善男子胡实者那个胡就是一个花语词啦，它们本身没有意思，就是在讲这个实那么实者于险难处无有资粮，去处遥远而无伴侣，说实就是很险危险难困难，很危险很困难的地方所在，那个处呢就是地方所在然后我们死了以后无有资粮，都全部什么都没有了，两手空空的要想买通无常都没办法，卖给我拔啦，卖给我拖那个都没有资粮，然后去处遥远要到呢要到哪个地方去呀？我们死了以后要到哪个地方去呀？非常的遥远，就是到一般到那个三恶道去呀，到六道轮回去呀，都是非常遥远，然后而无伴侣，
没有人陪伴着你走，就是你要独自一个人走，就是死了以后啊，就是这个这一种状态，这一种情形。那么昼夜啊常行，不知啊边际，深邃幽暗啊，无有灯明，入文门户啊，而有触手，虽无痛处啊，不可疗治。往无遮止啊，道呢不得脱。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就是到地狱里面去的那个路途啦。昼夜啊，白天晚上啊，都一直在走，不知边际啦，不知要行到哪，不知道走到哪个地方，才会停止。又深邃幽暗啊，那个走的路啊，没有灯明，就是啊，没有看得很清晰呀，就是黑暗的走，然后进入啊，没有门户的地方，而有触手。没有门户，但是有地方所在。虽无痛处啊，虽然到达走的地方呢都没有痛的地方，但是呢不可疗治啊。就是我们这个死没有办法治疗。往无遮止啊，要去的死掉要去的呢，没有办法把它呢遮止啊，就是没有办法阻挡。那么道呢不得脱，然后到达我们该受的那个地方啊，就在那边呢没有办法脱离，无所破坏啊，见之愁毒啊，非是恶色而令人怖啊，忽在身边不可截之，假设以是等欲啊，观以实苦。就是说呢，那个死啊，就是这一种现象。我们到达那一种我们造业要到的地方啊，那个地方就没办法脱离，无所破坏，没有办法去破坏我们到的地方。那见之愁毒啊，看见啊，很忧愁，然后呢，这个现象啊，对我们来说又很不友善。但是非是恶色，不是呢，很不好的那一种那个形象，而令人怖，就使我们呢感到恐怖。然后忽在身边呢，这个不可截知啊，忽在我们身边呢，没办法那个知觉，也就是呢，我们了解说死了以后啊，都不知样。所以佛呢跟迦叶讲这一种比喻啊，来观察的那个死。迦叶因何菩萨观理啊，爱别离苦。这个呢就在讲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那个五阴炽盛，都是在讲这一些八苦。爱别离苦呢，能为一切众苦根本。这个爱别离就是两个人相爱啊，可是环境啊促成我们一定要分开，那个就叫爱别离。如说句言，因爱呢生忧，因爱啊生怖，忧愁呢恐怖。若离于爱啊，何忧何怖？假如说我们呢离开了这个内心的私心，那个爱意。那就没有忧愁，也没有恐怖。爱因缘故啊，生于忧苦。因为爱的因缘，所以才产生那个忧愁啊，跟苦恼。以忧苦故啊，则令众生生于衰老。爱别离苦啊，所谓啊命中。都爱甲伊袂得死啊，煞的命啦无去啊你搁较爱嘛是分开所以这个爱别离啊。善男子以别离故啊，能生种种微细的之苦今当为汝啊分别显示。这个佛呢就讲说呢，这个别离了以后啊，会产生种种很微细的一些苦啊，我们都不知道的
所以佛就讲金当为汝啊，分别显示。三呢指过去之事啊，人寿无量时啊，人寿无量，都有84000岁。那么是有王名曰善住，其王尔时啊，为童子身，太子啊，治理这个世界，即登王位啊，各84000岁。所以以我们现在啊，不到100岁来看84000岁啊，真的有一点像卡通啊。那么十王顶上生衣肉泡，其泡呢软如多罗棉，那个多罗棉啊是一种棉花，就好像很软很柔软细软结贝这个是属于事的名称，渐渐增长，不以为患。子满10夜啊，这个泡几波开钵生一童子，其形呢端正其玉少双，就是他的那一种状态没有一对了，色相分明，人中第一。那父王呢欢喜，自曰顶生。十善之王即以国事委护顶生，舍弃宫殿妻子眷属，入山邪道，满8万4000岁。尔时顶生于15路，处在高楼莫邑受灾。即使东方有金人王，其人千户古王祭祖。不由工匠自然成就，而来应之。顶圣大王即作是念：我习成闻五通仙。这个五通仙就是外道他们成就了。那外道缺一通呢，叫做漏尽通。他们外道没有办法漏尽那个漏就是烦恼，烦恼没有办法尽。所以就成不了佛，所以就变了五通仙那曾经呢听五通仙说，若沙利王以15路，此在高楼莫邑受灾。若有金轮千壶不减，古王祭祖不由工匠自然成就，而来应者当知是王。即当得做转人圣地，就是转人王所以我们了解这个转人王没有当佛就当转人王。那么复作是念：我今呢当世即以左手勤持人宝右执香炉右膝呢着地，而发誓言：是金轮宝落实不虚。应如过去转人圣王所行的道法。那么作是是以是金人宝飞升虚空，遍十方矣。就已经金人宝飞到虚空，然后遍十方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遍十方，然后还来呢住在顶生左手。那么尔时顶生心生欢喜，踊跃无量复作是言：我今定做一定会做转人圣王。那么其后不久，复有相宝状貌端严如白莲花七枝质地。顶生见已复作是念：我习成闻五通仙说，若转人王以15路，处在高楼木邑受灾。若有相宝状貌端严如白莲花七枝质地而来应者当知是王，即是圣地。复作是念：我今当世即勤香炉，
右躯呢着地而发誓言，是白象宝。若实不虚呢，应如过去转人圣王所行的道法。咒是是以是白象宝，从旦呢至夕，就是早上到晚上，周遍呢八方，尽大海际还至本处，尔时顶生呢心生欢喜，踊跃无量。复咒是言：我今定是转人圣王。那么其后不久，赐有马宝，这个和象宝是相同，然后接着呢，复有女宝，也是都一样。那么紫藏城自然而出，多老财宝，几乎无量，库藏盈裕无所华少，报得眼根力能测见。一切地中所有湖藏，随往所念皆能办之。所以我们了解那个紫藏城就是把那个所有的财宝就献给那个顶生国王看。这个顶生呢就是转人圣王，就要用多少就有多少可以用。那么尔时顶生呢呼吁试之，要试验看看是不是我能够去命令，能够呢接受这一些所有的财宝给他用。那么即供呢乘船入于大海，告这个藏臣言：我君呢亦得这个真义之宝。那么藏臣闻已，即以两手捞大海水，使食指头出呢十宝藏，以奉圣王，而白王言：大王所需随意用之，取以在则，当投大海。所以这个大概我们最喜欢守在这个水一捞海水就变那个十宝藏。这个用的有剩的不想用的又投入大海了。真的有一点像卡通。那么女宝形容端正微妙第一，不长不短，不白不黑，身之毛孔吃呢旃檀香，身的毛孔都有那个旃檀的那个香气，口气香洁如青莲花。那个青莲花呢在印度那个地方有非常的好看。那么其目眼视见一有许，这个眼睛看呢可以看到一有许，一有许有40里。那么其舌广大，粗能覆面那个这个32相之一就是我们那个舌头一伸出来，各位浅显，舌头伸出来可以把整个面都盖起来，厉不厉害？这个佛32相可是我们现在假如说看到有一个人，他的舌头一伸出来，把面都盖起来，我们会吓死了。就不是32相的殊胜形象因为时代不同。那么心事充泽有大智慧。那么宜之众生常有软语是你于所赐王衣时即知王身呢安乐并患。那个女宝用手来摸到呢国王的衣服就知道国王身体到底是有没有病。好厉害我们都还要摸到脉络赞美中医师要把脉都还要摸到脉才知道身体好不好了。这个女宝只摸到衣服就知道身体好不好这个真的我们都不可想象。那么亦知呢王心所言之处也知道呢那国王在想什么。
那么王位若有女人啊，能知王心啊，即是女宝就是属于女宝，是国家的财产。其后不久，于王宫内啊，自然而有宝摩尼之啊，纯青的琉璃，大如车毂，好像那个车轮那整个那么大，能于暗中啊照一有许，就是40里。若天降雨啊，低如车轴，是知势力啊，能做大盖，覆一有许，就是能够覆盖40里，遮此大雨啊，这个不令下过，不要雨落来了。听说改40里40里的这个往后我们这边缺水，不要遮了，到基隆去遮。我们那边一直下雨，一遮了40里，刚好都基隆都被遮住了，没有雨水下来，就好生活了。所以要了解到在很潮湿的地方生活花美了，心都花美了。在我们这个干燥的地方生活很舒服了。可是我们在这里面生活没有感到很舒服对不对？什么时候会感觉？当你搬到基隆去，你就感觉了。那也叫潮湿。这个刚搬过去的那个年纪比较轻的小姐竟然都哭了。你在哭什么？有多一直下雨，下雨会哭了。我们会不会？应该很高兴因为南部缺水应该是很高兴的。鼎生王念若转人王，得是宝珠必是圣地，就是转人圣地转人圣地呢，就是管4大部洲啦。所以我们了解说管东胜神州、西牛贺州、南赡部洲、北俱泸州叫做转人圣王。现在我们完成的转人圣王是哪一个？想一想看，什么人可以管得这么大？那么紫冰城崔福东福东的福波体东胜神州呢叫福波体归顺西牛贺州叫吉安尼，北俱泸州叫玉丹叶了解吧？没听过有没有？所以在讲东胜神州呢就会讲福波体，讲西牛贺州呢就要讲吉安尼，叫北俱泸州叫玉丹叶，讲南赡部洲我们南赡部洲叫什么？娑婆世界啦，我们叫娑婆世界所以我们了解这个4大部洲的这个名称。那么征讨这个忉利天，忉利天就是那个欲界的第2天，33天各位都还记得吗？我们欲界第1天就是4天王天4天王天东西南北4个天王，那个是在须弥山的半腰，然后忉利天是在须弥山的山顶，然后东西南北每一方向都有8天4、8、32，然后加中间一个叫第4天，皇帝的帝解释的是第4，四体还阴我们呢这个时常听呢那个布袋戏就讲33天天外天，有没有？那个就是讲忉利天所以我们了解说忉利天就是欲界的第2天，再上去夜摩天，那个依空而住了，已经呢在空中了。夜摩天再上去
我们老子师还没掌天盘的时候啊，所管辖的，叫什么天？多衰天，对，然后再上去呢，乐变化天，再上去最高呢，他化自在天，然后摩西所罗摩西所罗天，普贤列岛啊，都是他化自在天的管辖。在最高，我们呢欲界里面啊最高的他化自在天啊，所以我们呢凡尘啊，我们娑婆世界啊，很容易着魔了，因为魔王就在我们顶上，所以各位要知道我们假如说有那个心念是负面的。那个就是着了魔王波形的那个功力，我们就变成负面的念头出来。所以要会啊，各位会不会破魔？这边没花，或许有在大藏经看到一篇那个释迦牟尼佛写这个秘密总持啊，破魔法门，就是我们遇到魔或是遇到我们有负面的那个情绪，你赶快持诵，它马上过去。我们请学姐印来给大家，要不要先问？要不要啊？很好用所以这个忉利天忉利天主四体还阴之内顶生王以来在外，即知这个盈利见理执手生善华堂分咒而咒，十鼻二王形容相貌等无差别，唯有视现为别异耳那个现是使圣王即生念也，我今宁可退彼王位即住其中为天王部这个转轮圣王想到33天去当天王。三男子尔时第四受持读诵大圣经典，开示分别为他演说，唯以深意未能通达。那么以是读诵受持分别为他广说因缘利故有大威德所以三男子是顶生王，以此第四生恶心矣即便堕落这个还圆无体所以了解到我们这个受持大圣能够这个读诵，受持就是自利的，读诵就是利人所以要受持读诵我们能够接受这一个上乘法然后持就是拿出来用，然后为他广说就是读诵，就是要利益别人，度化别人这样的话那一种力道很大就有那个大威德呈现所以那个顶生虽然已经是转轮圣王，可是到忉利天想升这个第33天天主的那个位置就没办法，就堕落就又回来到南赡部洲圆无体所以各位就可以了解东胜神州叫福波体，西牛贺州叫羯女，南赡部洲叫圆无体，北俱泸州叫玉丹月往后看就知道了这个四大部洲的名称。那么以所爱念人天离别，生大苦恼，复遇恶病，即便命终这个顶生王就命终了。那么尔时第四那个时候的这个第四就是忉利天王四体还阴就是迦摄佛
那转人圣王啊，则我身世。转人圣王就是释迦牟尼佛啦，你知影无？所以啊，这个释迦牟尼佛在讲自己的绕高的绕苦的所在，就是想去争那个位置啊，结果就落入这一个回到呢我们那个这个阎浮提回来。三人子当知如是啊，爱别离者极为大苦。爱别离，他想要啊，可是呢，环境促成他不能这个要，这个呢就很痛苦。菩萨呢上意呀，菩萨还会回忆啊，就是以往在修持的时候啊，有经过的事。那么过去啊，如是等辈啊，爱别离苦，这个菩萨还会回忆啊，过去那个。是一种经过啊，那一种爱别离都还呢在脑海里面。那何况菩萨住大圣大涅盘经，而当不观呢现在之事啊，爱别离苦。所以现在的菩萨住大圣大涅盘经呢，一样呢也来关照观察现在的凡尘啊，爱别离的情形。三男子引何菩萨呢？观愿真会那个爱别离呢就讲到上面这个地方，接着底下呢就是愿真会。这个愿真会就是这个婆媳啦，这个结婚了以后啊婆婆跟媳妇啦，这个愿真会就不爱跟斗阵，无斗阵都袂使。哥有没有那个苦恼？我不敢回答，有也不好说了所以自己知道就好。这个愿真会是菩萨观于地狱畜生恶鬼人中天上皆有如是愿真会苦。所以菩萨一观察以后，不管在地狱不管在畜生不管在恶鬼或是人，或是这个天，都有愿真会啦。你不爱跟斗阵，偏偏的环境非你在一起不可，就一定要跟你讨厌的人在一起。那么譬如人观，我们人在观察，牢狱这个系闭，枷锁扭戒以为大苦。那菩萨呢亦复如是观于五道，所以天道人道然后畜生道地道恶鬼道，把那个阿修罗呢就不列入这个我们的六道轮回里面。那么一切受生呢悉是愿真何会大苦，我们呢会在凡尘这个出生。所以很多呢要了解到说到凡尘来了，你的生活环境这个出生的这个家里父母亲兄弟姐妹还有亲属还有我们接近的人这个都是愿真会，就是因果都不很理想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就家里来讲这个父母亲各位浅显，我们要了解到这个能当一家人都有因缘所以当这个父母亲这个生活的很这个愉悦的状态之下，然后把孩子生下来，孩子生下来以后要抚养孩子，各位浅显，这个时候有没有愿真会？没有。真的吗？是真心的讲没有，还是说现象没有？讲出来会用批评？没有，没有就没人批评都爱得要死是吗？半暝给你发烧，哎呦，你困搁发烧，无搁抱来给医生看，才袂使。要不要带去给医生看？要啦。愿不愿真会？忘了啦，忘了愿真会。
所以要了解到哈，这个父母亲对于孩子啊，那个爱是无量的所以啊，当孩子半夜发烧啊，父母亲慌了手脚，都不知道要如何，那个时候受的苦都不觉得苦了，赶快把孩子那个发烧退掉要紧，都是以这种心态。那所以你看我们长大了以后啊，要不要孝顺？所以这个长大了不孝顺或者都讲啊，那句话要知嘛，给你定定死。不要那么残忍啊。可是啊，我们以现实的现象来讲，真的呢，都是人与人之间啊，我们要知道啊，假如说是我们用以佛菩萨的心来生活，跟我们用现实环境来生活，绝对不一样。以现实来讲的话，我们每一个人啊，都是享乐的啦，没有要受苦的。可是佛菩萨呢，对这个他认为我们的享乐啊，并没有真的乐。所以啊，我们凡人所认为的苦啊，佛菩萨都不认为苦。认为那样才能够显现出啊佛菩萨的不同。他能够呢把我们众生的苦啊能够去除掉，给我们众生快乐。这个是佛菩萨他心里面的愿望所以他就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再怎么苦他都不觉得苦。可是以我们众生啊，在现象之中受苦的时候来想，都会埋怨我怎么这么苦啊都会有这种心态呢出现所以我们要呢认识真理我们为什么会有那么苦的现象让我们去接受？那一定有因那个因就是在前世前前世已经都种下来了。那现在要我们去接受就是以往我们大概也有那个经过。那有那个经过的时候那个时候变成我们是被人家保护之中然后呢生活下来。那现在换我们呢要保护别人这个去生活。所以就是要了解这个是因果是一种定理，一定的道理我们要欢喜心甘愿受。所以慧姐都一直讲，我们研究真理了以后，生活真的会不一样。我们认为不好的，我们研究真理以后我们这个详细分析以后，觉得没有不好那我们觉得好的你分析了以后，好在哪里呢？好在只有造业而已那有什么好？就用不同的观点。所以我们都要深入深入的去研究了以后我们就知道我们整个那个人生那整个都不同。我们可以从大的方向来说，抛开众生之见，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知见一产生真的就是很难改要把众生之见去掉就很难这个用九牛二虎之力都转不动，要把这个众生的知见转不动。所以或者都讲，我们为什么没有成佛，就是众生知见的障碍。我们被自己的知见障碍了。假如说我们去掉众生的知见，都进入佛的知见，那我们都成佛了所以佛知佛见何其重要。可是我们都没有重视那佛知佛见呢，不是说要一直努力来学才有，不是只要你都往你放下，你一念都不生，那个时候你没有一个念头，那个叫佛知佛见。你看多么容易，容不容易？
你所有念头都不要，不要有一个念头，不要都不要，那个叫佛知佛见。所以只要我们去掉众生的知见，我们进入佛的知见，那我们都成佛了，都已经是佛，已经生活在佛的世界。所以我们愿不愿意成佛，真的就看了我们愿不愿意改掉我们众生之见。愿不愿意呀？安尼回答得很无可奈何。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佛知佛见不是很困难，很容易只要我们呢凡尘的妄都去掉，没有妄了。没有妄的时候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它就呈现。那一个它就是已经就是佛知佛见。那个佛知佛见我们拿来生活之中应用，怎么会不成佛呢？绝对成。可是我们都不敢不肯不肯用，因为用佛知佛见老实说都吃亏了，拢爱人欺负了。咱听知道道理我们被人家欺负不觉得那个是不好，而是说他在了我的业障，这样就很理想了。所以你就会很努力的去真的行持佛知佛见。只要你肯行持一段时间，让它养成习惯，你所有生活习惯都是佛知佛见，怎么会不成佛呢？成不成？绝对成的。重点是我们众生之见已经太深了，这个深根蒂固要去掉很不容易。所以我们要自己努力把众生的知见都去掉，不要这个害我们造业，害我们六道轮回，害我们在凡尘受苦，我们都把它去掉。这个是我们可以努力的可以做，自己可以做。复次譬如有人常为怨家家所扭戒，舍离父母妻子眷属珍宝产业而眼逃避这个佛呢就讲说，譬如有人常为怨家，就是我们讨厌的人那一种家所扭戒就是这个卡靠秋考，就是犯罪以后去那个监牢狱那一种卡靠秋考，然后舍离父母妻子眷属当然你被这个关起来了以后就要舍离整个家庭然后你自己的珍宝产业也要舍离，然后眼逃避。当然只是菩萨呢亦复如是不畏生死记住修行六波罗蜜。所以那个常为怨家就是我们要知道说一定会找上门那个死一定会找上门。然后所有生活呢就好像枷锁扭戒卡靠秋考。所以有时候一些观念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我们现在的整个社会环境这个家里面要盖得很坚牢坚固，对不对？然后要铁窗铁门守得好好的，对不对？我们是不是已经犯了罪，坐在监牢狱里面，像不像？咱家己关啦，咱家己犯罪，我们自己造了罪自己关关在监牢狱所以这个菩萨呢知道我们在凡尘只要落入现象
一定有生死啦。所谓怖畏啊，生死很恐怖啊，很敬畏这个生死，然后就记住修行呢六波罗蜜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就是修这六度啊六度万行。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是我们要进入菩萨道，进入佛道必须要具备六度万行。这个都很容易做了并不是说要拿我们的财产来花来布施，不是的啦只要我们在生活之中给人方便指点人家这个脱离困难，那个都叫布施啦这个很容易做。假设是名菩萨修行大圣呢，大般涅盘观愿真慧苦就是这个菩萨修行大圣大般涅盘就走入我们佛性的不生不灭，然后观呢我们落入现象以后所有凡尘的人与人之间相处都大部分多多少少都会产生那一种怨憎会苦，都会产生多多少少。所以我们呢就是要了解到不要落入现象最好，一落入以后有很多我们必须要去承担要去接受。三难子引得菩萨呢观求不得苦所以这个求不得这个导师我们体会最深啦都一直要想求一些金钱来生活求不得然后有金钱了又要求那个金银财宝又求不得然后有了又求要有房子最好是地堡然后又求有车子，最好是面乳结果求不得就苦了。可是我们要了解到，这个都不是我们佛性里面所需要的，佛性里面都不需要这一些啦。可是我们生活上就会以这一些来炫耀其实也没用啦。你炫耀到你一口气不来你必须改向炫耀炫耀力细都不用的。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求不得苦，求则一切尽求尽求者有两种一求善法，二求不善法。那么善法未得苦恶法未离苦，是则类说五圣因苦这个呢这个五圣因就全部这个八苦都出来生老病死，然后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阴盛苦有没有八苦全部都有了这个佛在讲不知不觉都把八苦都讲了都已经讲完。假设是名苦地讲这么多就只有一个苦地然后苦集灭道就只有讲苦地而已。那么尔时迦叶白佛言：如佛所说五圣因苦是亦不难这个迦叶呢牙基格跟佛呢讲不同的方向。何以故？如佛往昔告这个尸摩难：若设苦者一切众生不应求设，若有求者则不明苦如佛告呢知比丘，有三种受这个三种受呢就是受者领纳外境，那么境呢有违境，有顺境，然后有忌讳这三种那一受苦受领纳违情之境
而起苦恼之感；乐受领纳呢顺情之境，而起愉悦之感。第三不苦不乐受啊，又叫舍受。领纳不为不顺之境呢，而苦乐之感共舍离呀。这个苦受乐受啊，不苦不乐受。如佛呢，先为之比丘说：若有人能修行善法，则得受乐。又如佛说：于善道中六处啊受乐。六处就是我们六根接触外界，眼见好色视则为乐，耳鼻舌身意呀思好华又如是。如佛呢说记，持戒则为乐，身不受众苦，睡眠得安稳，悟则心欢喜。这个受戒持戒就很快乐，身不会受重苦，睡觉的时候很安稳这个醒过来心又很欢喜。若受衣食接受人家布施衣服跟饮食诵习而精醒，独持于山林如是为最乐。所以以往的那个修道方式就是独持于山林，然后诵习而精行。那个精行就是围绕着一个固定的地方，然后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那个叫精行。若能于众生昼夜常修持，因是得常乐以不恼他故。假如说我们对众生日夜昼就是日白天晚上，然后常常就修那个慈悲，因为慈悲就是娱乐，给人家快乐慈悲喜舍事无量心我们佛性里面具备常修持的话就会得到常乐以不恼他故就是不会懊恼别人看别人都很顺眼不会不顺眼。所以我们了解说在凡尘各位前贤有看人不顺眼的时候吗？很诚实有确实有的看得很顺眼，有的就不顺眼所以这个叫检讨别人那我们修持的话要检讨自己别人好不好我们不用去检讨。为什么？他有功德不分给我们，他有罪过我们不用去担要不要检讨？不用了不用检讨。少欲知足乐多闻分别乐无着阿罗汉亦名为受乐这个少欲那个欲望比较少一点，然后每一项都知足知道满足就很快乐。然后多闻分别乐就是能够听到非常多的修持法门，听到非常多的真理那个很快乐。那么无着阿罗汉就是已经不在三界出生的阿罗汉已经都不会着于形象，着于事情亦名为受乐。菩萨摩诃萨毕竟到彼岸所作众事板是名为最乐。菩萨摩诃萨已经毕竟到彼岸，清净的彼岸。那么所做菩萨在凡尘所要做都已经做完了是名为最乐。世尊如知经中所说的乐相其意如是。如今佛说因何当以此意相应说现在佛在讲的要怎么样跟以往所讲的义理能够相应。
那佛告迦叶：善哉善哉，善男子，善能知问啊，如来是意。所以佛都会称赞说你很会问问如来这种义理，就是要有智慧才问得出来。那么一切众生呢，于下苦中恒生乐想，就是我们众生在那一种很苦的状态之中，然后我们想是在受乐。是故我今所说的苦相以本不异。现在所说的苦呢，跟以往所说的一样没有两样。那么迦叶白佛言：如我所说，于下苦中生乐想者下生下劳下病下死下爱别离下求不得下怨憎会下无生因，如是等苦亦应有乐。这个迦叶呢，真的要跟佛作对。那么世尊，下生者所谓三恶趣，中生者所谓人中，上生者所谓天上。那么若复有人作如是问：若于下乐生以苦想，于中乐中生无苦乐无苦乐想，于上乐中生以乐想，当允何答？因为呢往后这个佛要把那个道这个传给那个这个迦叶，所以他就要详细问，以后我遇到要怎么去回答。现在呢先了解答案。世尊，若下苦中生乐想者未见有人当受铅华，吃一下时以生乐想被呢这个铅华才接受一法那后面还很多嘞接受一法以生乐那个受法会生乐，那真的我们一般都想不出来。若不生者，因何说言于下苦中而生乐想？那么佛就跟迦叶回答说：如是如是，如所说，对的对的，你讲这样对。以是义故无有乐想没有那个快乐的那个念头何以故？犹如彼人当受铅华受一下矣即得脱者世人耳时便生乐想本来要受铅华，只有受一下就以后剩下都不用了解脱了。这个时候是一个受法的人他就生出很快乐的那个念头出来。是故当知于无乐中妄生乐想实在你这个已经受一下法了你全部铅华都不要，不是更好吗？所以在那一种那个受苦的状态之下那一种比较型的那个乐那个不算乐了那个也是一样在苦之中。那么迦叶又问世尊：彼人不以一下生以乐想以得脱故而生乐想。他说那一个受法的人不是说这个受一下就产生乐，是已经不划他了那个剩下这个千华999全部都不要那个才叫真的很快乐啦是这样。那么佛言迦叶，是故我习为释摩难说五阴中五阴中乐实不虚也说五阴中呢那个乐实在不是假的。迦叶，有三受三苦，三受者所谓的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那么三苦者所谓
苦苦、咸苦、坏苦。欲界呢有此三苦。色界啊2个，坏苦跟咸苦。无色界呢只有1个咸苦。那么行者啊千流之意，由一切法之千流无常而生苦恼者叫咸苦。所以无色界啊只有1个。三男子苦受者名为三苦。所谓苦苦、咸苦、坏苦。那么以恶受者，所谓呢咸苦、坏苦。三男子以是因缘生死之中时有乐受。菩萨以苦乐性不相舍离，是故说言一切皆苦。所以这个菩萨呢就讲苦的性跟乐的性不相舍离啦。苦跟乐是连在一起的啦。苦中有乐，乐中有苦它连在一起的。所以说一切皆苦。三男子生死之中实无有乐。我们在生死之中实在是没有快乐啦。但知佛菩萨随顺世间说言有乐。这个有乐是随顺世间说的啦，真正的没有啦。都是苦。迦叶白佛言：知佛菩萨若随俗说是希望佛。这个问得很好啦。供佛菩萨随着凡俗来讲，凡尘的状态来说，它是虚妄吗？它是假的吗？那么如佛所说，修行善者则受乐报。持戒安乐生不受苦，乃至众事已办是为最乐。如是等经所说乐受是希望佛。讲出来是不是假的？是不是在骗人的？若是虚妄，诸佛是真呢，久于无量百千万亿阿僧祇劫修菩提道，以理妄语今作是说，举引何？这个问的很尖锐对不对？所以我们了解说，真的要你要有实际的那一种领悟跟作为你才有办法回答这一些问题。那么佛呢就讲：三男子，如上所说知受乐具，即是菩提道之根本。亦能长养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那个知受乐的句语就是菩提道的根本。我们为了要接受这一些快乐然后我们才努力去修道。努力修道呢，就能够长养无上的正等正觉。就能够呢对我们的佛性就有所帮助。那么以是义故先于经中说是乐相。所以在经中呢说这一些快乐的形象。所以我们要了解到了这个叫方便法门。方便法门呢就是骗人的啦，可是它是善意就是要引导你走到佛的领域，要引导能够呢到达最究竟的程度。那因为我们众生的根基都没有那么的殊胜，所以不能够一下子就把那个目标都整个标明。假如说我们一下子就把最上圣到达的目标都讲明要如何做，那所有众生都打退堂鼓这样我不爱这艰苦，了解意思吗？所以佛菩萨就要循循善诱把众生呢从幼稚园然后引导到小学，从小学引导到中学，从中学引导到大学，从大学引导到硕士，从硕士引导到博士从博士引导到佛
安尼知无？循循善诱啦，所以要感谢佛菩萨肯骗我们，感不感谢？对啊，他那甲咱讲你甲佛你都要安那做，我们都不见了啦。因为离得太远，跟我们的现实状况相差太远，我们就不肯再用心去行持，用心去做。那循循善诱的状态就是离我们很近，我们可以做到。然后佛当我们做到的时候他再往前指引一步，那一步又很容易做到，我们又往前一步，这样就可以让我们脱离苦海了。所以佛是用心良苦才要用这个法门所以下乘法、中乘法、上乘法然后最上乘。就是要我们不管是哪一圣，都是要我们众生成佛了。要互咱成佛想尽办法，这样不好吗？就是给我们可以一步一步来不用急着到目标一下子你急着到目标各位要了解到那个会变成八难之一就是四字变冲。佛最怕我们四字变冲，各位知道吗？我们凡尘四就是凡尘字就是我们的聪明，我们的智慧辩就是很会辩论，冲就是聪明四字变冲你跟他讲什么，他都会有话跟你辩论这样已经脱离真理的角度了，就变进入我们凡尘对待的现象修道你进入凡尘修不成道，一定要进入真理，你才可以修成。所以我们不能用凡尘的现象来论，你用凡尘的现象来论所以老千在的时候就讲，他说博士就是很难成佛。为什么？因为他学的很多，主见太强，他认为对的他没有办法改变，你想要给他种佛因都种不下去，他不接受，因为他学的很多，他认为他已经知道了很多了，最糟糕就是这样。所以后学都讲，家在我拢国民校都无毕业证书，所以我才可以接受最上乘佛法。看到说山河大地就是佛性所生花，你看我们谁会接受你社会不管什么阶层一定不接受。我是我，山河大地是山河大地，为什么跟我有关系？我们都会这样想。可是你修到最究竟的时候整个就是一个绝对体，没有分别你有分别，你有他分别山河大地分别人物，那已经分别心，分别心一出来，我们要接受六道轮回果报。所以要知道说佛为什么证悟证悟就是已经没有分别，没有分别他证悟了。所以我们到达哪一天不用分别心的时候，我们就成佛了。各位先生，要多久？我们大概多久可以去掉分别心？快的话一天明天就可以；慢的话千生百世都没办法去掉分别心尤其在我们现在分别心这么强的时候我们要去掉它真的很困难。所以要先走入真理当你走入真理，了解到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以后，你就会接受原来山河大地
是我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然后我在理天的时候啊，一念妄动，因为这一念妄动才有三河大地，因为这一念妄动，我才在凡尘出生，然后出生了以后要接受现象，所以才有业果，所以世界众生业果都从我们一念妄动来。我们接受这个观念了，你看要多久？所以啊，就是要了解，先回到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回到本体以后，你再来研究它延伸出来的那个状态，你就会非常清楚了然。原来假如说没有我的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就没有三河大地，没有三河大地就没有我的身体呈现，我的身体不呈现就没有业果所以啊，都从我们很微细的一念然后产生我们就是了解到，我们不知道说怎么会有一念妄动就产生这么大的现象，所以我们现在想回归到本来，先把妄想灭掉，因为妄想是我们造业的根本，妄想有了有行为，行为有了造了业，业有了要接受果报，只有这样。那我们想都没有我们妄想都断了，我们声音没有，不会生在凡尘。然后我们所有的想都尽了，声相没有，声音断，声相尽，我们不会出生在凡尘，就已经回归到本位了。这样了解吗？我觉得会一再讲啦。你莫想讲真深，你爱想讲我一定要接受这个真理，我想要成仙做佛，就是要接受这个真理的世界。真理的世界就是这样，它是一个绝对体，没有两边相对，没有善恶，没有男女，没有一切的凡尘的现象，是在我们的佛性本体之中。只要我们肯回到佛性本体一切都了了而得，都得到了啦。所以只要你万念都放下，一念不生，那个灵敏的知觉性一出来，就是你成佛的时候，容不容易？会想说告要简单，确实就这么简单。只是我们不肯万念放下。我们在万念里面有既得利益有没有？我们生活之中有没有既得利益？肯不肯放下？要商量一下啦。好啦，放落啦，唔通呢，放落我的利益拢无去所以要知道我们就是把凡尘的所有这些相无常变化都是假的，不真。然后真的就是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我们只要真的把握真的，我们就可以成道，就可以成佛。所以成道成佛不困难在于我们要不要。要的话，你的思想、你的作为就完全不同。不要的话，那随你喜欢啦。所以我们凡尘就流行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可以，你要到三恶道去都没有阻挡，可不可以？可以呀。你要到天道去呢？可不可以？可以。只要你用心，一定会到。所以也一样啦。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你喜欢修道，你就可以到理天逍遥自在，可以。你不想去为非作歹，那你去三恶道也可以。
所以啊，之前啊那个地藏古佛就讲，说我们现在凡尘大兴土木了，盖的高楼大厦很多了，这个地狱也在大兴土木，也一直盖了很多的地狱，要做什么？往后要装我们已经这么多的众生了。因为之前啊，这个民国大概50年的时候啊，我们众生才这个30亿啊，现在都60、70亿了。那个地狱啊，要不要盖多一点？要不要？我们凡尘都一直盖，要给众生住嘛所以那个地藏古佛说，地藏那个地府也正在盖，我们要不要去？要啊。不好啦，去那里不好玩我们回到了礼天啦，回到礼天最好。这边呢就讲到那个迦叶在问佛说：“诸佛菩萨，随着凡俗来说的话，这个是真的是假的？虚妄吗？”那这个佛说：“修行善者啊，则受乐报；持戒安乐呢，身不受苦，乃至众事啊，一半视为罪乐。”如是等经呢所说的乐受啊，是希望是不是都假的？若是希望呢，诸佛世尊久于无量百千万亿啊，阿僧祇劫修菩提道，以离妄语呀。今作是说，取于因何？所以佛就回答说：如上所说之受乐的句语，即是菩提道之根本。亦能长养呢，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么以是义故啊，先于经中说是乐相。善男子，譬如世间所需之身呢，能为乐因故名为乐。所谓的女色、丹棉、饮酒、上转甘味啊，可使得水，寒食异火，衣服璎珞，象马车乘，奴卑铜仆，金银琉璃，珊瑚珍珠，仓库谷米，如是等物啊，世间所需能为乐因啊，是名为乐。佛又把那个角度啊放得更宽广。善男子，如是等物啊，亦能生苦。一样的东西呀可以生乐，可是也可以生苦。因你女人生男子苦，忧愁悲泣呀，乃至断命。因酒甘味啊，乃至呢苍古啊，亦能令人生大忧恼。以是义故啊，一切皆苦，无有乐相。所以苦跟乐呢，都是在我们的心里面的那个观点。善男子，菩萨于是八苦啊，解苦无苦。善男子，一切声闻必知佛等，不知乐因啊，唯如是人于下苦中收有乐相。唯有菩萨住于大圣大般涅盘，乃能知是啊苦因乐因。就是啊菩萨呢比较宽广那个范围啊比较宽广。那么接着圣行品呢第19品之2。善男子，因何菩萨呢住于大圣呢大般涅盘观察极地那个苦啊苦集灭道现在讲第2个那个集。菩萨观此极地啊是因缘。所谓集者啊还爱已有。爱呢有2种一爱呢己身二呢爱呢所需。那么复有2种为得五欲啊细心专求。这个五欲就是我们的身体的眼耳鼻舌身5个。然后5个啊面对啊那个凡尘然后产生的这一些欲望所以叫做五欲。
所以我们要知道呢，这个五欲啊，就是让我们造罪啊一个源头。我们呢能够透彻了解五欲，我们就呢不会呢去追求，这一些呢都虚幻不实在，可以啊让我们造很大的罪。那我们都不去接触的话，这一些都消灭啊。所以那个这个富有两种呢，未得五欲啊，会细心的专求。那么既求得已啊，堪忍啊专找。那个堪忍就是能够忍受了。那个要了解到追求到呢五欲啊，并不是都很快乐啦，有时候呢是很痛苦。可是呢，他又呢堪忍啊专找，又呢着在于那个五欲之中。那么富有三种，欲爱、色爱、无色爱。那么富有三种，业因缘爱、烦恼因缘爱、苦因缘爱。那么出家之人有四种爱，何等为是？衣服、饮食、卧具啊、汤药。富有五种，贪着五因，色受想行识，随之所需啊，一切爱着。分别较计啊，无量无边。善男子，爱有两种，一则善爱啊，二则不善爱。不善爱者啊，还予之求。善法爱者啊，菩萨求。善法爱者复有两种，不善与善。求二圣者啊，名为不善；求大圣者啊，是名为善。所以我们了解说佛呢，都会详细的说它的内容，都一直分析下来啊，都非常多。这个富有几种，会有几种呢？那个都是详细在说它的内容。善男子，凡夫爱者啊，名之为极，不名为地。极地啊，那个叫极，不名为地。菩萨爱者啊，这个名之实地啊，不名为极。何以故？为度众生呢，所以受生，不以爱故啊而受生也。所以这个菩萨呢，为了要度化众生所以就接受在凡尘这个有现象这个生了下来。所以我们了解那个菩萨的心跟我们众生的心是差别很大所以菩萨的生呢，不以爱而受生，是以要度众生呢才受生。那么迦叶呢，白佛言：如佛于遗经中呢，谓之众生说业为因缘，或说呢骄慢，或说呢六处。六根呢接触六尘，或说无明为五圣因而作因缘。今以何意说四圣谛独以爱性为五因五因的因。那么佛呢赞迦叶说：善哉善哉，善男子，如所说诸因缘者非为非因，但是五因要以爱这个五因呢，一定要有爱，然后才会形成我们在凡尘的现象的因。善男子，譬如大网若出有许，大乘见属悉皆随从。爱呢亦如是，随爱行事呢是知觉等亦复随行。所以我们了解佛做这个比喻说大王要出巡的，那所有大乘眷属呢都跟在后面随从。那爱也是这个样子随我们爱的这个地方所在那么所有知觉所有我们凡尘的一切烦恼，所有的一切呢，都随着爱呢来进行。那我们呢，剩下有15分钟，就给这个各位浅显提问，有疑要必问，问了就会有答案，疑就是解，有怕夹爱夹头开。
李讲师这边有我填写的问题。好，请说。第一个问题，心即是佛和无心即是道，这两者有何差异？哦，这个我们也都在阐扬啊，这个即心即佛跟呢，无心是佛，都在讲这方面的，那个等于是我们尝试啊。在谢谢你的那一本里面啊，就说呢，我们不要用心意识来修道。那心意识啊，我们就是了解啊，它都是很多因缘际会才产生，那所以它变化无常啊。我们不要用这个变化无常的心啊拿来修道，所以我们把这一些六根对六尘产生六识的心，我们全部都去掉，全部都不要。不要的时候啊，我们就已经无心了。心都没有，在凡尘用的心啊，全部都没有，都没有叫无心。当我们无心的时候啊，无心的真心就出来啊。所以这个时候真心一出来，这个心啊，它是不变化的所以这个心啊，叫做即心即佛。所以无心呢，跟呢那个即心即佛啊，它是一样的意义。道理是一样的，我们都没有凡尘的心了，就是真心啊，真心呢就是佛，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我们在凡尘所用的心啊，都是生命，都是无常变化，我们不要拿那个心来修道，说一定要用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来修道，这样就可以成道成佛。对浅显了解吗？了解。好，请问。第二个问题，身障跟手障有什么不同？那个是实以我们医学方面的一个名词啦，就像我们这个肝胆肠胃啊，我们想想看啊，各位浅显，我们肝胆肠胃有什么不同？我们看看肚子啊。肝胆肠胃不是在肚子里面吗？它有什么不同？所以那个是医学方面在用了，就是身障、手障、赤痰、白痰，就是属于我们身体里面的器官。那身体里面器官我们就稍微知道我们有肝胆肠胃我们有这个脾肾心肺知道了就好。你要再追究的话，到医院那个解剖的那一种那个医疗地方去看，就会看到什么是什么了，所以这个我们修道者不用去追。还有吗？好，第三个问题，请刘讲师讲解菩萨实际要修到什么程度才到达各位阶？那个菩萨的那个位阶实地。我们要知道呢，菩就是菩提，萨就是萨埵，菩提就是觉，萨埵就是有情，有情已经觉悟叫做菩萨。那菩萨的位阶有10个位阶，第一个就是欢喜地，第二个离垢地，第三个呢发光地。第4个宴会地，第5个南胜地，第6个呢这个眼行地、现前地，第6个现前地，第7个眼行地，第8个呢不动地，第9个呢这个会散地，第10个呢这个法云地。这个是菩萨的位阶啦。那我们一般呢都到达不动地第8的不动地以后才不会退转，就是到不动地如如不动，就是已经知道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的状态，它是充塞整个宇宙虚空，然后如如不动。
你了解到这个状态的时候啊，你就不会受到这个环境，受到人家影响，然后退到那个第八的不动地呀，我们就是了解到已经笃定了。那我们要了解啊，进入啊，菩萨出地啊，欢喜，很欢喜呀，就是要知道说我可以成道成佛，欢不欢喜？欢喜地呀。然后第二个离垢地，离开污垢了，离开污垢，各位知道吗？就是污垢的我都离开了。那我们有没有沾的污垢啊？我们自己知道。你把这一些污垢啊，你都离开了，离垢地。然后第三个就是发光，把我们的智慧，把我们的佛性啊发出光芒。比如说你去帮助人家不管是用语言，用你身体，你去帮助人家，你都把佛性发光发出光明能够这个了解说智慧都用，因为有智慧才会去帮助人家所以那个是智慧已经呢在用发光地。那第四地呢叫做焰慧地，焰火焰，慧呢就是智慧，你的智慧好像火焰那么的炽盛，很热烈就是一直呈现那一种这个很这个都全部用智慧在生活了这个焰慧地。然后到第五个就是难胜地。难胜就是很难去胜过，就是我们遇到有一些就是瓶颈我们都很难通得过，那个叫难胜地然后呢接着呢就现前，就是我们已经呢把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我们人口都整个呢了解摸到，显现在我们眼前，现前那个呢第六个现前。然后第七个叫做眼行，就是我们知道了这个真理了以后我们不管多么远的时间，不管多么远的距离，我们都要去度化众生，那个叫远行，远行地。袂使行艰苦啦，都是爱众生真可怜，爱甲伊度啦，度起来成仙做佛，所以那个叫远行地第七。第八就不动地刚才讲，我们已经呢进入不生不灭佛性本体了以后，你如如不动都已经了解到整个佛性的那一个功能如如不动，常住不迁。你能够到达这个状态你就不会退转。所以到第八的不动地那最理想，不会退了啦。人家按那跟你讲歹话，个环境按那摆，你都不会退到那个叫不动地。然后第九呢叫做会善地啦。我们智慧非常多这个施以善的方面第十个法云地。就是这个法好像天上的乌云盖住那个炎热的那个太阳使众生呢得到阴凉那个是第十地。这个菩萨的那个修持的位阶啦到达第十地的时候叫做等觉，跟佛的觉平等啦它只是还差一点点到达佛叫做妙觉等觉跟妙觉差一点你到第十地的时候那个法云地就已经呢要进入佛的状态，所以跟佛是一样，叫等觉平等的觉性。然后到佛视觉觉他，觉醒圆满，就叫佛妙觉。这样就是我们修持那个菩萨位阶的一些状态。还有吗？还有5分钟。第四个问题，为什么口袋装树叶或红包袋到阴气很重的地方可以辟邪，
这个导致我们生活之中的常事啦。因为我们现在都免不了有那个亲朋好友的一些那个长辈过世了，我们要去捻香。那因为我们要了解到，我们这个空间啊，就是像幽冥鬼魂像魑魅魍魉这个七天神仙都在这个空间。那我们去捻香那个地方，因为是有人已经归空了，那个就等于是幽冥鬼魂都会来这个地方集合啦。为什么？因为有人归空了，可以吃一餐大餐，所以都集中在这个地方。然后我们去捻香，假如说你自己本身佛性都没有发光，光明都不呈现，然后你又没有行善，那个善根又没，这样的话那一些来的一些幽冥鬼魂他会找你麻烦，所以他会跟着你你去得我带你去得，那你就吃不完兜着走了。那我们假如说要去捻香，你在那个路边摘，就是一定要去的时候啦，摘4叶，然后放在你的口袋，这个表示说你表明我是活的，我是活的啦，我不是死的，这样知道意思吗？就表示你跟他不同界啦。你是在幽冥鬼魂的死的方面，我是生的，我在人的方面，是跟他表明说我们井水不犯河水，是那个意思啊。那个红包袋或许倒没有听过，是4叶啦。因为红包袋刚好生个4叶，没有啦，所以就用那个因为我们摘那个树叶是代表活的活的啦，咱要去捻香捻香回去以后就不要带回家里，你在半路就把它丢到垃圾桶。这个是表明说我们的阴阳不同界你不要呢跟我，是表示那个意思。还有吗？有讲师那个黄讲师在讲说，老师曾经教我们说要放7支檀香。那个又更超越了。那表示说我们本来就是佛。佛的话，你会怕幽冥鬼魂吗？就不会了，对不对？那个佛看到你都放这个香了那这个已经是这个佛界啦，在佛的方面所以那个就更高超。只是我们假如说要去捻香，刚好遐好势讲一声就摕到香所以或者说以往我们凡俗的一些那个习俗来说的话，就是青的圆树叶你慢来个茶去捻香出来以后要回去半路你就丢到垃圾桶，是这样的。那个是以凡俗的一些情形来说。还有吗？还有2分钟而已有情形问说，发呆与万缘放下有何不同？这个大概不用或许讲大家都会了解发呆，发呆就是没意识我们已经意识都不见了发呆。那万缘放下，我们是很清醒的，是了了分明的。万缘放下，那个万缘就是忘，万缘都是忘。我们要把忘都放下，跟那个发呆，你发呆有办法放下吗？没办法，一眼也放不下。那个发呆的眼那个也要放下。所以是完全很大的不同。发呆跟万缘放下怎么会扯在一起呢？
好，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千贤，大家好。佛学占道天师德，老千千大德，以及感谢各位千贤给佛学机会学讲。我们的手上啊都有一张这个秘密总持破魔法门，只有99个字啊，25句啊，很短，它都有字音啊。当我们遇到有负面念头，身边啊感觉到不对劲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持诵，这个马上就改变，感觉到好像要着魔了，就赶快念这个破魔法门，上次啊问各位说要不要，说要才拿过来，还记得吗？记得。那我们呢就讲这个《涅盘经》，我们讲到第几页了？37页吗？是圣行品第19之2吗？好，迦摄白话文这边，好，倒数第二是6， 37页啊，倒数第6行。比如逆一，水有成藻这边嘛，这个各位的印象都很深啊，或者都不知道讲到哪边，因为在北部也有课所以就不了解说我们这边已经上到哪里。说这个逆衣啊，就是很肮脏的衣服，然后呢有那个尘着尘的凡尘呢着在衣服上面，着则随住啊，那个着了以后啊，它就住在那个逆衣啊，在衣服上面。那么爱呢意啊如是，随所爱处啊，业结意住。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这个爱，随着我们这个心里面啊所想，所爱的地方所在啊，然后业那个就已经打结了，住在这边。所以啊，我们了解说这个凡尘啊，因果都是定理，我们有造了业啊，一定要接受果报，所以啊，最重要啊，就是不要这个造业，那我们不造业，就是要研究道理，了解道理呀，我们业啊就不会造。那么复次，譬如湿地呀，则能生芽，那个潮湿的地方有种子呢，它就可以啊，生芽。那么爱呢，亦如是，能生一切啊，业烦恼芽。所以我们这个凡尘啊，只要有爱啊，烦恼就是跟随着啦，随在这个爱的后面它就来了。所以我们了解这个凡尘呢一切啊，我们能够研究透彻的话，我们自然呢就能够避开。三男子菩萨自是大圣呢，大般涅盘，深观此爱啊，还有9种。这个观呢这个爱，深深的来观察这个爱有9种。第一如债啊有余，好像那个债，我们负债有剩余。第二
如罗刹女妇啊，罗刹就是鬼啊，就好像呢那个女鬼。第三如妙花镜啊，有毒蛇缠之。那个妙花镜，妙花的那个根呐，妙花的那个要升到花的那个中间呐，有毒蛇来缠绕。第四个，如恶食性所不变而强食之，就是那个不好吃的东西呀，可是啊，我们一定要吃。第五个，好像呢这个云女，第六个呢，如摩罗迦子，那么第七个呢，如苍中的息肉，就是那个多余的啦，多生出来的。第八个好像呢，暴风，那个风呢很大，暴风，第九个好像呢这个彗星，所以这个升官呢这个爱啊，它有这个9种，这个爱呢都是要使我们呢这个烦恼，所以我们要这个认清啦，这一些爱的那个根源。那么底下呢就解说因何名为如在有余，那个是解释第一个，为什么呢叫做如在有余？善男子譬如穷人护他钱财，就是穷人欠人家的钱财，虽常欲避呀，余未必故。虽然已经还了大部分了，可是呢还没还尽，还没还清，犹续在狱而不得脱，好像呢被关在牢狱啊，还没关到期呀，不能够出狱。那么声闻缘觉亦复如是，这个声闻缘觉啊，也是这个样子，就是虽然有偿还债务啊，可是还没有还清。那么以有爱习之一气故啊，不能得成阿耨菩提。有爱的这个习气，所以啊，虽然有修，还不能够呢这个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还不能够成就。是名如在有余。善男子，因何如罗刹女妇啊？这个罗刹就是鬼啊，这个女鬼。譬如有人得罗刹女，那以为父，是罗刹女随手生子啊，生以便食。这个罗刹女啊，生了孩子，生出来以后啊，便把孩子就吃了。食之既尽啊，或食其夫。这个生下的孩子吃完了以后啊，就吃他的丈夫，很恐怖所以这个爱很恐怖啊。善男子，爱罗刹女啊，亦复如是。随之众生啊，生三根子，随生随食。善食寂尽啊，护食众生，令堕地狱啊，畜生恶鬼，维持菩萨，是名呢罗刹女妇。所以啊，这个爱到罗刹女也是这个样子。我们是这个有生了善根，有种善根，可是啊都被这个罗刹女吃掉了，所以善根就消失啊。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在凡尘一定要累积善根，累积善根呢，会成熟。善根成熟以后啊，我们才会遇到呢这个善知识，引导我们呢如何修道，如何成道。善男子，如何如妙花镜，毒蛇缠之。譬如有人性爱好花，看到花很喜欢，不见花镜啊，毒蛇过患。没有看到那个花镜啊，有毒蛇缠绕的，
即便呢钱要呢去采花，那么周瑜这个毒士啊就被毒这个蛰了事与命中啊，就命啊就已经消失掉。一切凡夫亦复如是贪五欲花。各位学员知道这个五欲吗？知不知道？我们都一直在讲，就是我们身体的那个眼耳鼻舌身所产生的欲望。我们这个身体呀，所以凡尘或者都讲这个做那个我们感官刺激的生意啊，最好赚钱。那个就是五欲乐啦，五欲乐。我们假如说用我们凡尘比较通俗的那种话来讲，就是去找花粉味啦，了解意思吗？就是那个五欲乐，使自己身体的感官感觉快乐，叫五欲乐。所以我们呢，在凡尘造的罪，就是从这个五欲乐产生最多。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这一些都虚幻不实在了。这个五欲乐它呢是我们感官的刺激呀。这个都虚幻不实。可是我们落入凡尘有现象大部分都会贪念不休。会贪念这个五欲乐。纵然是我们坤道也是一样，也是贪这个五欲乐啦。都是一样，在身体上的感觉刺激那个寻求那个刺激的快乐，叫五欲乐。所以贪这个五欲乐，佛把它形容呢，就是五欲花。我们贪那个花，不见呢是爱毒蛇过患而便受取，不知道那一种它那个过程就好像毒蛇缠绕一样，我们都会被毒蛇这个事会去会点的即为爱蛇之所毒士命中呢即堕三恶道中。我们呢这个贪求五欲乐，命中的就会堕入三恶道。那么维持菩萨为什么辞掉菩萨呢？因为菩萨不会贪这个五欲乐。菩萨呢他都已经能够透彻了解真理，对这一种虚幻不实在的欲乐都不贪求。那么是名如妙花尽毒蛇缠绕之。三男子允何所不辨识而强食之？不辨识而强食。譬如有人所不辨识而强食，这个强迫去吃，食以腹痛患下而死。所以吃了以后这个肚子受不了，然后为了这样就死掉。那么爱死如是说呢，这个爱就好像是一种样子，我们呢就贪了爱，然后一直都不舍离，然后就会为了这个爱而死。那么五道的众生强食贪着，五道本来我们是六道轮回可是那个佛都把那个阿修罗道摒除在外，不把它列入因为每一道阿修罗道都有所以不把它列入就变成五道天道、人道、畜生道、地狱道、恶鬼道五道的众生强食贪着，就是我们不得不吃不吃的话就没办法维持生命，所以就要强食。然后我们贪着那个吃的那一种这个舒适愉悦喜欢吃，所以我们要了解到，真的进入修道的轨道
有的吃能够维系生命它就可以了不会贪吃啦。可是我们现在凡人对吃都很讲究了都非常的贪口腹之欲啦。因为在真理来讲，他说只要你经过喉咙，它就已经变酸了，变臭。都变一样了，不管再怎么好吃它都一样，不会说很好吃你已经通过喉咙了，然后再出来再吃一次。所以我们了解说修道呢是有的吃可以维持生命那个为主要的目标啦。不着重在吃那一种那个享受我们现在因为环境好，大部分都会讲究吃方面的享受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已经呢这个清口都比较好虽然会找比较好吃毕竟都没有杀生没有伤害生命。那我们社会人士就各位就可以了解到都喜欢吃鱼肉这一些有生命的这一些东西然后我们要了解说一命就要还一命你吃它你就要还它。那我们一生吃了不计其数还的就还不完了那个弥勒卢巴他就讲我们多活一天多遭一天的罪，他希望我们早一天死亡就不会造罪了不会呢去这个三恶道受苦那么久可是我们在佛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避免就不吃有生灵的东西不跟他呢结那个恶缘所以我们虽然说还要强食勉强吃，是为了维持生命来修道。那么以是因缘我们五道众生呢这个以是因缘堕三恶道一样呢维持菩萨是名所不变时而强食之所以菩萨呢都了解真理要如何来生活。三男子允和是与你譬如与人与云女通，而比云女巧作呢种种谄媚现亲吸夺世人所有的钱财。那么钱财既尽互为妻主就是这个样子所以那个这个看起来很漂亮外表很美丽可是他不是要你的人是要你的钱财所以我们了解说凡尘这一种都虚幻不实在不要去贪恋。那么爱之于女亦复如是，于人无智以之交通所以各位先生，这个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他在经典里面讲的交通不是我们现在马路走的交通是男女之间做爱。我们现在的新的名词叫做做爱做爱呢叫做交通而是爱女夺其所有一切善法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呢这个着了这个爱那我们所有的善法都会被这个爱这个抹灭抹杀掉。那么善法既尽七足令堕三恶道中我们之所以能够呢生在人道天道都是因为我们有善根才能够生在这个人道呢天道那假如说没有善法的话，那就落入三恶道三恶道呢那个受苦是没有这个我们要了解不是我们凡尘的苦那一种很轻微啦都是很苦的。那么维持菩萨
是名云女，云女。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菩萨呢，他还有办法，这个了解说爱的根源，那个不是呢，我们凡尘着重在现象的。当然是引合摩罗加持，比如摩罗加持啊，肉鸟食蚁啊，随分啊斗地，或因风吹来在树下，即便生长，这个缠绕四幅啊，尼基罗寺，这个尼基罗寺啊非常高大。我们现在也可以看我们那个种了很久很高的那一种啊，叫做尼基罗树啊，那个很高大的树。那么这一种摩羯加持啊，就是那一种葛藤之类啊，自己没办法站立啊，要依赖别人，它才能够呢生长。所以那个被它一缠绕了以后啊，那个尼基罗树啊，就不增长，遂至啊枯死。爱摩罗茄子啊，这个叫蔓藤啦，就是那一种葛藤，家己徛不起来啊，拢挖别人徛起来一款植物。亦复如是，这个产妇凡夫啊，所有的善法。把我们呢这个凡夫这个缠绕拿到束缚，我们所有善法呢都被这个爱呀这个消磨掉，不令呢增长，遂至啊枯灭，让我们所有的善都枯灭。既枯灭矣啊，命终之后一定呢就堕呢三恶道，一样呢维持菩萨。是名这个摩罗切子、摩罗加子。三男子允何如仓中息肉，如人久仓中生息肉。这个其人当要其心自了，莫生舍心，肉生舍心呢，息肉增长，那个没有用的肉都会增长。我们有时候身体它会有这一种息肉，多余的啦，像这个我们这个照那个腹镜，照那个胃镜的时候那个医生就会看你这个腹中有没有息肉，就是有没有那个多余的那一种肉。所以我们了解那个在我们身上的话，它会变成病。所以息肉增长，这个重举这个护身，已是因缘，即便的命中，就会把命消失掉。凡夫与人，五阴这个苍鱼亦复如是。这个五阴就是我们色受想行识五阴。我们的五阴呢也是等于是多余的啦。在我们的佛性来讲，我们佛性里面都没有这一些东西。可是我们现在落入凡尘，有现象就有这个五阴。然后我们在生活之中呢，我们又蕴积五阴。所以就生生不息，就六道轮回没有停止的时候，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呢生活之中不要蕴积五蕴，五蕴没有，我们就不会呢出生在凡尘。那么五蕴有了以后呢，我们呢一定呢要在凡尘现象。所以这个五阴的苍鱼亦复如是。爱于其中呢，而为息肉，应当呢，勤心自爱息肉，把这个爱把它治疗。这个各位浅显，不是说我们不要爱啦，而是说要爱的正确，不要有那一种私心那一种爱，私心的爱对我们来讲的话，都是多余的，会害我们。了解这个意思吗？
有时候啊，我们要知道这个活菩萨讲叫人袂使爱，不是这样活菩萨本身啊，他自己都这个留业论生，留了一些罪业来教导众生，所以他的爱啊，真的是很广泛、无量无边，而且没有私心那一种爱啊，就是非常的广泛。那这个呢，我们要学我们也要学这一种爱。可是我们一落入啊，我们那个私心的爱啊，就完全不同了。各就可以分别啊。我们私心的爱，跟那一种广泛对大众的那一种仁爱啊，一不一样？差得很多了。就会知道说差得很多。那么这一种私心的爱啊，那一种叫这个爱惜肉，就是多余出来的肉，肉不治则啊，命中呢即堕三恶道中。假如说我们不治疗的话，会堕入三恶道。唯此菩萨如是是名啊，如苍中息肉。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凡尘生活要透彻啊认识真理从真理之中讨生活，就跟佛一样了。我们也本来都是佛之所以没有成啊，是我们有众生知见。假如说我们把众生知见都去掉，全部啊都是佛的知见，我们就成佛了。各位浅显，什么时候啊愿意把众生知见去掉？什么时候？较等的较老的啦。我们都会有这一种心态，说不要现在啦晚一点慢一点。可是啊，我们要知道这个时间不等人啊，很快我们今年又要过了过一个月过年啊，对不？又过加一回啊。这个无情岁月啊，增中减，看起来我们增加1岁，其实我们已经减少1岁了本来我还80岁，哇，现在剩搁减1年去啊，对不对？所以啊，要爱惜啊，要好好把握呢时间，真的呢能够努力修道，可以成道成佛，有信心没？有。对啦，研究心理学一定要有信心就是了解到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你了解了以后，绝对就有信心了时间早晚一定可以成。那我们呢，要在生活之中就一直努力去实践。我们只要把众生的知见去掉，众生知见去掉，这样容不容易？想简单对不？你众生知见不要了我们有佛的那个知见那佛的知见就是我们都万念放下，我们一念都不生的时候，那个就是佛的知见。你看有简单不？有无？不会很困难不是说我要如何写才有佛的知见，不是只要你万念都放下了，你一念不生，那个时候就是佛的知见那个知见就可以成佛，这样知道吗？不困难，对不对？哇，没人赢啦，表示说还很困难，就是不愿意放下众生的知见我们的知见害我们六道轮回已经够久了啦，爱绑起啦，要把它放了就不要它了我们只要都肯放下众生的知见然后呢，我们用佛的知见行至作恶全部呢都是佛的知见，没有业啦，不造业，
不造业啊，不用到凡尘来受苦，已经解脱了。哦，这样了解吗？所以解脱要自己努力哦。哦，不是说跪在佛前，哎呦，哦，这个仙佛大慈大悲啊，拜托咧，给我解脱了，我就艰苦的，有办法吗？哦，没办法的，要自己啦，哦，自己努力。只要你认清了真理，哦，你按照真理来生活，那你就在佛的世界，整个都已经是佛，哦，所以不是很困难。我们一直在讲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哦，心就是佛，心就是众生，众生就是佛。哦，都是一体的，很容易。哦，是我们自己不愿意啦。因为凡尘还蛮好玩的哦，不愿意成佛。成佛了以后就无法度看梵庭的光景啦。要到处去观光都没机会，是这样吗？各位要知道所有的山河大地都是我们佛性生发。你再怎么漂亮也都是佛性生发，所以佛性是最漂亮。你会欣赏的话，你欣赏佛性，它最漂亮。你到哪个地方看都没有佛性的漂亮都比不上佛性而且你到哪个地方去都很累人很累你坐飞机也很累去外地生活也很累自己欣赏自己的佛性最舒服最简单的，时时刻刻都可以，佛性最漂亮。所以要知道我们佛性最漂亮。那么善男子，允何如暴风必如暴风能掩山一月这个把山呢这个推倒了把月这个山岳也移平了把以生根。爱欲暴风亦复如是。这个佛用的比喻很强烈，说这个爱那个暴风很强，可以把整个山呢都吹平了。所以我们那个六祖坛经有讲那个结火烧海底红谷山相急，还记得吗？哇，没记了这个是很。因为在六祖坛经里面这两句话就是表示我们已经到达那个圆会的终点，就是已经到结火烧海底，红谷山相继。我们那个灾难那个结火，把凡尘所有一切都烧光，然后烧到大海，把大海水也烧光，烧到海底。你看灾难大不大？什么都不能生存了，已经是世界末路了。所以那一种语言就是已经世界末路。然后风谷山相急那个风的大，可以把山吹动，吹到去打另外一座山。那个山打山就好像打鼓一样，严不严重？非常严重的灾难。可是只要我们涅槃寂灭乐，就不怕了，就怕我们还有现象，有现象动不掉可有看过那个明天过后那个电影有没有？那整个大楼都点了，有没有？那个飞机也赶快跑道要飞起来，跑道也裂开用要飞越卡落灾难很大。各位要了解到那个虽然是人的想象，不过那个是描绘我们一个圆会的终点我们到达我们人灭的时候大概那个景象它就会呈现非常大的灾难。
那我们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啊，五位交替的时候啊，上天大开普渡，就是要我们赶快能够脱离啊这个灾难，灾难啊，一波接一波啊，一直来，我们逃不了了，都会接受这个灾难。可是只要我们能够呢，进入啊涅槃极乐，就是到达不生不灭我们佛性本体啊，这一些都无关紧要，我们都不会去害怕。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回归啊如如不动的本体。所以啊，或者都一直讲都从开始也都一直这样讲啊，只是要很久我们才会接受。刚开始啊，听到三河大地是我们佛性生发你在内心都会说是不是卡通影片？可是你听到现在啊，不是是真理就是真理，真理就是这样因为我们整个是一体的啦，整个啊天地啊是一体。那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啊就是我们到无极的极点在那一种状态。然后啊，因为我们一念妄动才落入凡尘，才有山河大地。假如说我们不起心动念连山河大地都没有因为我们起心动念才有山河大地，然后我们才降生在凡尘。然后我们在华母性子世界啊，那个写的比较好听所以我们在洗澡啊，老母把我们鲜衣鲜血都收回去，讲得很好听让他安慰一点。其实是我们起心动念你不起心动念那个谁要把你推到凡尘？没有没有一个主宰者可以有权柄把你推到凡尘来。可是你起心动念了，这个起念叫业已经造业。所以大概我们最不容易接受就是这个。为什么起念就是造业？最不能够接受了。可是要了解到这个起念造业的业非常的小，可是它酝酿以后慢慢形成，然后从业相，然后转相，然后现象，叫做一念无明生三系。以前后学师长讲了，现在较久不捌好戏吧？有念头就有业既然业有了，它就会现象。这个现象构成它先转，然后才现。这个业相、转相、现象三个虽然有名称，可是都没有形象之中呢都没有全部呢都是空。等到我们了解到，所以上次我们研究那个研经就讲那个天地的形成是如何来的。文殊菩萨讲，他说我们的因为有妄念，有妄念才有虚空，有虚空才有大地，有大地才有众生，有众生才有业果。就这样，世界众生业果三个一直绵延不绝一直延续。我们就是这样很冤枉我们来都是多的，我们到凡尘来都是多的啦，假啦。咱若卖正业就未来因为正业就爱来来创啥？受苦。各位有没有受苦这个年纪轻的都未我拢还搁咧咧享受生活，都没有感到那个苦。可是要了解到，在我们这个台湾来讲生活都过得很如意都不缺，生活都不欠缺。可是假如说我们是生长在非洲，各位有没有看过那个新闻报道？那个非洲不是小孩子去找那个
粪色堆找食物吃啊，连大人也去垃圾堆找食物吃。各位就可以了解说，那一种生活啊，就是连3餐啊都没办法照顾饱。所以就了解说，我们众生啊，要知道都不种善业的话，就有那一种环境啊，让我们接受。那我们一直啊在凡尘都有行善，最起码你善心都饱满，这样的话，你的生活都还过得去，都还不错了。那假如说把我们送到非洲去，然后就不管我们的，各位浅浅，我们怎么样来过生活？可能要一直哭了，可是哭也解决不了问题啊，还是要吃饭啊，可是没东西吃啊，那怎么办？要种五谷来吃的话，那个地又生长不出来，所以你看那个众生啊形成的共业是很严重。那我们在生活之中呢，我们大部分人也不会考虑到说，我这样做有什么结果，不会去研究。那我们假如说深入去研究的话，就了解，这个众生的福报都是种善根来，才有福报，根基才深厚。那假如说我们一切善都不种，我们一定要受苦啦。那个果报呈现了，就是一定要受苦，没有这个好的生活让你过。纵然你在很好生活的地方，你也一样过得很苦。那个就是我们众生自己种的果报。所以我们呢就是要了解到，凡尘一切呢，虚幻不实在啦。最好就是不要来不要生在凡尘，好不好？咱拢倒转来做佛，坐佛的本位，好不好？好，要努力要努力才会到不要看那个坐在那个神龛里面坐得很安稳，那个都要经过长久的累积身足得本，才坐得稳才坐调。所以各位就可以想象我们那个六合彩很兴盛的时候一些神明都落难了，都跑到水沟里面去就可以了解说，那个真正的你修到了以后是超越这一些现象所以凡人他在追求的这个现象你会引导他追求更上一层不追求呢金钱的游戏啦然后我们了解说，在凡尘这方面的那一种知识跟引导并不很普遍现在呢都是人云亦云啦人讲咱就对人对人听对人做就已经呢不是很正确的。可是我们也就这样一天过一天一生就过了，很快就把这一生呢就已经过完。那我们很难得在这边我们佛老师有开心理心法班，要我们就能够追到根源要我们能够真的就是成道成佛这个就不是希望而已，而是希望做到是能够做到。所以或许都鼓励一定在生活之中我们启发佛性出来当家不要给六根当家了，六根当家都造业而我们的佛性当家他就这个事来则应事去就则见，都跟真理相符合
这样呢都不造业啦。所以我们这个了解到说，一转眼啊，一生就要过了，很快了。这个再过个100年，我们没有一个人在。所以这边呢就讲说那个爱啊，好像呢这个暴风一样会啊这个把整个山呢山岳呀都夷平了那么以父母所而生恶心呐能拔大智舍利佛等无上身故啊，菩提根本维持菩萨是名啊如暴风。所以啊，我们了解说，我们在这个父母亲的那个地方所在，不能够呢产生啊那个恶心呐，讨厌的那个心理。我们现在社会的风气啊，并不怎么好。很多啊，向父母亲要不到钱啊，都反而就害到父母了。那各位要了解到这个养儿育女啊，很辛苦啦。各位都有经验了。而这个小孩子一发烧了紧迫的要找医生啊。长大了不好再一句嘛卖差别。可是啊，我们都做父母亲的，只要那个现象呈现，小孩子发烧，你一点心急如焚呐，赶快找医生能够治疗你看慢慢把他培养长大那不好有影才唔当饲的。难怪现在很多人都养宠物啊，孩子不养，养宠物。或者都想，你要把养宠物的心放到众生的身上来，你一样花那个心思啊，花那个金钱，那个都没有用了。尤其我们修道的，不能养宠物，或者有讲过嘛，记得吗？因为你养宠物啊，你要负责它的生死，你要负责它成佛。你看看伊即马都是宠物还阁袂晓半项你爱教到有法度，互伊听的道理会修道会成佛啦，爱偌久？然后我们这边讲师就问了，那我们儿女呢？我说儿女他有头脑，他要不要修道，他走什么道路，他自己决定。可是你养的宠物啊，他没有头脑选择啦。你既然养它了，你就要照顾它，你就要使它能够成道成佛。所以啊，你还要再来陪它，它转世成人了，你还要再来啦，还陪它，然后修然后要引导它修道，引导到它成佛，这样才可以。安尼会使饲啊袂？你若要饲，你就爱想你我都要互伊成佛咯。我家己成佛都真可怜啊，都伊。所以不要用那个心，用错心啦。我们是要努力使自己能够到达佛的领域，也引导众生呢到达佛的领域，才是重要。这个啊才有意义啊，佛在凡尘才有意思。那假如说不是朝这个方向，你是刚刚迄宠物店咧对看，会不会死啊？一样都会死掉了。往后呢？往后啊，六道轮回，所以不要做那个事一定呢要努力啊修正，使自己啊成道成佛。所以假如说以父母亲的地方，然后产生恶心
能拔大智，就是把我们那个很有智慧，好像舍利佛那么上等智慧的人啊，那一种无上身故菩提根本都可以啊，拔除，那个就好像暴风一样，所以我们了解到，对父母亲啊，一定要感恩啊，把咱生出来饲有大汉，咱不是讲出去就会样吃会样行。你看父母亲花了多少心思啊，对不对？所以一定呢，我们对父母亲呢要感恩，要呢能够回馈，那个时候啊一直照顾我们要现在啊这个老了啊要回过来照顾他们。三男子允和如慧心，譬如慧心呢出现天下，一切人民啊积极并受。假如说慧心这个出现的时候啊，我们凡尘积极就是啊五谷啊这个收成就是很少就种不成那个五谷，然后我们吃的东西呀也一样呢都呢这个生不起来，让我们人啊就生病了都消瘦了这个因之苦恼那个因就是遭遇的意思啦遭遇到呢这个苦恼。那么爱之慧心亦复如是这个爱呢就好像慧心一样你爱到哪里呀就倒霉到哪里啦，爱到哪里就烦恼到哪里啦有成无有爱就烦恼啦你若无爱烦恼就无去那么能断一切善根种子所以爱的慧心能够断善根种子，令凡夫人孤穷积极生烦恼病让我们这个孤就是只有独一无二啦孤单老人无人照顾，现在都真多这样的环境，对不对都已经老了只有独自一个人生活那个叫孤孤独。然后穷呢就贫穷就是没钱积极呢就是生产的东西养生的东西缺少，然后生烦恼病就烦恼就一大堆我们在凡尘各位浅浅烦不烦恼？都没有烦恼都有烦恼从哪里出来？从佛性出来。那我们真的聪明了生烦恼出来烦恼要想想看为什么我生烦恼出来烦恼烦恼从哪里来找到根源原来烦恼即是菩提啦，能够生烦恼的那个动力它就是菩提。所以往后烦恼的时候赶快回光返照，找到它生发的地方你这烦恼为何生出来为我读书生出来啦我读书生出来哪会无爱生菩提出来，哪会生烦恼出来所以要了解到那个生发烦恼的动力就是菩提，就是我们的觉啦，就是很灵敏的知觉性所以不要生烦恼出来烦恼，安尼像没？会啦后你咧烦恼讲，哎呦你面奶面忧面愁咧创啥？哎呦我足烦恼，哎呦你咧烦恼啥？所以生烦恼病就流转生死啦，受种种苦就在六道轮回里面，然后要受很多的苦。唯此菩萨菩萨呢都已经在真理之中，所以超越是名呢如慧心。三男子菩萨呢住于大圣大般涅盘，观察爱觉如是九种
就是呢菩萨在这个大圣大般涅盘观察我们爱的结，我们都被这个爱害惨了它有9种害惨我们的现况。当然此已是义故啊，知凡夫人有苦无地就是很辛苦啦，没有真谛。声闻缘觉啊，有苦地他呢有很辛苦，然后苦地呢也有，而无真实没有得到呢真实的那个心理心法。那么知菩萨等呢，解苦无苦是故啊，无苦而有真谛。那个解苦，了解这个苦啊，苦是从哪里来？从我们的行为来。然后啊，行为从哪里来？从我们的思想来。思想呢从哪里来？原来从佛性来。那我们从源头，佛性的源头啊解决问题苦就消失了原来都没有苦啦，完全的苦都是假象，假的，因缘际会啊才有那我们呢看观察因缘消失啊所有苦也都消失。所以啊，这个解苦啊无苦，了解苦啊就没有苦了是故啊无苦而有真谛他呢这个有真谛，真真实实的已经走入啊这个是谛法。知凡夫人有己啊无地，声闻缘觉啊有己地，知菩萨等皆己啊无己，是故啊无己而有真谛。所以我们了解说，苦的由来是我们集就是累积啦，就是我们行为累积很多的业然后呢才会受苦啊。所以啊，了解到这个集的由来是从哪里来？从我们的行为来，行为从思想来，思想从佛性来，这样啦。还能了解不？就是要透彻了解啦，了解到源头。我们原来的源头都是佛啦，都是佛那也都不爱做大家都贪恋梵庭啦，梵庭真好佚佗，都不爱做佛啦。这样个定敢袂歹，好不好？我们到上面去走。上次就说了，我们下课回去，他还在那边做啦。不好，让他自由坐在那边还不自由。所以呢这个菩萨呢，因为啊了解到真理所以他不会呢累积那个业来受苦所以他走入啊那个真谛。那么声闻缘觉有昧非真，菩萨呢有昧有真谛所以啊昧就是即昧啦昧呢就是如如不动，就是回到我们佛性的本体状态。我们佛性本体状态如如不动，常住不迁啦因为我们都在凡尘落入现象所以被动的现象引诱我们注重现象，不注重呢佛性本体没有形象它呢又如如不动我们都不管它了。现在管不管？管不管啦？还不管啦？还不管，还要六道轮回我们管了就可以不用六道轮回了所以要管管一管我们如如不动的佛性本体要体会了解，我们本来就有只是说没有研究它，忽略它而已然后我们现在就是观察了解进入真实的状态。那么声闻缘觉有道非真菩萨呢有道呢有真谛所以讲那个四谛法苦集灭道苦就是现象受苦，集呢就是苦的原因集了很多的业，然后才受苦。然后昧集昧
极昧啊就是佛的状态，然后要到极昧啊，要经过修道，所以苦集昧道，那个四谛法，四谛法我们了解了以后啊，就到达阿罗汉，阿罗汉呢，这个修四谛法。善男子，引得菩萨至于大圣大般涅盘，这个见灭啊，见灭地，所谓啊，断除一切烦恼。若烦恼断了，则名为常；灭烦恼火，则名极灭。烦恼灭故啊，则得受乐。知佛菩萨求因缘故啊，故名为净。更不复受25有，故名出世。以出世故啊，故名为我。所以这一段呢，是讲的这个很好的这个状态啊，说我们自在这个大圣大般涅盘，已经啊见到极昧，见到呢这个昧地，所谓的断除一切烦恼，烦恼啊都断除掉了。为什么我们有烦恼？因为我们住在凡尘，被凡尘的现象引诱，然后住相，才有烦恼。那我们把烦恼的这个原因啊找出来，说呢烦恼是由现象产生，那现象无常变化，现象已经变化了，我们又住在旧的现象里面烦恼。你看咱有跳不？够不够聪明？很够，很够聪明。现象都已经变化了，我们还不肯变化了，都还住在旧的那个现象里面。所以啊，要知道，这个凡尘的现象，缘聚则生，缘散就灭。现象的本身啊，它没有自性，现象的本身都是假的。不真，我们都把它当成真了，所以我们才烦恼。这样烦恼的来源知道吗？知道了要不要再烦恼？不要了到时候烦恼的时候就要我姑啊，伫佛堂都讲我不爱烦恼，那还搁伫咧烦恼？要谴责自己呀！怎么我说过了呢？不烦恼呢？因为没有烦恼的因子啊。烦恼是因为住相才有，我不住相了啊，相都是假的。我不住相了，烦恼消失。生活有没有比较好过？研究就是要如何生活啊。或者都讲，当你了解真理了，而且已经进入了。你晚上睡觉像这个冬天啊，盖着棉被一定都偷笑。你假如说还唉声叹气那绝对方法错误了。那你再偷笑就对了。这好，这么久啊千生万世，现在才有法度解脱啦，现在才有法度给我成佛啦，高不高兴？有够高兴的对啊，所以就要努力实践让这个真理就在日常生活之中整个呈现所以这一段呢就已经呢见到极昧极昧啊就是我们那个佛性的本体状态那个极昧极昧里面啊没有烦恼了已经呢烦恼都断了所以就走入那个真常真如的状态昧烦恼佛则名极昧到极昧就是佛就是极昧烦恼昧故则得受乐就是很快乐。然后知佛菩萨呢求因缘故故名为净。所以这边呢就把那个常乐我净全部都讲出来，有没有？我们都有常乐我净。所以或者说为什么以前或者都讲
你只要听或者讲课，按照或者说的去做，没有成果的话，或者再来陪你们修，有没有？记不记得？我讲的人也会记得啦，不是公共也不负责任哦，不是的哦，我都记得。那为什么我肯这样跟大家说？就是因为到达常乐我净，常就是如如不动，已经常住不迁，它不会变化就是已经知道我们佛性的状态。然后乐就是快乐没有那个苦的相对啦，是永远都快乐然后我就是如来，我就是佛净就是清净。所以常乐我净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发现都没有让它呈现在我们生活之中所以没有感受我们有常乐我净所以一定呢要朝这个方向努力我们都可以到达常乐我净。那么更呢不复受25有已经呢不接受25有有就是有因有果啦就是有六道轮回就是25有。那我们了解25有就是三界啦我们有时候简单就讲三有详细说25有，各位还记得吗？我们欲界有14个有色界有7个有，无色界有4个有，加起来25有，就是有因有果，表示我们没有脱离三界，我们在三界里面生活在三界里面生死轮回所以我们呢要算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从呢那个欲界欲界有天道就是6欲天，有人道就是四大部洲，然后有四恶道呢就是阿修罗畜生道、地狱道、恶鬼道然后6欲天就6个，然后四大部洲加起来就已经10个，然后再12去就14个这样有好记无？那个6欲天我们最低的4天王天在西密山的半腰第二就是忉利天，我们说33天那个叫忉利天，东西南北各8天然后中间有一个第4天叫做忉利天那个第二个，第3个叫做夜摩天，第4个多帅天第5个他乐自在天第6个呢他化自在天，摩须娑罗天呢在第6个里面管辖就6个6欲天，所以天道里面我们就了解说有6个。那我们不追求到天道去出生因为有期限，一样还会再落入我们6道轮回，所以我们直接就超越然后超越三界不在三界受生不25有全部都没有我们都已经远离25有。然后我们呢人道有4大部洲东胜神州、西牛贺州、南赡部洲、北俱泸州这个是水人道然后2道我们刚才讲阿修罗也把它列入2道，然后呢畜生道、地狱道、恶鬼道加起来总共呢有14个。然后呢色界就有这个初禅然后这个大梵天2禅、3禅、4禅，然后5净居天跟5想天一共呢有7个7有然后呢无色界有4个空无边处天、事无边处天、无所有处天、非想非非想处天总共呢有25个所以我们呢超出25有
就是不在三界啊受生，所以更不复受呢25有，所以故名出世，已经呢离开呢这个凡尘，以出世故啊，故名为我，离开这个凡尘，那个才叫真的我啦，就是如来，就是佛，不是这个身体的我啦，身体的我很快啊就还给天地啦，那个都不算。常以色声香味触等，若男若女，若生若灭，若苦若乐，不苦不乐，不取相貌，故名啊，毕竟啊，极灭真谛。所以各位就可以了解说，我们在凡尘在算的就是这10个，色声香味触5个，男女生灭9个，苦乐11个，所以这个我们了解啊，我们在凡尘啊就离不开呢这11个，了解吗？虽然以前我们都有讲过了。可是以前讲是个别详细说，现在融会把它在一起呀讲，所以一起讲的时候啊，我们速度比较快啊，会感觉包含那么多的那个内容，所以啊已经到毕竟啊极灭真谛，这个是鼓励我们呢可以追求道德。不生不灭佛性本体的原始状态，我们原来的状态就是这样。善男子，菩萨如是至于大圣大般涅盘，观灭圣谛，又呢在讲这个极灭，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灭极灭是最重要，灭掉所有的烦恼，然后真的到如如不动。善男子，菩萨允何观道圣谛？这个道，就是修道。譬如暗中阴灯得见那个道圣谛就好像在黑暗之中，然后因为有灯，我们就能够看见。粗细则悟，菩萨亦复如是。至于大圣大般涅盘，因8圣道，就是呢这个8正道。正见正思维，正念，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定，这个8圣道，可以有印象吗？大部分呢我们都会有接近这个8圣道。见一切法所谓常无常，有为无为，有众生非众生，物非物，苦乐我无我，净不净，烦恼非烦恼，业非业，实不实，圣非圣，知无知，陀罗飘非陀罗。这个陀罗圣论所立的6谛之一翻译成中文叫做主谛。所依的主谛或10句义，6句义为这个地水火风空识方神意9种的十法。这个呢这个陀罗这个陀罗就是在讲这一些，我们比较呢没有接近那个印度的这一些外道所讲的那个经文内容。那么求那非求那，那么求那呢就是圣论16字义中的第2，翻译中文呢叫做依，那么依呢就是依止地水火风等实体之色声香味等之德，就求那。然后见非见，色非色，道非道，劫非劫。善男子，菩萨如是至于大圣大般涅盘，观道圣谛。所以这一些都是属于道圣谛里面的内容。有呢这个8正道，然后看到一切法就有两边
常一边，无常一边，有为一边，无为一边，还有众生一边，非众生一边，物一边，非物一边，这样都是了解到是道里面修道里面我们要了解的一些状态一些里面的内容。那么假设呢，白佛言：若八圣道是道圣地义不相应这个假设他有意见他说这个八圣道假如是列入这个道圣地的话，那义跟义理不相应就讲何以故？为什么？如来后说信心为道能度知漏。所以我们了解有时候角度啦那个说道的角度一样是很多那么如来说信心为道这个是以信心为最主要的那个我们的方向目标啦。我们修道也是一样一定要相信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所以也是以信为最重要那我们没有相信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我们成不了道，也成不了佛，所以这个信就记在最重要的位阶啦。那我们在讲说修道的内容要怎么样怎么样，那个都是一些我们该注意的，但是它不是主要重要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说讲出来的它的角度是枝干呢还是呢枝叶？是主干的话就很重要了是根源的话，那我们更要去了解，摸到根才能够成仙做佛了你根都没有摸，你去研究那个枝叶那有什么用？这样了解意思吗？不是说不对，而是说它的重要性我们是要先了解到它的根源然后主干，然后枝叶这样都一直延续下来头头是道整个呢都是。那假如说我们舍弃了根源枝干也不研究，然后就研究枝叶开的花很漂亮，很快就谢了啦凋谢就没了所以这个假设所问的呢他说八圣道不是道圣地那个也都不是在佛讲的信心为道最主要有信心的能度知漏，漏翻成中文就是烦恼了漏中文来讲就是烦恼，可是在我们实际的生活来讲，漏就是精神外放各位有没有精神外放？而且还很容易，对不对？我们精神很容易外放，所以那个回光返照就等于比较难做，困难比较困难，因为我们都不甘愿让心出去玩很好都很喜欢就让他出去这个叫漏。各位漏了没有？不但有，还很厉害都不愿意收回来所以我们了解说，你让你的心都出去玩，有没有烦恼？烦恼一大堆，对不对？刚好出去看到漂亮的想追求又追不到了，怎么办？烦恼是不是多余的？有假无？不免的啦完全是所以我们了解到虚幻不实在你不追的话都没有烦恼都能够呢逍遥自在。你去追烦恼一大堆又不能够如意所以这个假设他自己讲说信心为道能度知漏所有的一些漏呢都能够度
把它渡回来了，心都不外放了。后时收道啊，不放逸是，说这个道啊，只要你不放逸就是道，了解吗？各位学姐，放逸了解吗？就是我们把整个心思往外放逸，我们用现在的名词叫放肆，有没有听过？放肆啊，就是不知道礼节，拢袂响诶，礼节拢袂响诶，很放肆，那个放逸，就是已经你都离开你的本位，所以叫放逸。那么知佛是真呢？不放逸故啊，得阿耨菩提。这个知佛是真，因为都不放逸啊，所以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是菩萨呢，知道之法，也是呢这个菩萨呢，知道的方法。或时收言，精进啊是道。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精进啊。我们凡尘啊，做事业都要精进才会成功，对不对？那我们修道不精进啊，会成功吗？一定不会啦。所以这个精进啊，就是道。如告阿难，若有人能精修勤修精进啊，则得成就啊阿耨菩提。这个佛有跟阿难讲说，假如说有人能够呢，这个勤修精进啊，就可以成就啊，这个无上的正等正觉。或时收言，观身念处，若有细心啊，精勤修习，是身念处，则得成就啊阿耨菩提。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观身念处。观身念，各位有没有这个观我们的身念？我们身体呀，产生念头啊，我们有没有去关照？免关啦，等我给你生出来。所以啊，我们了解说，有时候啊，我们生发的念头，我们自己呀不知不觉，所以那个叫无明。那假如说能够知道我们生发念头是什么内容，那个叫觉，你都在觉之中，就没有无明，没有无明不会造业，不造业不受苦。所以我们知道呢，这个观身念处，每一个这个有时候啊，每一个角度啊，一说出来以后啊，我们都要能够融会啊，贯通。那么后时收言，正定啊为道，如告呢大德摩迦叶，夫正定者啊，真实是道，非不正定而是道也。若入正定啊，乃能思维五阴生灭。非不入定啊，能思维也。这个倒是比较长一点。就是跟那个大弟子迦叶呢，就讲正定啊为道。就是那个正定的重要性。这个就讲正定者，那个辅啊是坏词，没有意思的。那么讲正定，真实啊是道，正定。非呢不正定，这个不正定就不是道了。道的话呢，就是正定。落入正定，假如说我们已经进入正定了，乃能思维五阴生灭。所以啊，这个我们能够思维我们的五阴生灭啊，这个很重要。我们大概呢都不会管我们身体的五阴生灭。我们有没有去想过我们身体的五阴生灭？有没有？一定没有了听都没听呀都没有听过所以这边呢佛就讲说这个五阴的生灭
色受想行识，这个五阴的生灭。那假如说我们能够关照五阴的生灭，我们会想说这个色形象是怎么来？我们身体的形象是怎么来？我们知道说借着天地的物质，所有风土，众缘际会就有用，这个色。然后观呢这个受，最重要大概就是这个受了，因为我们在接受凡尘的事情现象，我们都把它当成真，所以观这个受的时候我们能够深入其中。我们佛性接受吗？我们身体接受吗？我们没有想过了。大部分呢也都是身体接受，然后佛性不知不觉啦，不得不受，也一样接受，就是这样。可是假如说我们研究了以后，凡尘给我的一切感受，是我所造业的结果，是果报。那我接受这个果报的当时，我是用什么样的心态？是一样跟以往所有的思维相同，是那样子吗？假如说是那个样子，那就离不开六道轮回。那我们假如说能够由定力来观察这个受，就会知道说原来我佛性里面没有这一些东西，这一些现象事情让我接受，都是表面的、短暂的、不实在的。那这样的话，已经不进入佛性了。受已经就能够改变。受改变了以后我们的想、我们的行、我们的事，整个改变，整个都不一样的啦。那假如说我们接受认为是固定的实在的，那我们进入内心，我们佛性都接受，那么接着我们就想由受产生想，想的时候怎么样避开那个没有利益的，怎么样避开那个不好的，我们就已经落入其手。想了以后又落入行为，一有行为了以后留下来在记忆里面。所以我们观察五蕴的生灭，它怎么来怎么变化，我们去观察，我们就可以改变我们整个人生了。所以是从我们研究真理着手，然后我们呢从佛性的本体之中来关照我们五蕴的生灭。能够关照五蕴的生灭这样的话，我们的整个人生就变化了，就不同。可以了解意思吗？刚才就叮当的，很深吗？不会不会很深，听懂吗？听得懂。最主要就能够听得懂能够听得懂，我们就能够实际的落入行为所以这个入定落入正定乃能思维五蕴的生灭非不入定能思维也不入定就没有办法了解到我们五蕴的生灭。或说一法若人修习能净众生，慈悯一切忧愁苦恼，逮得正法，所谓的念佛三昧这个一法呢就是念佛三昧。我们这边也讲过念佛三昧可是那个时候好像都这个太讲得太深了就没办法听得懂所以当时并没有这个很好的那个效果呈现那个念佛三昧。然后我们一般凡尘的念佛三昧
都是念外佛啦。那或许讲我们不是，是念自佛，自身的佛。我们念佛啊，念自身的佛。你念外佛，心外放。那心外放啊，不是我们要追求的目标，我们是要把心收回来，所以要念自佛，念自性佛。所以啊，那个念佛跟呢我们社会啊这个流传的不同。所以啊这个一法若人修习啊，就能够清净那个众生啊整个都能够清净，除灭啊一切的忧愁苦恼就逮得正法，就是得到呢正法。所谓念佛三昧，念佛三昧啊，就可以除灭一切的忧愁苦恼。因为啊，我们本身就是佛啦，念佛就是念我们自己本身啦，三昧就是正定，念自己本身的佛，念到已经呢走入正定，那个就是持灭，持掉灭除啊，忧愁苦恼。那么祸复收言，修无常想，是名为道。这个无常想呢，凡尘的一切啦，凡尘的所有一切啊，都是无常变化，都是假的，都是不真。修无常，是名为道。如告比丘，有能多修无常想者，能得阿耨菩提。所以啊修这个无常想，因为修无常想很快就可以得到不住相的果报，就不住相了。无常嘛，你住相就是常啊，你无常想的话它很快就变化了，你就不会住相。所以无常想啊，就很容易不住相。或说呢，空寂阿难若处啊，独作思维，能得速成呢阿耨菩提。那个呢，就是我们呢，在凡尘的生活，找到呢有空闲的时间，然后找比较人少、清净的地方，那个阿兰若就是精舍啦，就是我们那个修道的一个地方所在，精暇，知道吗？各位知道吗？就是很理想的地方来修道，那个叫阿兰若。可是那个是事情的阿兰若。那假如说在真理的阿兰若，那个呢，阿兰若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所以在相跟在理讲出来都不同。在相来讲，就是一个很清净的地方，能够让我修道。在理来讲，就是我佛性本体。这样了解吗？阿兰若独作思维，能得速成阿耨菩提。就是很快可以得到呢无上的正等正觉。或时说言，为人演华，是名为道。说给人家呢讲经说法，叫做道。如告呢阿难，若有精勤修持境界世人则度生死大苦。这个为人演说法，让人能够呢修道脱离这个生死。那个呢就是道，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或时说言，亲近善友，是名为道。这个亲近善友是很关重要了。我们不要接近恶友，那个坏的朋友把我们拉到不理想的地方去害我们满身都是污垢，要修都修不清。所以要亲近善友。如告阿难，若有亲近善知识者，则安境界。若有众生能亲近我，
则得发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所以这个亲近啊善友，这个很重要了。假如说有那个讲负面的我们就不要去跟他呢这个交往，那个会把我们拉。不要说我来甲救啦，伊会遐歹，我来甲救来做好，唔通去救倒转去啊。救人袂行，去救倒转会较紧。所以我们要亲近这个善友。所以佛跟阿难讲，有亲近善知识则安境界。有亲近这个善知识呢，然后就呢安住在那个清净的戒律里面。因为有那个榜样给你看你就会学习，做起来就很容易。佛就讲，若有众生呢能亲近我则得发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能够亲近释迦牟尼佛，就可以发那个无上的正等正觉心。或时说言，修持是道，修学持者断之烦恼，得不动处。就是说那个持那个慈悲喜舍，是我们佛性里面的四无量心。那个慈就是娱乐啦，给人家快乐。所以修持呢是道。所以修学持者断之烦恼。它可以断掉呢所有的烦恼。得到呢不动。那个不动的地方所在就是第八地各位还记得吗？菩萨有10地那个不动地就是第8。会记得没？记不记得？从那个欢喜地开始出地了，然后离垢，已经离开污垢了，然后发光，发光地，然后焰慧地，那个已经的火焰智慧都好像火焰那个焰，焰慧地，然后南胜地，然后这个现前地，然后眼行地，然后不动地，然后会善地，法云地，有10地啦。这个10地就是菩萨的位阶。然后到不动处，就是不动地不动地的那个地方所在，就是已经第8。所以我们呢到达一般呢修到第8地就不退转了。那还没有到第8地遇到挫折困难还会退转。所以到第8了以后他就不退转了。所以那个就比较笃定了。所以这个不动地是所有菩萨呢他都喜欢到这个地方所在。或时说言，智慧是道。这个智慧就是道。如佛往昔谓呢，波舍波提。这个波舍波提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姨母，因阿姨啦。释迦牟尼佛的阿姨。因为释迦牟尼佛母亲生释迦牟尼佛以后7天呢母亲就已经过世了。所以由这个姨母抚养长大。那个姨母叫波舍波提，因阿姨啦，阿姨。那么比丘尼说，姐妹，如知声闻以智慧力能断支流。所以用智慧的那个力道来断那个所有的6道轮回那个支流。就是我们在凡尘的一些习性知落烦恼，也可以断掉我们的所有烦恼。或时如来说施是道，布施呢就是道。如佛往昔告波斯诺王，大王当知，我以往昔多行惠施，
以是因缘，今日得成阿耨菩提。跟那个波斯匿王讲，说呢，这个大王你要知道，我以往昔呀，都一直在这个布施啦，所以那个多行惠施很重要，累积那个德本，道德的根本。是真，若八圣道是道地者，如是等经岂非虚妄？现在那个假设把那个八正道是道地的话，那么讲的这一些经典那就等于是虚妄。若彼知经非虚妄者，彼中何言不说八道？那一些经典里面，为什么呢？不说呢？这个八正道，为道圣地。若彼不说，如来往昔何故错谬？然我定知知佛如来久离错谬。就是佛都不会有那个错，说话不会错，做事不会错，都全部都不会错。所以我们呢也是要学啦，学到了像佛一样都不会错。那么尔时世尊呢，这个赞迦叶菩萨善哉善哉，称赞了。赞然子，汝今亦知菩萨大圣微妙经典，所有秘密故作是问。所以这个要问也要有智慧所以我们假如说没有智慧还问不出来。善男子，如是知经悉入道地，所讲的这一些它全部呢都进入道地。善男子，如我先说，若有信道，如是信道是信根本，是能走住菩提之道。是故我说无有错谬。所以还是先把那个信摆在第一位。我们也是一样，要先呢相信自己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假如说呢这个信还没产生呢，那我们所修的呢那个道路都不很踏实啦，不会走得很正确，会安呢歪歪斜斜。善男子，如来善知无量的方便，易化众生故作如是种种说法。所以如来善知无量的方便，所以用呢方便法门来度化众生。我们也一样要度化众生呢，也要用方便法门。虽然方便它不是真理，可是你不用的话，众生都渡不上岸。所以需要用这个方便法门。善男子，譬如良医视之众生种种病源，随其所患而为何药？所以就做比喻好像那个良医善知呢众生呢他种种病源，那个生病的根源，那么随其所患而为何药？所以合了这个药给他吃，就是要治他的病。那个方便法门也是一样，让我们众生呢能够离开我们那个固有的那个执着，要用方便才能够引开啦，不然我们的那个固执就是很难去突破。然后用方便法门把固执先呢打破以后，我们才慢慢的接受真理，接受真理才真的进入修道轨道了。在方便的时候虽然也算，可是呢那个还不算已经进入轨道。那么病药所尽这个药呢跟众生讲说，你吃这个药，然后呢什么不能吃，
那个禁止的也要跟他讲。那么为水一种啊，不在禁令，只有水它不禁止啦，水可以或湖江水，或甘草水，或细辛水，那个辛就是辣，或呢黑薯米，黑薯米呢就是甘蔗啦，甘蔗黑色的又很硬又很甜，所以叫黑薯米啦。我们看经典也多学了一种，或冷水或热水所以这个善男子如是良医善知众生所患种种药虽都禁水不在例这个水呢不禁止如来意耳，善知方便以法相随之众生分别广说种种名相彼之众生呢随所收受受以修习断除烦恼，如彼病人随良医教所患呢得处。我们呢还剩下这个12分钟这个要留给这个大家呢问问题。刘讲师这边有2个问题。好，请说。是否修正佛性后才会与虚空合一，否则就会因分别业识进入六道？这个问这个倒是蛮大的问题我们要了解到虽然我们还没有修正，可是我们的心已经跟虚空已经合在一起了，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还没有修正之前我们的心就已经跟虚空合了，可是我们不知道。那我们不知道就是会现吃虚空是完空变成这个状态，不把虚空列入说有我们佛性在所以这样就会很明显的隔开本来他不拒绝你，可是你拒绝他这样的话等于我们还没有修正呢就不能融成一体。可是他不会说把我们你不这个了解到我就不管你了，也不会这样虚空把我们整个也都融合，只是我们有了解的现象叫真空，我们不了解叫完空。那完空的空是什么都没有，那真空空中有佛性在不同的地方在这里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修持就是要把我们整个这个佛性跟虚空能够融成一体所以我们呢要知道说在重要的就先启发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先把它启发让这个佛性本体先呈现，让整个人口我们都了解，然后慢慢培养让它能够茁壮长大。那当然在我们这个培养过程之中，我们呢假如说用耳根圆通的话，就很快把佛性跟虚空呢融成一体那假如说我们用万年放下一念不生，一样可以，时间久一点一样可以到达当我们万年放下一念都不生，那个时候不是没有念而是很灵敏的知觉性。那个很灵敏的知觉性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所以成佛就是这一个在成。那我们已经抓到了，叫摸到根你摸到根就成仙做佛你没有去抓到这个摸到这个那你怎么修都是外围，在外围绕了，那外围绕修得很久，它不会有功效呈现。
可是你已经把轮廓，把不生不灭佛性的轮廓已经呈现，会慢慢熟悉，熟悉了以后，我们这个叫佛性本体，然后慢慢以后它会发出功能作用，然后发出功能作用的时候会越来越灵敏，我们不追求神通，可是呢，我们具备我们佛性本体具备那个神通在，所以只要我们肯用心，你把时间用在万年都放下，一念不生，然后守住，你能够守住那个灵敏的知觉性，你把它守住，各位要了解，这个是方便说法啦，爱互咱知影讲有安呢，不是讲真是叫你去住相带伫遐全带到死去啦，不是那样，是那样的状态，让你能够很灵敏的从这个佛性本体来应用到凡尘的万事万物。然后你假如说你有研究耳根圆通，或者有讲，你假如说能够进入，你就可以用耳根圆通先把佛性呢跟虚空能够融成一体，那就更快，比那个万年放下一念不生呢时间来得快。那假如说我们不求快，你就慢慢来，万年放下一念不生，时间到自然一样可以跟虚空融通。那到这个状态，我们就要了解，不会进入六道轮回了。你假如说你没有了解到你的佛性本体，你没有把它呢启发，没有培养茁壮长大，那我们假如说一口气不来，我们会被我们的业力推到凡尘现象，那个就会又走入六道轮回。所以最重要的关键就在于我们自己本身可以掌握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你自己已经很笃实的去掌握到它，不会走入六道轮回。所以这个在怕六道轮回，哎呦，等到我一口气不来，我都还没有入走，哎呦，我都要走入六道轮回，那确实是那样的。可是你在修的时候，你已经都能够掌握了，就不会。还有5分钟。还有一个，阿赖耶识与佛性与元神与世神各有不同。这个又是很重要的问题啦。因为我们阿赖耶识就是第8识，那第8识我们一般都讲含藏识啦，含藏在众生来讲，含藏善恶的种子。那在我们整个佛性本体来讲，它叫含藏山河大地，山河大地都在我们的佛性之中。所以我们了解到我们身上来很亲切的就是阿赖耶识。这个阿赖耶识它可以修正到成佛，可以变化整个山河大地从我们阿赖耶识生发。所以我们要知道用的角度不同，名称就不一样。跟我们众生来讲，你说我们用如来藏，我们有时候会不敢承担如来含藏，含藏所有山河大地我们会不敢承担，就用阿赖耶识。那阿赖耶识我们就比较可以接受，是我们8识之一。然后阿赖耶识它转给前面的第7识末那，然后末那识叫意根，又转给前面眼第6的那个眼耳鼻舌身意6个那个6识。6识它归到最后，全部都是阿赖耶识给的动力给的那全部都是阿赖耶识主宰。那前面眼耳鼻舌身意比较是我们粗浅用
然后第七的末那是比较深的用，我们深的用叫意根，那个叫第六叫意识，意识啊用了就没了，意根呢我们可以累积，可以很久，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假如说落入凡尘出生的时候，我们不要把第八阿赖耶识给前面第七，给前面六个眼耳鼻舌身意，不要给他们，然后把它转到阿摩罗识。那个阿摩罗识啊，叫做无垢识，没有污垢的我们的认识所以那个就已经离开苦海。可是我们众生没有那个智慧也没有那个根基可以把阿赖耶识转成阿摩罗识。我们都是转到第七的末那，然后转到前面的眼耳鼻舌身意，都转到前面所以我们了解说那个阿赖耶识是一个根源这个气候来先做主翁，气候就是我们死掉他最后离开，来先他投胎最早来他做主翁都是他在做主人所以我们要了解那个阿赖耶识他的角色是这样。可是我们投胎是阿赖耶识来，可是跟凡尘一接触，出生的时候虽然阿赖耶识具备，你灵假如说没有进，你这个孩子不会活，这个才叫奥妙了所以那个灵敏那个我们就会牵涉到四神认识的啦。那因为我们都会知道凡尘不好，不想来，可是造了业不来又不行都会这个默默的来承受。很聪明的他就不来了，不来不行你造了业把你推来，你一定要来所以在凡尘一哭了以后就佛了，不哭不会佛了。孩子生下来不哭不会佛，那就是第10殿的孟婆那个忘魂汤孟婆庄的忘魂汤，他喝了太久，那个药力已经退了功效，所以他就知道说我不要来，可是你不来不行。那个有经验的那个助产师，他都会把那个脚往上提让他头朝下，打他的屁股你就静下吧，不来打了就哭了啦你看也未咧活伫凡世间，他怕伊知影疼，来好来哇的哭了就分段生死的开始，就生了有生就有死了，分段生死的开始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在在凡尘生活是用四神认识的啦四神跟元神，元神是佛性本体，四神是我们凡尘在用，凡尘在用的四神各位浅显强不强？很强呢，强过我们佛性啦。所以咱修为幸福就是拢去有这个四神害掉了也强爱个压落来，各位这里要把它压下来。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前人，大家好。我学正道天师的老天贤大德，及感谢各位前贤给我学机会学讲。我们讲到哪边了？39。复次如有一人这边嘛，这个善解众语在大众之中，是知大众热渴所逼，闲发生言，我欲饮水，我欲饮水。那么世人呢，这个即使以清冷水
随其这个种类，所言啊是水，或言呢婆尼，或言觉特，或言手里难，或言手里，或言婆也，或言甘露，或言牛奶。以如是等无量水名啊，为大众说。所以我们在凡尘啊，每个地区啊，语言风俗习惯不同，用法也不同，所以啊，就有很多的名称。三男子如来欲尔，以一圣道为之声闻，种种演说。从信根等至八圣道，那么如来呢也是一样，用一善道，就是啊这个道呢是一呀，只有一，可是啊它呢这个善花呢就有84000法门，84000法门呢都是要达到这个一圣，到一圣的这个程度，一圣道，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众生的程度不同，讲的话呢也就不一样。它都是要引导众生啊脱离苦海，能够得到这个解脱。所以佛呢就用了很多的方法。那么复次，譬如经师，以一种经，随意造作种种应用。所谓的拳、手、环、串、猜，虽有如是差别不同，然不离经呐。经呐可以做成种种的那个样子，让人们佩戴。可是啊，它的就是经，用经来做的。三男子如来欲尔，以一佛道随之众生种种分别，而为说之。这个如来也是一样，以佛道，这个佛道只有一呀，回到佛性本体都是一样。可是啊，众生的根器，众生的程度都不同，然后就从不同的法门来说，或说一种。所谓知佛一道无二，只有一种的话呢，那个佛那个道都是一样。复说呢，二种，所谓定慧，从我们佛性所产生的定跟慧，那么这两个可以分开，可以合在一起。定慧就是佛性本体，可是发挥的定。就是我们在凡尘遇到事情不会动摇。那慧就是智慧，遇到事情会处理判断，就已经分开它的内容。那么复说三种，为见慧智，我们的见解。所以假如说道理越知道明白，越宽广，那个见解就不一样。慧呢就是智慧，见慧跟智。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智慧合起来的话呢，是佛性所生发。可是把它分开来说的话，慧是根本，是我们的根本智。然后那个智是我们这个在凡尘后得智，就是经历的多，经一事长一智，然后那个智一直累积，分开呢就有这样的不同。可是也可以回到那个智慧本体来说，就是我们的般若，般若呢就是智慧。那么复说四种。所谓见道、修道、无学道、佛道，所以这个四种，就是我们呢要先见道，见到这个道。各位见到了没有？见到那个道是什么？
对，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就是道，所以要先见道，然后见道了以后才能够修道，知道我们佛性本体，才知道努力的方向，所以先见道，然后才修道。所以我们一进入修道，就是要把我们那个佛性本体，让它恢复本来。我们的佛性本体没有脾气毛病，没有贪嗔痴，所以我们呢就回到没有脾气，没有毛病，没有贪嗔痴，然后进入到无学道。这个无学就是已经没有法可以学。那既然已经没有法可以学就没有法执，所以我们修道的时候先破除我执，我执呢先破除掉，然后再来把我法执也破除掉，然后我执法执没有，就已经回归到我们那个本体的状态，所以那个无学就是已经无法可学。各位同学，我们现在有没有法可以学？对我们都还没有到达那个很理想的状态，所以还在呢这个有学的部分，还没有进入无学。到无学就是阿罗汉了。阿罗汉他已经无学了，已经没有法可以学，他已经得到这个无生法忍。各位都得到无生法忍了没有？无生呢就是没有生，也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啦。我们已经了解到佛性本体，就叫得到无生法忍。在无生法里面那个人是安住不动，安住不动叫做忍。那我们呢用那个忍耐那个人的一种比较小的意思真的比较大的意思它是安住不动，所以我们都要到达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安住不动，这样呢才能够进入修道的轨道，才能够真的修道。所以都要有这个程度，这个都不是这个光听一听知道就可以。大部分呢有一些真理是要了解透彻了，可是了解了以后有一些是需要我们自己努力的因为我们在凡尘很容易被社会现象引诱，然后我们心就会外化大概最大的这个问题就在这里了，就是心就会外化被这个形象引诱，然后我们就住相，然后就起了烦恼然后在这个生活之中，因为有烦恼，我们的判断那个做法就不符合真理，就已经造了业，然后业已经形成了，我们就要受苦都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在凡尘一定要明心见性这个是最基本。我们修道呢最基本就是明心见性各位要了解，明心见性不是成佛啦，是开始修道因为我们修道就是要修心修性。他说一定要心性要先透彻。假如说我们心性不了解不透彻，那我们修就不知道修什么内容所以一定要先明心先心明。我们在生活之中用的心是生灭无常变化认识的心，我们也要认识因为我们认识才不会住相
然后我们有不生不灭的真心，我们一定也要认识，认识到不生不灭的真心啊，才可以修正成佛。假如说不生不灭的真心没有认识，那绝对没有办法成佛。所以一定呢要认识不生不灭的心。那我们在凡尘生灭的心也要用，不生不灭的心啊，那更要。那生灭呢是告诉我们在凡尘事来则应啊，我们一定会遇到事情。那怎么样来应对啊？那我们就该如何就如何，事情来了就要去应对，不逃避啊。我们要了解到，这个事情会到来，表示说我们有造因啊，现在是果报呈现，那我们一定要去应对。那应对的时候啊，按照真理，所以啊，我们在这个遇到事情来，大部分呢要抱着欢喜心啊，甘愿受，就不管它合不合理啦，我们一定要欢喜心，因为遇到不合理的现象，那可能也就是一种回报。以前啊不合理待人，现在啊不合理返回来对待我。那一定也要欢喜心去接受，那这样就已经可以了掉，把这个造的业就可以了了。可是假如说我们是在启发佛性出来当家，而不给六尘，我们六根呢面对六尘那一种产生的那个心念来当家。我们六根当家的时间太久，已经很习惯。那现在我们启发佛性出来当家，有一种现象就是我们会感到反扑就是会被六根反扑，六根不听话，因为六根当家太久，现在要呢佛性当家的话，六根呢它不服气呀。那这一个时候各位贤贤，跟我们业力现前遇到事情我们要欢喜心甘愿受不一样。这个六根的反扑啊，我们这个时候的应对各位要了解到，你了解到那个是六根反扑。那怎么样去分辨呢？外来的叫做业力现前，内出的叫做六根反扑，这样会分别吗？是为内心出来，内心出来的那个反叛，那个是六根反扑的。外面来，外面来这个事啊，是我们业力现前，我们造的业啊，现在果报已经成熟，来了，所以是外面来的，我们欢喜心甘愿受，是里面发挥出来的，不要理它。因为他当家久了，你现在把他的钱币把它剥削，把它拿掉，他会不甘愿的。这个时候你要坚持，你用佛性当家，佛性就是言外啦，我们那个六根就是婢女跟奴才，只要你坚持，用佛性来当家。这个呢，我们的六根婢女跟奴才，他会知道自己的身份我不是主人，我不能当家，他就会退位了。这样了解吗？因为或许是看我们听是听都没有要启发我们佛性出来当家了。后来都六根做久好会做好了，都这样。何须你？那我们修道一定呢要请佛性当家，用六根当家的话修不成，那个道修不成，那你佛性当家的话，佛性它是从理这个生花，那一切都是复合于理，这个道就成了。
那假如说我们六根是对六尘产生六识，那个六识的心啊，变化无常。我们不能用那个了，用那个我们的道啊，摇摆不定，那个定慧啊就没有了，摇摆不定。所以一定呢，我们要了解到，请佛性当家很重要。我们生活之中啊，各位同学，你请六根当家跟请佛性当家，你比较一下，拢赶快的过日啦。一样过生活，可是啊，它的结果，你六根当家的结果就是六道轮回，你佛性当家的结果就是回我们绝对的无极里天，差别大不大？很大。所以我们既然有心修道，就要想成道成佛。那要怎么样成道成佛？不困难。只要佛性当家，各位就是要了解，虽然刚开始有一点困难，那个佛性都指挥啊不动我们身体啦，可是只要你坚持，一定要佛性当家，这样就解脱了，所有的苦因啊，我们都不造，苦果自然没有。那假如说我们六根当家，我们六根真的是很厉害。眼睛喜欢看，耳朵喜欢听，鼻子喜欢闻啊，有没有好事？有啦，很少，坏事多了。尤其啊，你看我们现在为什么有那个那个身体超级胖的？那个就是鼻根当家了，他鼻子闻到那个炸鸡排啊，还无吃较惨的什么的，拢无法度讲，好啦，买来吃，吃来享受，这一个享受啊，就不得了了，他整个身体啊，就胖的那个坐车啊。一个座位大概都固定那么大，看他的身体要挤进去啊，很困难。谁造成的？鼻根啊，鼻根造成的。你不要不要闻到那个气味就好了，不想爱吃就好啦。因为我们要了解那个国外啊，都把整货柜的那个鸡排啊，就运过来。他为了要使那个长得快啊，用那个生长激素让那个鸡只啊生长得很快。结果我们买来吃了以后，它那个生长激素还在鸡块里面，然后我们吃进我们肚子啊。在我们的体内促成生长，咱安尼就好啦，安尼好看好看。你若够加一个人分好不好？心脏负担很大一直促成你生长，超越了啦。咱咧看到安尼多水啊！你安尼看多水啊！安尼50-60斤多好。你若安尼好几百斤、100多斤，有水无？更较水就变歹，袂水啊。所以啊，我们就是要了解到健康就是美，你健康的是最美。我们追求健康不要被那个鼻根害死了所以啊，我们要修道啊，要学着清淡，吃得很清淡，就没有毛病了，毛病都没有了。这样呢，我们身体健康，修道就好修了。越简单的生活越接近修道的轨道。那假如说我们吃的太美好了，还没顾了，那个都不好，不会久，
等到我们环境一改变了，没有那个很精致的食物可以吃的话，吃不落，毛病就来了，所以啊，这个平平淡淡，是最符合真理，那个才是道了。因为我们有身体呀，还要在凡尘生活，所以啊，身体也要照顾了，照顾得它健健康康，这样呢，最符合修道。然后啊，我们努力呀，这个把凡尘的一切呀，都还清了，不欠了，凡尘都不爱欠，已经都不欠了凡尘，恢复到我们原来无极理天的状态，都是绝对体，回到绝对体了啊，都没有苦了，没有苦好不好？这个向不向往？我们凡尘这个乐跟苦都相对了。我们一到佛性以后啊，那个乐啊是一个绝对的，没有苦啊，相对，所以我们要追求常乐我净，所以真正的到无学道，无法可学啊，就是已经得到无生法忍。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我们已经得到了，不但得到，而且安住，安住在不生不灭的真理上不动，那个叫无生法忍，就是颜回啦。各位颜回认识吗？你看一样呢留一个好的榜样啊，给我们学。你看肌肉相。自在那个违章建筑啦，然后单食嫖饮，生活有够苦的啦，人不堪其忧，大家都没办法生活，回不改其乐，他很快乐。那我们去探讨，他那个快乐不是装给我们看的，不是装出来的，是他内心真的快乐。那怎么快乐呢？有记载，得一善。前前无因，终身无失，就是这样。他就是安住在不生不灭的真理上不动，就是无生法忍。所以他得到无生法忍了，他就想，较早死嘛死，较晚死嘛死，都拢死啊。所以他32岁就过世了，夭寿了。做夭寿的32岁拢无爱，佮加留一寡呢32岁的贵心。不过他就是留给我们啦，有一个好的榜样。你就是不管生活的好不好，你就是一定要把心安住在不生不灭的真理上面，然后你都不动摇。不管人家怎么诱惑。都不动摇你的决定。早死也是死啦，晚死也是死。或者要想到老天跟我讲，哎呦，你早死也是死，晚死也是死，你把天火焰看好就好了。我最记得，我竟然到处跑，没有把天火焰看好。不过还是好了，跟各位结缘。我那个天火焰看好，你拢无爱去，我嘛跟恁结缘袂到。现在啊，我到处讲的话呢，就跟大家都结缘。那反而是好。所以我们要了解，在凡尘，就是要活得很有价值。你修道啊，自己明心见性，又鼓励啊，亲朋好友也研究明心见性。这样呢，成道成佛都有希望，都可以到达。这个是最实在的。所以我们要了解啊，我们大家都会知道了。尤其我报纸又看了一个老人家讲，他说咱来出世无半项，转去双手嘛空空，咱来世间敢若迷茫。死了江山换别人，都才看到了
啊，我想讲吼，这个讲了袂歹，甲学起来，哦，他很切实啦，因为他感叹经过的事情很多啦，哦，好，伊就安尼往那生一个后生，安尼真吼，安尼真精进啦。结果啊吼，因后生就咧教册吼，啊熟悉一个老师，啊结果吼就甲老师恋爱，吼，啊煞来去要结婚啊吼，啊提陪伊来对，一个对的吼，好啊因老爸甲反对啦，安尼讲袂使，这安尼带来哦，这个安尼毛病一大堆啦，都安尼坚持无伊结婚啦，吼，啊因这个后生真友好，我真听话。哦，啊，就申请哦调离开伊原来咧教学校，伊讲好无点了吼，见景思情啊，哦，很难过生活，然后调到别的地方去。他的女朋友又用情很深呐，问世间啊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啊。他就跟着也调到他那个地方去了，然后又恋爱5年，一直沟通请他父亲让他们结婚。他父亲呢，吃了铁青腿啊，答应都不答应。结果女孩子在经过1年就去嫁人了，然后那个男孩子用情很深呐，他就整天都没有笑容。一直很努力的过生活，过1年，哎呀，所以我们人你看这个情还真害人呢。伊若卖用情遐深就袂死啊都用了伤深，死翘翘。他父亲等到他儿子死了就后悔，哎呦，我哩等离婆啊，无好，都斗阵就好啦。所以啊，就讲，咱来出世无半项，回去双手嘛空空，咱的世间敢若眠梦，死了江山换别人，感受很深呐。所以凡世间呐，一切都虚幻啦，不实在，拢假。啊，不过我们想一想。凡世间的情啊，我们说它是假的嘛，用生死来相许嘞，怎么是假？为他生为他死都愿意。可是啊，或者都讲，那个是建筑在世心上面，只要时过境迁，时代转换，我们整个情也都变换了，也都会不一样了。所以啊，你看男的跟女的，我就想那个女的嫁人生了2个孩子，跟她先生一起都在公园散步，平不平等？以我们看的话，查甫有伊安尼死得无要紧，查某的无啊，迄心无病，爱了无价值，有价值无？有无？所以啊，我们都要求嘛，你既然付出那么多，得到就是那么多，你才会平衡。你付出很多，你得到很少，你就失落了。所以或者一看无彩咧爱甲维系都无要紧，结果人都无安尼，假啦，还变假，有没有多余的？若佫一届讲唔啊啦，我唔安尼。给都你去给，个个来找别人，所以你看，完全变化无常，拢在变啊。不过要去找一个这么专情的真的是很难找，完全很难遇到了。不过或许不是鼓励或许是鼓励修道成佛。不鼓励啊，我们用在那一种男女之间感情啊，所以啊，凡世间的情啊，那个礼拜4在醒世佛堂就有一个前贤呢，他就讲，问世间情为何物？秽物。
我听到说哦，这个最好，会悟。那个当下哦，那个回答哦，真的会悟，不会被那个影响，所以啊，我们呢了解说，我们呢一定要得到无生法忍，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啊，我们得到了，我们已经切实掌握了，所以或者都一直鼓励了，只要你万念都放下，一念都不生，这个时候不是没有念，而是很灵敏的知觉性。那一个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就是那一个。你那一个不能去变化它，因为它没有形象，也不会抗议，它不会争前变，什么都没有。你说那都是安尼啦，安尼又出相了，它又不见了啦，就是很灵敏，我们呢很难真的去拥抱着它，可是你可以体会，这个叫做领悟了，悟，你悟到这个状态，你就已经呢知道整个不生不灭的轮廓，那个轮廓都已经出来了，你要培养，要让它茁壮长大。那或许鼓励假如说有老道亲有听或许讲耳根圆通，那或许鼓励做在这个时候做耳根圆通，因为你做耳根圆通的时候因为万念放下，一念不生，要使整个佛性跟虚空融汇时间要很长，可是我们就怕没有耐心那假如说在你已经把不生不灭佛性的轮廓呈现，你来做跟连通，这个时候你就很快会把你的佛性延伸到整个虚空，整个虚空都是佛性，就会很快。可是假如说你没有了解到耳根圆通或许就不鼓励了，因为你也做到人不飒飒。结果后来万念放下嘛无去跟耳根圆通嘛无做到成就，像香头无真拗，所以万念放下习惯了就做万念放下让你久一点时间久一点，它一样可以把佛性呢冲在整个宇宙虚空，虽然久一点，可是一样可以到达。以我们生活的形态来说，最怕呢我们心不笃定，心不笃定功效就呈现不出来。你心很笃定了，你做的功效很快就呈现。最主要到达已经佛性本体了，看看你要怎么样来努力使它茁壮长大，这个是最重要。它能够茁壮长大了以后各位就是要了解到，我们凡尘有非常多在推广那个神通可是要知道我们佛性本身就具备，它就具备这个神通，五眼六通都有，只是我们在凡尘努力的方向已经偏了，不偏在我们佛性本体，所以这一些五眼六通才没有很灵敏的呈现。我们都是要赚钱赚钱摆在第一对不对？这个很有勇气对，要赚钱才能生活把生活摆在第一位。跟我们以往修道人那个真的是踏破铁鞋要晃道，跟我们现在真的想象不出来。那因为慧学时常看那个简德传灯录跟那个五灯慧眼，里面都是记载修道人的
这个构成修道人的一切啦。那他所追求的，就是道。他那个一心往道，一心追求道，真的不是我们现在可以想象。咱今嘛拢看起摆在第一位啦，他要修道兼咧就好。今嘛你若甲较少年的讲讲我较老才来，较老会赴未？会啦，嘛会赴啦。较无困难的同款会赴啦。只要我们有心追求了，都可以追求得到。假如说能够在年轻的时候我们就努力追求。生活是一定要了。可是我们修道了，也不是说就没得生活了，也不会也一样有的吃有的穿一样有住的地方这样就好了。爱知影讲死了江山换别人，迄拢唔免计较，那个都没用的，完成一切的追求很多都是不关紧要。我们最重要就是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一定要把这个修正，让它都呢主宰我们整个生活。然后我们这个身体还给天地了没关系，佛性跟身体已经不相关。那假如说我们没有佛性本体没有启发那就很有关系了。完成所造的善恶都进入我们的业，然后业把我们又推到凡尘，又来现象。行善多，福报大做无好无歹普通。若做歹事必三恶道，伫个六道轮回内底啦。听后咱入去轮回袂记哩啦。哎呦，我咧研究生理心法呢，我嘛明心见性我见性哪会为六道来？表示说听的跟做的还有一段距离啦，还没有真的进入把我们那个佛性启发在生活之中运用。你启发在生活之中运用了，已经整个生活都是佛性本体。各位浅显，这样成不成佛？绝对成了啦！你在生活之中都是真理了，跟佛都一样了，怎么会不成？绝对成了。所以我们要在生的时候就已经成就了。佛是生就成的，不是死才成的啦。假如说死才会成佛，咱坐咧等死就好等下死就成佛啦，有没有这样？没这条道理啦。所以一定呢要我们在生的时候你就感觉到自己已经就是佛了。那要不要做？看我们啦，看咱爱做佛啦无爱。你若爱做佛，你所有想的、所有做的，拢甲佛同款，绝对就是佛啦。唔免听后以后啦，起码人若看到就甲你叫，哎呦菩萨啦，哎呦来佛祖有无？有没有？都没有安尼表示咱做了个真差啦。咱若拢做甲有够互人感动，人就会讲你这菩萨你这老佛祖。像以往我们在那个北部带到新来南部开法会，以前北部没有大地方都到南部的庙里面来。然后好多拢伫咧厨房咧香火啦切菜拣菜煮饭啦，拢遐老菩萨，阮拢叫老菩萨足成的啦。伊讲食甲遮老，毋捌看到讲迄死去的软糊糊啦。你甲讲多假迄我拢无爱听啦。伊都先看到软糊糊的正的啦。所以南部足单纯。就真的你求道能够身软如绵，就是他看到所以说讲我都袂晓啦，你少年的去讲啦我来做，我会晓做我来做啦。
所以你就看到很多都真心的付出啊，真的就是那样。所以我们看到都称为老菩萨，自然而然啊，都这样叫了老菩萨。那都唔捌红叫，是也无够老。所以啊，佛跟我们讲，所以呢，这个复说有4种，那一种法，无学道啊，就是第3个，就是呢，我们已经呢得到啊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无生法忍，然后再接着呢就是佛道，佛道呢它比较呢宽广，说的比较高。那么复说5种，所谓信行道、法行道、信解脱道、见道道、身正道，5种。这个信行道我们呢这个修道，第一个信是最重要的，相信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然后去行信行道，然后法怎么样的方法可以帮助到众生，帮助到自己，法行道，然后信解脱道，要解脱呢就是不要造业，不造业就解脱了，所以相信因果，那个相信解脱道，然后见到道，已经呢能够见到这个道，已经可以看到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然后身呢正道，身体实际的来做，然后证悟到这个道，这个5种，然后复说6种，所谓的须陀洹道、斯陀含道、阿那含道、阿罗汉道、辟支佛道，佛道，有6种。这个须陀洹就是断掉见惑，我们见解上的迷惑都已经断了，叫做须陀洹。然后斯陀含呢，是已经见惑断了，然后思惑断了一点点，那个呢是第2个果位。那阿那含呢，又这个断的更多的见惑，思惑，思想上的迷惑呢，它有分3界啦，它那个欲界断掉这个6品的话，是斯陀含，它欲界的思惑断尽了，叫阿那含，那阿那含道已经不来这个受生了。那阿罗汉就是得到无生法忍，所以我们了解说阿罗汉呢大部分我们就讲说独善其身他不见善天下，家己好就好了，那个叫阿罗汉然后辟支佛呢，就是修12因缘，修成这个道的呢，叫辟支佛道，那最后一个就是佛道，也是一样的最高的。那么复说7种，所谓念觉分、择法觉分、精进觉分、许觉分、持觉分、定觉分跟舍觉分，这个呢我们了解说7觉分那或许以前呢在这个背的时候这个择进喜3个择进喜，这个是使以我们的慧，然后持定舍是使以定，然后用念来把它调节，要使那个定跟慧平等，
哦，不要呢这个偏呐，哦，这个慧多的哦，我们会轻狂；定多的我们会昏沉。哦啊，要使这个定跟慧啊平均，定慧均等，知道意思吗？那定较济咧吼，迄人拢全吼较昏昏沉沉啦，想过头定，定甲拢全，你着爱手去伊头前甲揶揶咧，看伊还佫有地够无？啊，那一番火伤济吼，轻狂啊，轻狂听有无？轻狂啊！就是做代志拢安尼真轻浮啦吼，啊真无稳定安尼啦，安尼知无？人不轻狂枉少年啊，唔捌听哦？有没有？迄轻狂就是火较济啦，哦。所以啊，我们了解说那个七节分啊，就是啊，也是一样要修进佛道的一些方法。烦恼记啊，静则喜，念定舍，然后用那个念来调节，安定舍，那复说八种，八种呢就是八正道，所谓的正见，所以啊，我们了解说八正道啊，最重要就是正见，正确的见解。我们因为都是众生之见啊，所以才成不了佛。那假如说我们的知见是正确呀，那就呢没问题了。所以那个正见，各位都有没有正见？都有。怎么样才叫正见？我们不起心动念，都没有念头啊。全部念头都放下，叫做正见。假如说我们有起心动念，那个见都叫邪见啦。安尼知无？咱拢无念头啊，还有个正见。因为是从佛性出来，那个叫正见，正确的见解。所以正见也叫做佛知佛见。佛知佛见啊，叫做正见。然后从正见产生的正思维，我们呢凡尘的思虑啊，那个都是不正确的。然后我们在八正道的正思维啊，就是在那个正确的道理里面啊，去思索，然后正语讲出来的话跟真理都呢相互合的正语。然后正念正确的念头没有起心动念，然后正业，那个业啊就是我们的身口意啊，身口意都没有偏呢，叫正业。然后正命就是正当的职业啦。我们这个去食头路，迄头路拢正确的拢无歪歌的。那么正精进精进啊是属于啊往佛道方面啊去进行的叫正精进。然后呢这个正命应该是正定啊，对，那个八正道里面啊最后一个是正定，这个正命前面就有了。那复说9种为八正道以及信，八正道啊再加一个信啊，就是9种。那么复说10种所谓的实力，这个实力呀有那个菩萨跟佛的不同。那我们来看看27页它有解说。如来实力有没有？那个知觉除非除的智力，知众生三世因果业报的智力，知禅
知禅解脱三昧的智力，知道众生知根生类的智力，知道众生种种知觉的智力，知道众生种种境界不同的智力，知道一切自守道，就是你到什么地方去了，那个自守道，见众生生死及善恶，第8个，第9个知众生的宿命，第10个，知道永断习气的智力，这个是如来的实力。然后我们呢用简单要记呀，简略的文字，第1个呢就讲因果，第2个讲业，第3个讲定，第4个讲根，第5个讲欲，第6个讲戒，第7个自处，第8个天眼，第9个宿命，第10个呢漏尽。这个漏尽啊，就是烦恼都没有了，那个最困难的。漏尽通了以后，大概就是已经成佛了。那菩萨的实力跟如来就不一样。菩萨的实力啊，第1个呢，发一切自心坚固，就是我们要呢这个自心呐，用智慧的心呐，要有坚固智慧的心。第2个呢，不舍众生大慈啊，就是众生啊，很可怜在苦海里面，我们不舍众生，要有大慈悲心。第3个呢，记住啊大悲，就是要呢，拔众生的苦啊，把那个苦啊这个拔掉。第4个，信一切佛法，精进。第5个，施行禅定。第6个，除两边的智慧，就是我们要把那个两边啊对待，那个两边的智慧啊，我们要来呈现。第7个，成熟众生，要让众生啊都能够成熟了，不要呢在苦海里面沉溺，耽误啊，都喜欢在苦海。第8个，观法实相，就是观所有的万法，都进入啊它的实相。第9个，入三解脱门，就是空解脱门、无相解脱门、无作解脱门。第10个呢，无碍智，这个呢就是实力，有如来实力呢跟菩萨实力。那么复说11种，所谓啊实力大慈，实力啊再增加一个大慈，复说12种，所谓实力大慈大悲，加2个慈悲。复说13种，所谓实力大慈大悲啊，念佛三昧，又加一个念佛三昧，念佛的正定，所以我们了解说。那个念佛正定啊，在佛法里面啊，它的位置啊也蛮重要。复说16种，所谓实力大慈大悲念佛三昧，即佛所得三正念处。这个三正念处啊，我们一般呢都没有用了。32页右边有解说，我们看看我们比较少接近这个在32页的左边三念处，各位有没有翻到？三念处啊，后名三念住，就是第1个众生信佛，佛亦不生喜心，常安住于正念正智。第2个众生不信佛，佛亦不生忧恼，常安住于正念正智。第3个，同时有一类相信，有一类呢不相信，那么佛都知道，也不生欢喜或产生忧戚，常安住于正命正智。所以佛之大悲摄化众生，常住于此3种之念。所以这个
我们比较少念这个少去研究三念处，所以特别又把它解说。那么复说20道，所谓实力是无所谓，这个是无所谓一样有那个佛的是无所谓跟菩萨的是无所谓，这个一样的在32页，我们又看一看，要了解一下，就在三念处的那个上面，是无所谓分佛和菩萨两种，佛的是无所谓，第一个佛一切智无所谓，狮子佛无不心，所以各位浅显，这个一切智无所谓刚讲这句话的人对不？他就是能够回答你所有问题啦。你甲伊讲我伫咧9万年前出世伫咧倒位生活什么款状态活到几岁生几个囡仔，伊拢甲你讲。然后你跟他问我伫咧9万年后我伫咧倒位伊个甲你讲，这个才叫一切智无所谓。我们敢不敢说？卖讲9万年9年前咱都唔知影，对不对？所以我们都不敢讲。所以你看佛修到那个程度了，不管是以前以后，不管是什么状态，你问他都可以给你答案，而且都不乱讲的。这个才叫不容易啦，所以那个一切智无所谓或者一看到那个内容快要晕倒了，真的快要晕倒了，竟然有那个智慧。然后第二个漏尽无所谓，断尽一切烦恼，那个漏尽，漏就是烦恼了，已经都没有烦恼了。各位浅显，我们有没有烦恼？有。这个烦恼一大堆还蛮多的。然后第三个说障道无所谓，障害佛道之法。因为有很多这个大法师他为了要人家供养，他都不敢说了，所以他就不能有那个狮子佛无畏说，你到达说障道无所谓那个要到佛的程度他才可能这样做。那么第四个说尽苦道无所谓，就是我们在受苦的那个苦道，我们人生的苦道都不算那个无间地狱的苦道那个才叫苦啦。可是咱都卖听，咱也听会分哩。不要说无间地狱干那一款恶鬼道的好恶鬼道的苦讲给咱听，哎呦，安尼干那听到都就已经会受不了了。那么菩萨的是无所谓第一个总持不忘，总持就是陀罗尼，陀罗尼就是咒，我们诵咒那个咒咒叫做总持，总一切法持无量义叫做总持总持不忘，说法无畏。第二个尽知法要所有的法门修持的法门他都知道，以及众生根性义之心说法无畏众生的根器要讲给众生听，要知道众生的根器以及众生想追求的方向那个菩萨都能够说。第三个善能问答，说法无畏就是
有什么问题啊，你问了他都能够回答。第四个能断物疑呀，说法无畏。我们对物的怀疑呀，这个问菩萨呢，菩萨就能够断我们众生的怀疑。这个呢就是那个事无所谓。那么大慈大悲，念佛三昧啊，三正念处，三人子师道一体呀。这个道呢只有一呀。如来昔日呢为众生故啊，种种分别，就讲了很多的不同的内容。譬如一火，因所燃故啊，得种种名。这个火，它呢燃烧啊。因为燃烧，所以得到很多的名。所谓的木火，你用木来烧的话叫木火，用草来烧的话叫草火，用糠米糠来烧呢叫糠火。用牛粪马粪来烧的话呢，就牛马粪火。那个名称就不同。火是一项尔啦。火拢会都会共烧啊，只有一个，用不同的，咱即马个瓦斯火，这较早无啦，即马才有。三男子佛道育儿，一而无二啊。这佛道跟他一尔，没有两个啦。为众生故啊，种种分别。为了众生呢，我们讲出来就不一样。譬如一事，分别说六。这个一事啊，认识的事，刚才一事呢，咱即马讲六根，就分别说六。若至于眼，则名眼识。耳识啊，鼻识。我们舌头舌识。然后身体身识，意念意识，对吧？意识就讲到这多啊，对吧？所以你看我们研究了以后就了解说，原来有这么多。如是善男子，道亦如是，一而无二。如来为化诸众生故啊，种种分别。如来为了要教化众生呢，说出来内容就不一样。有84000法门。譬如一色，眼所见者则名为色；耳所闻者则名为声；鼻所嗅者则名为香；舌所尝者则名为味；身所觉者则名为触。刚才一色一个形象。眼睛所看的，耳朵所闻的，鼻子所嗅的，舌头所产的，身体所觉的，都呢不同的名称。三人子，道呢亦如是，一而无二。道都是一个，它没有两个。如来为欲化众生故种种分别。如来为了要教化众生呢，讲出来内容不同。以是义故以8圣道分知道圣地，就有这么多内容。三人子是圣地知佛是真，次第说之。以是因缘，无量众生呢得度生死。这个苦集灭道是圣地知佛是真呢，次第来讲，一个一个按照这个次序来讲，这样的因缘，很多的众生就可以得度生死，就度脱了。迦叶白佛言：昔佛一时在恒河畔，师所林中尔时如来其小事业告知比丘：我今手中所周的越多，一切因地草木越多。这个佛呢，那个时候就起这个小事业，
然后就问啊，此比丘，我所拿的啊，这个事业多呢，还是底下涂骹落来这个树叶啊较济？那知比丘就回答，一切因地草木叶多啦，不可称计。你手提几叶啊尔，迄落伫涂骹，规涂骹咧啦，算袂完呢。如来所作少不止也。知道意思吗？你看安尼写入经文就感觉足济对无？其实咱讲出来有够白话无？有没有很白话？有够白话的啦，所以不要怕经典，怕我们不了解啦。经典讲的佛讲的都很这个普通白话，让我们也能够了解。此比丘，我所觉了一切之法，如因大地生草木等，为之众生所宣者，所宣说者，如手中叶。所以佛他就讲说，我能够这个证悟的，能够知道的，能够觉的，所有的知法就是万法，就好像大地的这一些草木啦，非常多，然后能够呢为众生讲出来的好像我手中拿的事业一点点啦，这样了解吗？没有讲的非常多啦，讲出来才一点点啦。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领悟的也是一样啦，领悟的只有一点点，还没有领悟的有一大片啦，安尼知无？可是一大片呢，都从这么一点点延伸啦，你一点点它延伸的一大片啦，愈领悟就愈济啦。所以叫无底深坑啦。我们研究心理心法，你越研究它就越深啦。你不研究的话，无都安尼尔，没什么可是你研究，你就会了解说，原来有这么深，有这么多的道理，都呢，不知道。尔时，世尊尔时说如是言。如来所了无量之法，若入是地则为已说；若不入者应有五地。这个迦叶他画一个框框啦，要那个释迦牟尼佛里，讲这个已经呢有讲说的无量之法，已经进入四地。这个四地已经说的，若不入应有五地那个有嘞，所以这个迦叶就这样说。那么佛赞迦叶，佛可改赞叹，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今所问则能利益安稳快乐无量的众生。所以这个佛还是鼓励啦，鼓励问，说你问了就能够利益这个无量的这个众生。善男子，如是之法，悉以设在四圣地中，不是那个有地，要个听后要入去啦，不是啦，拢伫个四圣地苦集灭道。那么迦叶呢，复白佛言：如是等法，若在四地，如来何故畅言不说？讲较殊拢伫咧四地，那如来为什么不讲出来呢？那么佛就回答：善男子，虽复入中犹不明说，何以故知四地者有两种智，所以佛又把它划位出来，知道四地呢有两种智一则中，二则上。中则声闻缘觉的智慧，
上者知佛菩萨的智慧，即嘛对号入座啦。看你要入去声闻缘觉啊，要入去知佛菩萨，各位请你要入哪个？要入哪个位阶？所以我们都会选择较管的，较管的知佛菩萨。那么知因苦啊，名为中智，就知道呢这个知因就是五因那个知因是苦的话名呢叫做中智，然后能够分别知因，有无量的相悉是知苦非知声闻缘觉所知是名上智。所以佛一讲出来了，有没有差别？有没有差别？真的还是有咱刚才怎样靠你那个中智啦你有办法分别知因知因呢有无量的形象那么悉是知苦，全部都是苦这样的状态不是声闻缘觉他所能够知道的。是佛菩萨知佛菩萨，所以这个就是上智。三男子如是等义我以彼经尽不收之这一种这个义理我在经典里面就不讲出来。所以我们要了解说，众生还是有程度根基的差别。那佛要讲要适合啦，适合根基程度听得懂，可以做，这样才说啦。你听不懂说出来没用。所以佛就说那个内容说讲出来呢我们呢这个声闻缘觉的智慧没办法了解，所以他就不讲不说了。三男子知之路者名之为门一名为苦是名中智这个知路所有一切你要进入了那个也叫做门，也叫做苦那个呢是中智。那么分别之路有无量相悉是知苦，非知声闻缘觉所知是名上智。所以能够分别那个知路有无量的形象那所有这个形象全部都是苦。那么这一些就不是呢声闻缘觉所能够知道的像我们众生各位贤贤，我们知道三恶道苦吗？知不知道？知道怎么样一个苦法？就赶快那个就没有办法分别知相大概我们可以了解那个看得见的畜生道畜生道我们又比较亲近的宠物了。我们看到宠物看到很多的宠物都被人类疼爱着啦，它苦不苦？苦不苦？它有办法修道成佛吗？没办法。所以虽然它是被人类宠爱，可是落入了畜生道它就本身已经是苦了它已经跟我们人就不同那个苦的程度不一样它已经等而下之了啦。那假如说我们看不见的畜生道，他们没有人类宠爱要自己去讨食，苦不苦？那假如说我们在看到有一些弱强食很强壮的追着那个小动物吃苦不苦？那个要生存都很不容易对不对？
所以啊，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分别知相，所有相的苦啊，我们没有办法去知道。我们光能够理解的最亲近的这一些畜生道啊，就已经有程度上很大的不同。那不要说地狱道、恶鬼道，那更是苦啊！光形容肚子很饿很大，喉咙很小，吃不进去东西呀，光想象就苦了。巴肚真枵啦，吃不落物件，怎么样？苦不苦？真的就很苦。这个想象啊，用想象就好，已经很苦了。所以我们了解说，真正的你到达那个苦道是什么样，才真的叫苦道。大概以我们现在的生活啊，到复健医院里面的复健科啊去看那一些已经离开我们正常人的状态啊，那个就可以看到一些苦呈现。我们认为很简单的它都很苦啦，对不对？有时候啊，你看我们要绑个鞋带，容不容易？我们绑是很容易的，对不对？你进到复健科，你看他绑鞋带啊，容不容易？一个很简单的动作它都很困难。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那一种苦啊，不是没有遭遇的人可以体会的啦，都是要你本身遭遇了以后，你才会知道竟然这个一点点事情都没有办法去做到达到很苦。可是这个都又比不上那个三恶道。所以要了解到，有时候佛在讲，因为他看得宽广知道啊所有各领域啊不同的状态他都可以说得出来。可是我们众生啊能够接近啊就很狭隘的范围，没有办法说知道的很宽广尤其啊我们没有办法去知道三恶道的状况佛他知道啊不止三恶道，连无间地狱他都可以知道而且啊变成粉碎的灵啊那一些蚂蚁啊蚊虫啊他都知道。然后我们看到蚊虫蚂蚁啊，蚊虫蚂蚁会不会苦啊？等一下说我又不是蚊虫蚂蚁，我怎么知道它苦不苦啊？可是啊我们光想象它要集灵，要把那个灵啊能够集中啊，竟然要经过那么久经过几个阿僧祇劫啊，也都还没完。所以我们就了解我们灵已经粉碎了，粉碎以后出生转世啊，蚂蚁啊蚊虫，然后啊要全部去出生的拢需要了才会集灵啦他去出生的早一点出生的死亡了啦，晚点出生才出生永远都拢伫有的已经出生，有的已经死亡伫迄个无法度拢完全全部拢已经死亡，死光光了，死光光才能够集灵啦。各位先生，什么时候可以集灵？我们集灵都不感到幸福啊那一些蚂蚁啊蚊子啊他们能够集灵的话怎么样？幸不幸福？都不可想象了所以我们要惜福，要知道我们已经得到最好的十方之佛人道修成都从人道修成佛的。然后我们现在有人的身体，我们可以成佛，愿不愿意就看我们我们假如说有那个决心，唯求做佛不求一物
像六祖那样，哪会不成？一定成的。我们都是有啦，有想要做佛啦，但是凡世间我嘛爱搁小佚佗的，凡世间嘛爱搁小顾的，钱爱搁小赚的，都这个样子啦。所以都把那个修道呢，没有看得很这个注重，这个上天回报很诚实啦。你不看重他也不看重了。你成不成佛他也不会寄望。后来你紧成佛啦，你买了你卖成佛啦，伊拢袂安呢。要不要都在你。你努力了，他阻挡不了；你不努力了，他拉不了。他要把你拉到成道成佛，也拉不来。所以一定都是自己呀，都全部在我们自己呀。要不要？要的话努力。那你不要，你就不用收。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一种这个讲出来的这个理呀，就是很宽广。知戒者名之为分，一名为性，一名为苦，是名中智。那知色坏相，是名中智。知受觉相，知想取相，知行咒相，知识分别相，知爱因相，能生五阴，知灭烦恼，知是道相，能离烦恼，知是谛者，一切行无常之法无我，涅盘寂灭，是第一义。凡此种种，皆名中智。那个还是中智而已你看这一些我平常也都没有接近色坏相，受觉相，想取相，知行咒相，知识分别，知爱因缘，能生五阴，知灭烦恼，知是道相，能离烦恼，知是谛者。一切行无常之法无我，涅盘寂灭，是第一义。凡此种种皆名中智。它呢还没有到很高。那么知第一义无量无边，不可称计，是名上智。那个第一义已经知道无量无边，不可称计了，才叫这个上智。如是等上智之义我以彼经亦不收之。所以佛他也都不讲。那么尔时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所说是谛谛义谛，其义允何？这个文殊菩萨呢，他是智慧第一的，他就问佛说：我们说呢是谛，在凡尘用的，以及第一义谛要成就的，那么义理是怎么样？世尊，第一义中有四谛部，四谛之中有第一义部。这个第一义跟四谛他们有没有交涉？里面呢有没有互相包含？如其有者即是一谛；如其无者将非如来希望说也。所以这个文殊呢，这个讲出来以后都是这个有智慧。所有的话，四谛跟第一义谛就是合在一起是一谛。那无的话，如其无的话，将非如来虚妄说也。就如来讲出来，没有实相，希望说。那么佛呢，他就回答说：善男子，是谛者即第一义谛。
这个我们凡尘用的跟成就的第一地它是一样即第一地。那么底下这个文殊又说：师尊，若尔者则无二地。是这样的话那就没有四谛跟第一谛。那么佛就回答说：善男子，有善方便随顺众生，说有二谛。这个善方便就是这个方便法门要随顺的众生就说有二谛就是四谛跟第一谛。若随言说则有两种一则是法，二则出世法。一个是在凡尘用的世法，一个是要离开苦海的出世法。如出世人之所知者名第一谛，那么世人知者名为四谛。五阴和合称名摩甲。凡夫众生随其所称是名四谛。这个五阴和合就是咧讲咱的身躯啦。即马称名摩甲，咱的即马身躯五阴和合了。我叫刘芳春。称名摩甲，咱一定伫咧讲这称名摩甲，唔知什么这样了解吗？了解就是有一个名字啦。那么凡夫众生随其所称是名四谛。随着我们众生所称的叫四谛。那么解因无有摩甲名字，就是我们把那个五阴解开。我们解开五阴以后，色受想行识那个摩甲名字离因亦无。本来都无哪有这个无啦。无甲无这个人出世之人如其性相而能知之名第一谛。安尼知影无？唔知无采我讲到为我家己身躯来讲。所以解因无有摩甲名字，就是伫这个色受想行识内底无这个刘芳春啦。离因亦有离开这个因有因嘛无刘芳春。无甲名字就是无这个刘芳春的名啦。出世之人已经离开凡世间如其性相伊的性伊的形象能知之能够知道，叫做第一谛。安尼了解无？了解。够不够详细？很详细就是这个样子这个解因无因这个解开因了以后无啦，无这个人离开因嘛无这个人。或复有华，有名有实；或复有华，有名无实。有名无实者即是四谛。敢若有名无迄个实在，也有这四谛，我们凡尘用的。那么有名有实者是第一谛。有名有实那个就是第一义。如我众生寿命之见养育丈夫，作则受者乐食之宴，浅达不成，龟毛兔角，贤佛之人，知因介入是名四谛。所以佛又详细的说了，所以伫遮这个道理我们就要了解。如我就是我众生就是足济众生众缘拢集做伙生出来有寿命拢伫凡世间有知见有养育然后有丈夫有作者有受者这拢做假啦拢无真的无实在，有名有名无实啦，知道吗？然后乐食之宴
哦，迄即马火咧烧哦，你看顶头，火顶头哦，拢有迄个哦，迄个一个安尼形啦，哦，迄个迄倒爱吼去现场看吼，看到迄个火顶头哦有个焰，那个吼这个很难去讲得出来，可是你看了你就知道哦，热实验哦，浅double层啊，就是化层啊，哦，变化的那个层次啊。嘿吼，安尼哦，这个雨呀，哈，阴雨呀形成的哦，那个什么城市什么楼，那一种哦，化成，然后龟毛兔角，龟有没有毛？兔有没有角？所以叫有名哦，无实啦，敢若有名哦，啊无迄个实在的物件。啊，显火之人，你火哦，啊即马吼北咧吼，啊甲海，啊变做一个鱼壳啊，迄火鱼壳啊走出来有无？迄正假，火洗鱼壳啊未？会不会？可是，假如说我们把那个佛，然后绑着，然后把它甩的一个圆圈以后啊，它有没有形成一个显火轮？有没有？啊，它是真的假的？假的啦，有名无实啦。哦，那个显火轮啊，你看起来敢若有啊，其实无啦。哦，那么知音戒路啊，哦，那个音五音戒呢，哦，这个18戒路啊，哦，这个12路。哦，都是无啦，这拢无，但是吼，咱凡世间用拢有啦，完全用啊都有，可是它实际啊没有。哦，这个呢叫四谛，哦，完全啊要用。那么苦集灭道啊，名第一义谛。哦，那个苦集，哦，受苦啊现象，然后为什么受苦？就是集了很多原因，哦，然后才受苦。然后灭极灭哦，就是到佛菩萨程度啊，叫极灭啊。要到极灭要修道哦，所谓苦集灭道，这个呢叫做第一义谛哦。这样了解意思吗？那么四法有5种哦，一则明示，二则具示，三则辅示，哦，四则法示，五则执着示，哦，所以啊，你看世间法有5种啦，哦，那么第一个明示，哦，第二个具示，第三个辅示，第四个法示，第5个执着示。那么允和哦，明示第一个啊，哦，明示哦，男女平于哦，车胜屋舍如是等物啊，哦，是名啊，明示哦，就是我们有男女哦，这个人呐，啊，有那个哦，热水瓶，有衣服，有车子啊可以坐哦，然后有房子可以住，这个呢叫做明示。那么允和叫具示。哦，这个四句一句呀，如是等句呀，哦，是名句式。哦，四股合作会哦，这一个句语。哦啊，这个句语呀，叫做句式。哦，那允和辅示，哦，这个卷和哦，这个续结合掌，哦，是名辅示。拢个合作会，拢个白白咧，哦，结做会。安尼好做辅示，那么允和法示啊，哦，如哦这个鸣垂声眼，哦鼓界冰吹被哦这个知识是名法示啊，这个弄互咱知影时间呐，哦3更到啊吼，爱拍鼓弄落，允和执着示，哦如哦眼望哦望言人有染衣者生哦想执着，言是哦说门哦非婆罗门哦，这个看到远远有人啊，伊穿的衫哦都乌的哦啊，这个是咧修道的啦哦啊，不是婆罗门。然后见有结绳啊，横贴啊身上，
变生念缘哦，是婆罗门哦，有结神哦，配伫个身躯啊，这婆罗门不是沙门哦，是名呢执着事哦，会有执着。如是名为五种事法。若有众生呢，以如是等五种事法，心呢无颠倒，如实而知啊，哦，是名第一义谛。善男子哦，若烧若割，若食若坏，是名四谛哦，甲烧甲挂，会死会歹，还有这四谛。无烧无割无死无坏啊，是名第一谛哦。这安尼较有一个纲要啦哦，记较会条。那么有八苦相哦，名为四谛：无生无老，无病无死，无爱别离，无厌憎会，无求不得，无五因无圣因啊，是名第一谛哦。拢无生无老，无病无死啊，哦啊拢无八苦拢无。譬如一人啊，哦，多有所能，哦，若其走时啊，哦，是名走者，哦，若收益时啊，是名益者，哦，啊，若饮食者，是名食者，哦，若治财木啊，是名工匠，哦，这个断金银时啊，言金银师，如是一人啊，有多名子，法亦如是。哦，这个人也会做足多项的，啊，讲出来就足多名啦。哦，那法也是这个样子，其实呢是一而有多名。哦，实在是一个，但是名有足多啦。哦，依因父母和而生，名为四谛；12因缘和而生者，名第一谛。哦，所以啊，我们了解说这个。一出来的呢，哦就不同。我们剩下呢还有20分钟，今天说有9个问题啦，要我留多一点时间，哦。请问杨讲师，我们摩诃恩师在法会当中有帮忙道亲排解冤结的事，那请问刘讲师是了即业障本来空，为何还有冤结呢？因为他还没了，所以啊，他还没了，还需还宿债。那个了即业障本来空啊，就是已经非常透彻了，哦，透彻真理。因为我们已经透彻到真理，就是已经回归到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你回到佛性本体呀，所有的业障啊，都沾了不上。业障本体无法度去调伫咱的佛性本体啦，所以那个叫了，了就是透彻了解啦。你透彻了解到佛性本体，所有的业障都消失了。未了，你还没有了解到佛性本体，还需还宿债。你的宿债，你的因果还是要还啦。这样了解吗？那个永嘉大师正道歌啦，这一句啊，就在永嘉大师正道歌。我们后面呢，有那个书啊，永嘉大师正道歌还有希望各位能够拿回去看。他的几个句子像说一句了然超百亿，万两黄金亦值得。就是讲你能够听到超然，一句超然，已经超过100亿啊，价值啊超过100亿。所以我们了解说，有那个句子，有那个文言文字啊，可以有这么高的那个价值在啊，所以一定呢要了解。这个了即业障本来空，未了还需还宿债，也是永嘉大师说出来的。他说你了了，透彻知道了，你透彻知道已经全部进入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你进入佛性本体，哪有业障？
业障拢沾惹不上了，所以没有了，所以那个已经就是业障本来空了，没有了。可是你未了，你还没有到这个程度啊，还需还数债，你欠了多少就要还多少，是这样啊。咱都也未了咧，讲我哪会都已经咧研究啊，哪会还阁遮济挫折困难，拢会阁来找我。迄得爱自焚己无业，莫怨太阳偏。家己都拢无认真啊，要安怎讲？老师都拢甲我排解是安怎，阁足济了。这样回答了没？那在我们的讲师说，您在三宝心法中详解当下那个有没有三心四相。那想到说，在现象当中，例如我们专一的时候，忽然间一个很大的声音，如放天火、冲天炮，或是别人突然叫我们的名字，在那个时候，为什么身体现象会突然吓一跳？是佛性的功能作用是吗？这个我们都时常会遇到啦。因为假如说我们很专注在做某件事的时候我们不会想到这个时候有人会叫我，或是有什么声响突然发生。可是那个时候突然这个状况发生，我们就会吓到。所以各位就是要了解到，你看我们的佛性虽然说我们是把它局限在身上，可是它平常都已经延伸到身体外面了，已经伫咧所以那个突然来的出声响，已经惊吓到我们。我们很笃定的时候不知道说会有这个状况发生所以你就可以从这个现象去延伸了解，说佛性不局限在身体。不局限在身体里面，它一样延伸到外面，延伸到外面才会使你受到惊吓。你把它假如说你把它再延伸，它呢可以到整个虚空。那我们要了解到说，我们会受到惊吓，那个是我们的自我意识太强，我相太强。然后我不生不灭的佛性没有培养，所以才有那个现象产生。那假如说你都已经培养了整个这个宇宙虚空都是你的佛性，你还会受到惊吓吗？那个就不会了啦。已经整个宇宙虚空全部都是全部都是你的佛性就不会。可是那个是我们修的一个正业，所以你的佛性已经离开你的身体，你才会受到惊吓。不是说鼓励的，而是说已经呢他能够离开身体他问把那个问题把它连在一起。讲三宝的时候说没有三心三世就摄受不住，跟我们在这个受到惊吓，它是两回事啦，不是合在一起的。我们已经没有三心，过去世摄受我们不住，现在世、未来世一样摄受我们不住，就不会六道轮回。我们要了解，我们有三心就会被三世摄受。三世都把咱吸不掉，过去世也有我，未来世也有我，现在世也有我，我们就自然六道轮回。你三世都没有，三世摄受你不住，把你吸不掉啦，所以你就没六道轮回。这个我们要了解这个道理。可是我们生活之中我们都会有三心，过去心、未来心、现在心，我们都会有，所以我们都一直在跟三世结缘。你说三世都不要把我摄受，
想得美。好了没？那请问刘讲师可以再次解说觉观出思维，还有再次讲解《金刚经》22遍里面详解的无觉无观，请刘讲师讲解一下。那个觉观出思维那是在楞严经里面那或许在耳根圆通特别有把它提出来，说我们那个觉佛性本体，观佛性作用，那佛性的本体佛性的作用超出我们的思想，超出我们的身体。或许就讲你晚上在睡觉，然后家人把你叫起来，说朋友来找你起来，他没有摸到你的身体，只有用话讲某某人起来，有朋友来找你。那个时候你就可以了解到你的那个觉观那个时候你在睡觉绝对不会说我等下朋友会来，我准备要起来，那拢袂啦，你都困袂去对不？你一定都专放心困可是家人叫你的时候，你怎么会醒过来？那就是你的觉观超出你的思维，你的那个身躯的思想都到达不了了可是佛性就到得了他一叫了以后你就醒过来所以我们就是了解我们佛性就有这么奥妙都显得都在困厝的人也无甲我摇年轻的要摇啦年轻的你用叫袂醒啦，爱甲摇连那个人较少岁要摇嘛摇袂醒，爱甲伊贴在水的，他就醒过来了。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年岁大了哪要你一讲了马上知道虽然说没有心理准备，可是你就马上反应，那个就是觉观出思维。我们的觉跟观超出我们的思想范围很灵敏的你一定自己本身要有经验你经验过有影那叫奥妙厝的人也无甲我摸到身躯我醒跟他叫呢我就会起来那个就是很灵敏的我们佛性在发生作用有本体有作用都整个呈现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这个问的程度已经很高了啦，无觉无观，因为你有觉有观就在能守有能守就有生灭有生灭我们不追求，因为生灭就是六道轮回你无觉无观没有生灭就没有六道轮回，就已经在我们佛性本体的状态无觉无观，那很高的嘞我问到这悬叫他认真修的请问袁老师，一指禅的高难是不是要我们看它所表现当下是什么，而当下我们的心没有起分别心，也没有对待，就像刘讲师说的是谁看到的，就是我们的佛性本体。就如刘讲师有举例过一个生理公案，那个修行人回头的当下没有起分别对待，那就如刘讲师所说的是谁听到的，是我们的佛性本体。他已经把那个两个又合在一起问了。我们就是了解那个一指禅，就是我们了解说很多的公案他只有讲没有答案那或许说那个领悟很困难，我直接就讲了所以就那个就是人家就问他什么是道他都用这样来回答了，什么是道所以被人家称一指禅都他都敢问他说什么是道，一定跟你讲这样啦不才讲做一指禅，然后或许说那个表现这个
跟那个释迦牟尼佛拈花示众一样的意思啦。哦，人天百万呐，莫之所措，是咧创啥？讲道理唔讲啊，一缕花点点啊咧练，大家拢唔知影咧创啥。假设啊，唔知破颜微笑啊，都是安尼哦。所以那个一指禅跟这个拈花微笑，它是一样的道理。就是啊，他在拈花的时候啊，什么人看到拈花？什么人看到？就是我们那个主人呐、咱的佛性本体，咱看到，迄个看到，伊就佛要用这个把你的迄个佛性印出来，讲你看到迄个改请出来，所以那个大家是他才破颜微笑。佛就讲啊，讲无有正法眼藏。正法眼藏，你看咱求道咱就知影，正法去唱伫遐啦，然后涅盘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护持摩诃迦叶，就是把这个讲出来，说我们的正法，就是藏在那里，藏在那里，咱求道知影，就是咧讲遐啊。那个涅盘不生不灭啊，妙心很微妙的心，实相不会变化的相，实相无相，微妙的法门，不立文字，没有文字啦，教外别传，护之摩迦叶，跟那个是一样的。什么是道？这个啦，你看到啊，对不？这个就是道啦，是你看到的。不是这个啦，不要跑到那个手指啦，就是你看到的那个就可以，你看到的，佮讲伫个，迄黄道的你看伊拢甲问题夹做伙，我回答都来甲分开，伊即摆去黄道来甲主持讲你甲我讲道，你若唔知影，我要过来别位找。迄个主持拢唔插伊啦，唔插伊的时阵伊想讲这个主持唔捌，伊就准备要行，要往回头走了，他就主持就讲舍离是阿遮离啦，是一个魁幻师啦，就是修道人的意思啦，他就回头，他听到那个主持在讲话，伊就回头，迄个主持就甲讲。是什么？你为什么回？迄个问题就是讲，你是哪会回头啦？迄什么人回头？是不是家己的佛性？就是要互你这个出来啦，这个佛性出来，安尼才是答案啦。伊安夹做伙问看要哪问有？好，再问。可以解释一下三花聚比武器超越吗？那个我们不是已经之前有解说过了吗？三花精气神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在凡尘那个我们那个精气神都消耗，都消耗我们在凡尘的生活可以说我们现在都是水里的莲花，火里栽了，都是很不容易。所以我们要回光返照，把我们外放的精神都收回来，然后我们精神一收回来以后，我们能量没有消耗，能量没有消耗，让它能够集中，三花精气神集中，安尼样的三花聚点，五气就是我们五脏之气呀。能够呢朝源，都回归到它的本源，安尼样没？咱拢该消耗拢嘛唔知影，不知不觉就消耗掉了。还有吗？请问人魂是什么状态？跟灵魂出窍一样吗？人魂我们就是了解到就是六道了，天道人道，然后畜生道、地狱道、恶鬼道。那灵魂出窍，咱就会个转来那会去轮回。
那个轮回要了解到，那个已经业那个上，业已经在推了，所以咱台湾人讲哦，叫过心，咱若死讲哦叫过心，无死啦，人未死啊吼，身躯死吼，灵魂未死啦，所以吼，那个过去的心搁出来吼，搁有一个形象出来，他已经又出来了，过心过心，所以咱吼还搁伫咧过心啦。过到吼，看什么时阵有法度转去无极里天吼，才无过心啦。拢伫咧过心过心，所以咱就爱知影讲，即马有身躯啊，足好修，有法度互咱回归到佛的本位，拢有法度做佛。咱若无认真修的时阵，真紧啊，一世人就过去啊。所以灵魂出窍加迄个六道轮回，它是两个角度啦，完全不同。不能把那个灵魂出窍讲做六道轮回，六道轮回都死啊，死伫咧咧找看要过去倒一道。你灵魂出窍会转来啊？你若阵有学迄个神通灵魂出窍，你敢不爱转啊？不爱转来，迄都爱摕你带啊呢。紧哦，时间到。他说一般第六感都很准，但是平常的时候第六感却是相反的，但是在当下或者是紧急却很准，这个是什么原因？那个他就是还没到预先去想象自己的那个状态啦，本来都无啦。就假有啦，假有讲我有第六感，结果那拢无共，甲伊拄着的完全都无共，所以那个叫做想象，跟现实有落差，所以我们修道不要落入想象，想象是妄，不是真，所以我们就是要真，不是要妄。你若讲想象，讲我有第六感，因为或者有讲，你起了佛性以后，会有敏感的第六感，那个是实实在在，你今仔会拄了什么代志，有什么人，你拢会知影，那个才是，不是用想的啦，伊这拢用想的，我听到伊问问题，我知讲这用想的，安尼不可以。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千贤，大家好。慧学占道天师的老前贤大德，以及感谢各位前贤给慧学几位学讲。我们呢这边有记100套的那个《金刚经》，在我们这边讲的 DVD、CD、MP3，把它呢做成一套，整套有100套，连寄到这边来。希望各位呢都能够拿回去啊，要看的要听的都有。也有书，可能我们都还不知道拿，有那个大整理包啊，100套。我们讲到哪边呢？41。41页左边，文殊师利这边嘛，这个文殊师利呢，白佛言，世尊所言实谛，其意云何？这个文殊呢就请释迦牟尼佛讲，说实谛呀，它的义理呀，是怎么样？那佛呢就回答。言实谛者名曰真法，就真那个真的法，若法非真不名实谛，所以那个法就是真，能够让我们呢成道成佛，那个法就是实谛，那假如说法不是真的话，就不能够称为实谛。那么实谛者无颠倒，
这个实地呀，它没有颠倒，所以我们了解到，我们凡尘的众生呢，大部分都颠倒，把要看重的我们看轻了，都颠倒。那这个实地呀，就是没有颠倒，无颠倒者啊，乃名实地。没有颠倒呢，才可以啊，称为实地。实地者啊，无有虚妄，这个实地啊，它都是实实在在，没有那一种变化无常，那一种假的呈现，没有，没有虚妄。若有虚妄呢，不名实地。这个讲实地啊，就是真正的能够让我们成道成佛。实地者，名曰大圣，就是啊这个最上圣，能够让我们呢这个成仙做佛。非大圣者啊，不名实地，不是大圣。所以我们了解啊，在凡尘，它呢有下圣、中圣、上圣，然后有最上圣。那个啊，最上圣就是大圣，所以大圣者啊，就是实地。那么实地者啊，是佛所说。这个实地啊，就是佛他所说的，非魔呢，所说。魔呢没办法讲实地，实地者啊，一道清净啊，无有二也。所以这个实地呀，就是一道，就是一呀。我们知得一呀，万事毕。所以这个一道，我们了解说一呀，就是无极，已经无到极点了，叫做一。所以啊，一道啊清净。在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它呢已经清净，无有二。没有两边对待，那个无有二，有常有乐，有我有见，常乐我见。所以啊，这个我们呢要追求啊，就是常乐我见。常呢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它常住啊不迁，如如不动。常是最重要的有常了以后，我们就快乐。这个乐啊没有苦啦，所以这个乐是永远都是乐。那我就是佛，我就是如来。所以那个不是身体的我，是我们佛性的我。净呢就是清净，常乐我净。那么四则名为实地之义。实地的义理呀，就是这样。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文字啊，不知道它的宝贵啦。那假如说我们听了佛解说以后我们就会知道这个实地啊，都不容易呢这个达到。那文殊师利呢白佛言：世尊，若以真实为实地者，真实之法呢，即是如来虚空佛性。所以啊，这个文师呢又讲说真实之法就是实地呀。所以我们了解真实啊，就是实地。那真实呢，就是如来虚空佛性。如来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叫做如来。那我们这个如来非常广泛，就好像虚空一样那么大，跟虚空都一样，所以啊，佛性，我们在这个凡尘呢，可以时常听到说万法皆空，它后面缺少一句呀，空性啊，即是佛性，没有这样讲，因为他不敢肯定。不敢肯定呢，说虚空就是佛性啊。所以我们了解说万法皆空，空性就是佛性。我们研究了心理心法以后，就可以很笃定的说，
说万法皆空，那个空啊，空性就是佛性，所以我们的佛性啊就是虚空，所以虚空佛性啊就是我们呢，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么若如是者，如来虚空与佛性啊无有差别，所以啊，这个如来的虚空呢，跟佛性就没有差别。那么文师这一问这个详看佛之回答，就是我们详细来看佛怎么来回答这个文师菩萨所问的虚空跟佛性。那么虚空和佛性无有差别，但虚空之前定加如来两个字，言如来虚空或如来之性即是佛性。假如说我们不详加以研究，这一段很不容易了解，而且呢这个差别也很大。那佛是不落入两边而言中道，理很微细，和我们呢做学问的用法不同，所以那个佛都呢不落入于两边，两边对待，所以我们知道有两边有对待，就有生灭，有生灭就有六道轮回。那佛就确定的说，我树现在凡尘不告诉众生六道轮回之法，都是要告诉众生脱离苦海。所以佛不讲两边，都讲中道，都是讲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佛告文殊师利，有苦有地有时，有己有地有时，有昧有地有时，有道呢有地有时。这个呢就是苦集灭道。那苦集灭道呢它有凡尘的苦集灭道，有二圣的苦集灭道，有菩萨的苦集灭道。所以我们研究没有研究到这么细致一般都只有苦集灭道四谛法，就这样交代而已啦。那我们就是了解到佛在讲的时候都很详细，不会很笼统啦，他会很详细的去分析里面那个义理。说我们众生苦集灭道，他没有地，没有苦地，没有集地，没有灭地，没有道地，只有苦集灭道。那我们可以说没有详加研究我们不知道这个差别啦，不知道苦跟苦地，集跟集地，灭跟灭地，道跟道地有什么差别？那佛都会讲，就是我们呢在凡尘的现象，苦集灭道，那个是属于我们最普遍的凡夫以及呢二圣。二圣呢就是阿罗汉跟辟支佛，他们所研究的到达的目标跟活菩萨是不一样。那活菩萨研究他们就要研究到那个很微细的究竟所以到微细究竟以后它就有地那个实地就有所以有地了以后就是真实，有真实的所以佛这边呢就回答呢这个文殊师利，善男子如来非苦非地是实就讲了说如来非苦非地是实。那么虚空非苦这个非地是实，佛性呢非苦非地是实所以我们就了解到
这个就很微细的分别了啦。是到如来以后啊，没有，如来没有苦，也没有进入地，它是实，跟虚空、跟佛性呢都一样。那么文殊师利所言苦者为无常相，是可断相，是为实地。这个苦它是无常变化，它的相无常变化，是可断。这个相呢，我们可以断，是为实地。那么如来之现，非苦，非无常，非可断相。如来之性呢，没有苦，也不是无常变化，也不可以断除它，所以完全不一样啊。所以佛就讲得非常微细，是故为实，就是实相，实实在在。那么虚空佛性呢，亦复如是。这个非常广大的佛性就好像虚空。那虚空的佛性呢，就是这个样子。不是苦，不是无常，不可以断。所以这个完全都跟我们凡尘用的苦集灭道四谛法不同。那么复次善男子，所言集者能令五阴和合而生。这个集就是集地，能够令五阴色受想行识合然后产生，产生了以后就是我们人的身体。一名为苦，一名无常。我们的身体就是苦，就是无常变化。它不会常住了，一直在变。所以我们的身体我们要了解，它一直在变化。假如说不是变化，小孩子不会长大，我们长大也不会老，老了也不会死，所以它一直变化。那我们不知道，我们都以为它是常，它是永远这样，不是的。走入真理它都是变化无常，是可断相。这个我们的身体它是可以断，可以把它断除掉。我们可以不要这个身体，是为实地。就是我们能够走进那个实相，就是走进如来之性。那个就跟凡尘是完全不一样的。善男子，如来非是极限，这个很重要了。我们那个如来不是说集合了以后它才有，不是极限。那我们在凡尘集了很多的因，然后我们才受苦。这样了解吗？我们受苦是已经累积很多的因了，有的是这一生累积，有的是已经前世累积累积很多的因，这一生来接受。所以我们了解这个凡尘我们没有研究了，不知道它道理有这么深不知道它有这么多可研究的方向。那我们研究了以后了解说你要知道那个道理它很多很深很值得我们研究只要我们肯研究我们会明理。我们明理了以后叫做了即业障本来空，还记得吗？我们上个礼拜讲未了还须还数债。各位喜欢了还是不了？就是喜欢了了就是透彻了解啦。要透彻了解这个都要知道。这个讲的微细的内容我们都要知道。说如来非是极限，它不是极。因为如来是常住不迁，如如不动，它不会变化，它超越因缘，超越自然，不是因缘，不是自然。假如说是集，那就因缘了，很多因缘集在一起，然后才呈现。这样的话，它有集就有消灭，
有急就有消散，它都无去啊。那佛性不是安呢，它不会无去，它也不是生下来，不会生不会灭，所以不是因缘，不是自然，所以如来非是极限，不是极，然后非是因，它不是呢那个五阴的阴呐，不是，不是因，非可断相。我们如来呢，非可断。我们就是不要它。你说，哎呀，我这个佛性都看不见啊，我不要它了。你没有办法说去掉它。所以我们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它就是很赖皮啦。你认得它，它也依照你；你不认它，它也跟着你啦。有赖皮不？就是这样。那个是依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啦，它其实就是非常亲切啦，没有1秒钟离开，只是我们不认识而已。那假如说我们认识的，它很亲切，给我们用它修养非常好，我们6根呢要当家，佛性它都不争啊。好啦，你若要当家的，给你做；你爱做大的，给你做啦。他就退隐了，他不会争。那我们要了解到我们的6根很会争一直要争呢，要当家，拢要做大啦。我们在生活之中谁最喜欢做大？像熊爱做大。是不是我们6根？我们要请佛性出来当家，佛性当家才不会造业啦。不造业就不会受苦我们才可以解脱，才可以成道成佛。所以一定要请佛性当家。佛性呢，它修养非常好，绝对不会争。所以我们要认识，认识说。佛性都不争，可是不争我们要给他前变6根一直在争我们要把它降服我们的6根，不要让6根当家6根又当家很久了，所以他不肯放舍他不肯退位各位有没有练习请佛性当家？可以很顺利吗？困难重重所以要知道因为我们6根已经当家很久也很习惯眼睛喜欢看你就让他看，耳朵喜欢听就让他听鼻子喜欢闻就让他闻，嘴巴喜欢吃就让他吃身体喜欢摸就让他摸都这样坏事都要拉我们到6道轮回去所以要降服他，不要让他呢真的都这个肆无忌惮拢伊要做主啦有想要请出来做主伊都唔肯让位不肯让位。可是我们现在我们是有能力，我们有前变，我们可以让佛性当家，我们可以降服6根，现在可以。等到我们这个我们的6根已经当得很习惯的时候我们要命令它，我们要降服它，就越来越困难。所以在我们很有活力的时候，现在我们都还有活力，还可以当家做主了，所以一定要请佛性出来，很重要的啦。我们之所以能够成道成佛，就是这个
哦，你能够请佛性当家，就可以成道了。那一直都要让六根去当家的话，那我们六道轮回没完没了。六道轮回好不好？不好都让我们受苦嘛。我们在台湾这个环境这么好啊，都还受苦啊，对不对？那假如说往后一转眼，我们转世到非洲去了，那个苦更多了。这个光三餐都不济了。这一餐吃了以后，下一餐不知道在哪里。那个时候想要修道，那个时候想要请佛性出来当家，无力啦。先食饱较要紧，你若伫咧先食饱较要紧你就无管什么人当家啦。无管什么人当家的时阵咱的福性已经拢落落啊，无法度清啦。你若无清有法度成道无？绝对无法度。所以伫咧即马环境较好的时阵，一定爱坚持，请佛性出来，互伊做主，咱的六根咱家降服，咱即马抑阁有气力，有气力无？抑阁真好啦，有法度好，要甲降服，目睭爱看袂使互看，耳孔爱听袂使互听，这个天道好味的想要食，袂使互伊拢完全拢按照伊的意思，食甲规身躯遐肥袂使啦，迄胃拢坐袂落，现在已经都有一点这个倾向，所以要了解到我们人是做主宰，尤其现在整个社会那个手机智慧型手机很流行，是很方便啦，可是一定要用对，不要用错了，因为现在没有手码，你要看什么都有，所以能够引起你日夜不停的看，是什么？不正确为什么？色情多。色情现在没有手码，只要你喜欢看就有，你一按了它就出来，因为我们人是从色情而来，咱生父母亲做爱把我们生下来，所以那个不管男生女生看到都喜欢看，不好。所以手机是好了，可以帮助我们。可是要我们用智慧来运用，用对，不要用错了。或许都讲你修10年的戒律修得很轻。你看5分钟的那个叶片，就是色情片，你看5分钟就好，你10年的功夫拢破掉。你无采咧修10年你看5分钟尔唔免啦，我唔免搁修遐艰苦啦，我就爱缀社会流行，就全跟着洪水滚滚而流，流到下游去就六道轮回，受苦拢唔知啦，受苦拢唔知呀，所以假如说能够就像后学一样，没有了，我手机没有。你说我手机号码几号？我没有手机，手机都没有，智慧型更没有了。家里也没有电视，也没有电脑，都没有。我就是要佛性当家，都不会被这个科技它这个都喧宾夺主啦，迄科技的物件咱即摆来甲伊看咧无完无了啦，搁看咧下骹搁一个节目，迄个较好，迄个搁看咧才莫看，即个搁看咧
哇，还佫有下骹佫一个佫较好诶啦，啊啥哦，永远拢嘛佫一个，看袂了，啊，所以你能够当机立断，不给那个外境啊，影响到我们的主宰，心一定要出来，当家。我们看起来这个是很轻微的事啦，可是对我们人生啊，却是很大的一个作用。你没有办法用佛性主宰，你就随波逐流，就六道轮回，受苦啊，越来就每况愈下。我们现在还有人的身体然后我们跟着社会潮流走，再来人的身体都没了啦，还不错，当宠物啊。宠物是什么？畜生道。畜生道当宠物又很摇摆，可是已经呢堕落了。再来，宠物要安那弃养？你有人咧甲你养宠物对无？你若无人甲你养，你变啥物？流浪狗，对无？你看流浪狗的下场变安那？安乐死，安乐死佫出来，敢有法度做人？没，佫落地狱道，佫落恶鬼道，越来越苦了啦。当那个时候，我们会知道吗？我们会知道我行唔对去啊。我们看一看畜生，他会说我走错了啦，我以后我一定会努力，我在人道的时候我会努力修道，来得及吗？来不及了，所以佛都讲一失人生万劫难复，万劫万劫都恢复不过来。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还没有亲口之前吃了多少生灵？我们吃一命要还一命呢，我们吃了多少？有没有1000条生命大概都不止，1000条要还1000个命呢，我们要几生几世来还？所以我们现在是最幸福的。是最能够主宰我们自己的，一定要把握。我们失去了这个机会失去了以后，已经恢复不过来了。你想要再有好的环境无啦，无法度转来，要搁有法度转来听候下一个元会129600年。听好迄句啦，129600年同款，上天大开普渡，迄句咱再过来研究心理行为，好唔好？伤久啦你看这样的久的中间拢咧轮回，拢咧受苦。受苦129600年，搁再来很难得，我们又见面了。真的咱会无爱拢转去咱的本位，大家拢是佛做佛回到本位。不管什么时候你都可以现象。你要回去，马上又可以回去。不像我们现在造了业，受业力的推到凡尘来，然后受苦，本来苦受完了又可以回去了，可是我们在受苦的当下又在造业然后又要受苦，没完没了。我们有知道这个事吗？咱有了解这道理无？还知影所以能够修持的时候一定要把握。
不是很困难。在日常生活之中，我们就启发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出来当家，该请出来，大家拢认识啊嘛，对不？有没有？认识我们佛性本体，然后请他出来当家，视听言动都听他的话，困不困难？容不容易？都没有把握了，都唔知影，嘛唔知影困难，嘛唔知影容易，嘛唔知影要安怎做，是不是这样？唔知影要安怎做对不？所以啊，我们在讲的就是要告诉我们要怎么做，我们应该在生活之中啊怎么做？就是啊，活在当下。没有过去心，没有未来心，没有现在心，都是当下。那当下就已经进入啊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已经进入了。然后进入我们本体了以后，万年前、万年后都一样，没有变化，都是啊我们佛性本体。所以啊，我们要在生活之中实现。这个已经呢，就是佛的领域了，佛就是这样，然后我们也到达这样，它就跟佛一样了，所以我们呢要知道，佛是佛的啦，不是死了才当啊，不是我爱，我爱的先忽然了，因为我们都到了啊，在理的部分我们了解。在实践的部分啊，我们都符合，都请佛性当家，符合真理，都已经是了，所以啊，已经当下就是佛的领域，所以要了解到，你进入到那个佛性本体啊，叫做无言之法，已经没有语言啊可以说了，语言说得出来呢，都有落差。那说不出来那个啊，才是真正的正确。那我们已经走入啊，正确啊，自己的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当中，那我们就已经整个虚空啊，都是我，我就是整个虚空，常乐我净啊，都呈现，那个不是呢空谈。不是说讲白话，这个都实际啊，我们可以做到的，要看我们呢要不要做。我们要做的时候啊，在日常生活就可以整个都呈现。那整个都呈现的时候啊，我们已经在佛的领域，佛就是这样，我们已经在了。那我们你看那个名分啊，是不是已经算佛了？大家都不敢承担了，敢是，都唔敢承担啦，所以啊，我们要了解到，佛不是高高在上，那我们众生也不是低低在下，它是平等的，而且都是假名，佛众生和名字都是假的啦。只要的是你到达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一个呢就是佛，那一个就是心，那一个就是众生所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都没有差别，都一样只要你到达那个状态你时时刻刻进入佛性本体，是那个状态，就已经是无言之法，离开语言啦，离开文字，离开我们的想象，这样知道吗？所以这个或者记得上个礼拜有一个浅显问，他说：“截观出思维，
这个身心不能及，有没有？还有没有印象？因为或许在讲这个的时候啊，是耳根圆通，耳根圆通的时候啊，讲到这个状态，觉观出思维，觉就是佛性本体，观就是佛性的功能作用，出就是超出，思维就是我们的念头，觉观呢超出我们的念头，身心不能及，你的身你的心到达不了，那个就是我们要追的不生不灭佛性本体，有印象吗？因为这个是文殊菩萨说的啦，或许对文殊菩萨呢，讲的特别的用心啦，每一次看他讲到或许都讲，他头都摸得烧了，为什么？很深，一定呢要深入去体会，所以我就一个字一个字去了解，说觉佛性本体。观佛性功能作用，你把它抓到了，觉观出超出我们的佛性本体，我们的佛性功能作用超出我们的思维，你的想象、你的念头，你都到不了，超出了，身心不能及，你的身体、你的心到达不了这个觉观。你看有多么殊胜，可是我们一定要了解啦，你了解以后它不生，就在我们生活之中。或许就讲你在睡觉了，家人来叫你，某某人起来，有朋友来找你，他不要碰到你的身体你自然会醒过来。那个你看觉观出思维，超出你的思维了。为什么？你在睡觉绝对不会想说有人要来找我来等来个气呀？没有啊！你只要有这种心的话，你哪睡得着？你一直等，一直等，那么困不去，对不？一定无代志的，他困去啊！困去的中间，你看家人叫你的时候，他不要碰到你，你就能够起来。你看那个是什么？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么的奥妙。所以你要找这个，你就是真的找到了。你找到了这个本体你就不用怕不会成佛了。成佛就是这个这个在成的你找到了，你怎么会怕不成佛呢？绝对成的。所以我们就是要用心只要你肯用心，你说我的佛性本体觉，我的佛性功能作用观，出思维，超出思维，思想都没有办法到的，这样各位听得懂意思吗？懂不懂？不会很深嘛讲得很清楚的有无？所以或许都鼓励我寄100套的金刚经，我们这边讲的啦，DVD CD、MP3 都好一个整理包啦，佮兼一本金刚经的册，你关灯的，你直直甲听，唔捌嘛捌啦，绝对捌，若有时间坐咧看，有 DVD佮有 MP3，若无 MP3 的机器用 CD，佮有 CD。拢有CD 48片 ，MP3 2片DVD 24片，拄好一罐，你罐咧足好势啦，拉链一个开的，看你要看的要听的拢有啦，直直鼓励一个看讲敢若拢好好，无人摕，蛮伤心的。这么好的东西没有人拿，迄要互你会当幸福的，你只要坐咧看，坐咧听，绝对互你幸福啦。安尼好无好？足好的啦。
啊心哦，你看，你若咧听这看这，心拢收转来，绝对拢规个吼，拢已经完整。所以咱吼做残灵啦，残缺不全。啊，你若全灵哦，拢完全啊，做佛啦，有想要完全无？哦，大家嘛想要好完整吼，完完全全，啊，就做佛，啊，绝对有法度啊。哦，只要咱肯哦肯听肯做，啊，就到啊，哦就会到了。好了，我们要回来，这下好念了一个袂记，讲较多哦一个袂记。所以啊，这个所言集啊，能令五阴合而生，一名为苦啊，一名无常，是可断相啊，是为实谛。当然指如来呢，会是极限如来不是讲安尼集合才变成的啦，它不是。非是因它没有因，所以我们佛性全部都是阳，没有阴呐。你看我们五阴我们要落入凡尘都爱五阴色受想行识合作会，咱人才出来了。你看我们如来没有阴呐，如来都是阳。咱伫个凡尘都爱培养，咱阴阳都一半一半。咱家己听好杀啦，咱若安尼分寸分寸较济，拢爱困迄阴较济啦。你若精神好，拢无想要困迄阳较济啦。各位真贤，阴较济，阳较济。袂使骗人的你是阴较济阳较济，你家己知影所以我们要培养你阳一直培啊。纯阳仙佛，纯阴鬼魂，半阴半阳人。咱多半阴半阳啦。咱阳也使，阴也使，都一半一半。看咱要安怎培养。你若拢歹心，迄伫咧培养阴啦。你若拢好心，伫咧培养阳啦。看要安怎培养。你看是要接近阳较济，还要接近阴较济？若感觉力中，迄力阴的力足大我毋是分一张迄个破魔法门，有无？较久来念咧，甲迄阴拢破掉，阳伫咧进。有时候迄环境边环境有一寡阴的来，咱用迄破魔法门，甲阴的破掉。有一寡是咱家己心内底生出来，迄念头拢歹，迄拢阴啦，迄也同款甲破掉。只要你轻念，搁短99字尔，25句啊，很短，不像楞严咒260020个字这个427句有够济迄念的甲袂记。不过只要你肯用心纵然是那么长，也一样的都可以诵得很顺，都不用10分钟就诵完了。所以那个如来非可断相如来呢不能够受你去破坏是故为实，它就是实相。那么虚空的佛性呢也是这个样子，就是我们的佛性。我们佛性就好像虚空一样。善男子，所言昧者名烦恼昧。那个昧就是集昧。所以我们的苦集灭道的昧就是集昧。集昧就是烦恼已经灭了，没有烦恼了。异常无常，也是常，也是无常。二圣所得就是那个阿罗汉跟辟支佛，他所得到呢，名曰无常。那么知佛所得是则名常。一名正法，是为实谛。所以那个昧苦集灭道的昧，就是集昧，能够呢灭掉烦恼，能够把那个所有的一些呢不好的全部呢都去掉。
那在这个阿罗汉跟辟支佛呢，他们还没有到决定啊，所以还是无常。那么到知佛如来的时候啊，就是常也是正啊正如我们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正法是为实谛。善男子，如来之性啊不名为昧如来啊这个性啊它不会昧能昧烦恼如来之性啊永远都在它不昧，它能够昧掉烦恼这个非常无常啊，不明正法常住无变啊是故为实。虚空佛性啊亦复如是。所以我们了解说如来这个不会变化如如不动，常住不迁它不会灭，可是它可以灭掉烦恼我们烦恼来了假如说我们都觉知了我咧起烦恼啊，烦恼来请浮现出来，浮现出来烦恼就无去啦烦恼啊拢是迄凡尘的代志啦咱咧浮现内底无凡尘的代志所以烦恼都没有那么也没有常，也没有无常啦拢入去伫如如不动的内底也嘛免个证，咱已经就是已经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已经拢常住无变拢永远永远远拢袂个变化是故为实，就是实相。那么虚空佛性呢也是这样。善男子道者能断烦恼，一常无常，是可修华，是名实谛苦集灭道现在呢讲到那个道道谛这个道呢能够断烦恼，我们修道就可以断掉烦恼。那么也可以这个道谛里面也常也无常是可以修的这个道就是可以修，是名呢实谛那么如来呢非道能断烦恼非常无常，非可修华，常自不变是故为实。虚空佛性亦复如是。所以讲到这个如来，那如来呢就不是苦集灭道的道因为它是超越了超越苦集灭道的道，所以如来呢它不是说可修性的那么它本体就可以断了烦恼也不是常，也不是无常，因为常无常就是两边它呢是属于整个超越的状态。那么非可修华如来呢不是可以修的，只要你认识它就可以你认识到无上的正等正觉就是已经到达了这个呢不用你修的所以我们了解这个常住不迁的如来之性只是要认识不能够加以这个修持，可以了解意思吗？因为我们都会想那也没修这个就是认识你捌到位就到位你知影就到位知道了如来的状态，你就已经到达你说要修，我们要知道我们一落入修就是两边落入两边就是生灭，那落入生灭就是六道轮回所以我们佛性没有没有两边所以呢不能够修，而且它本来就清净，不是说它不清净我们要加以修到清净不清净是我们身体状态，佛性本来就清净。好像没有听过有没有你讲的道理我哪会捌听所以要了解到没有听过的我们要加以思索，讲出来的合不合真理，真理是不是这样一定呢要加以思索。假如说是真理，那永远都一样
之前讲、之后讲，都一样，不会变化。那假如说，开始讲是一种，后来讲又是一种，那个会变化呢，就不是真理了。真理啊不会变化，真理经得起考验呐。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佛性呢，只要你认识了，你就到达。就怕你不认识。不认识的话，我们说我佛性都不光明啊，我要加明。这个就是最糟糕了。本来佛性啊，它就自然发出光明。佛就讲100千个日夜啦，我们佛性的光明啊，一个日夜就已经很光了。它100千个，你看那么光明啊。那佛就讲，我们要加明在佛性，你记得加，它就光明了。你假如说忘记加呢，就黑暗啦。像闭着有光明有黑暗，是不是生灭？本来伊拢光明，你甲加一个才闭闭生灭，安尼好啊唔好？就唔好啦。所以做无明，你若要甲加明就变无明啦。所以有一些道理啊，听会讲安尼，唔免你做啦，你做愈唔对。所以有一些前贤啊就讲，哎呦，你都听几十年的道理啊，你无欠听啦，你欠做尔。有他讲欠听啦，你唔知影道理，愈做业愈济，你愈做愈苦，苦袂了啦。所以欠听，唔是欠做，爱了解道理啦。像许他看到这段讲安尼，甲咱世俗的观念拢无共。咱讲都要认真来做，做才会成。结果愈做愈唔对，愈做业愈济，愈做愈离开真理。本来就是应先先啦，唔肯做啦，唔肯做迄个应先先，甘愿来做迄个足无用的苦劳的人。结果愈受愈苦。所以爱知影，咱本来的佛性本体，拢袂当互咱出力。咱若出力伫个佛性本体，拢唔对，做无明。咱拢莫出力，咱家认识捌就好。你捌啦，你知影佛性是安那？佛性伊无两边，伊是一个中道。伊是一个超越所有的现象，你知影？你知影佛性是安尼，你甲伊效法做出来，不管伊咧甲你讲好，不管伊甲你讲歹，你拢咧甲伊容纳，甲伊包容，你看卖有超越啊无？有没有？两个人来咧甲你斗啦。讲说就讲有理，婆说就婆有理，两个要讲拢有理，你要去为倒一个？你为拢唔对，你拢甲伊容纳，你讲的对，你讲的嘛对。所以之前我唔是讲，两个三兄弟伫外口咧烧冤家啦，讲我讲的安尼才对啦，无咱来问师父，入来问师父的时阵头一个礼拜讲的，师父讲你讲的对，伊就出去甲迄个另外迄个讲，另外迄个扑跳进入来，问伊师父讲我讲安尼敢唔对？师父讲你讲的对，伊安尼欢喜点出去。迄小沙弥缀伫迄个师父身边啊，师父啊，你安尼唔对啦。头一个讲的若对，第二个就唔对，第二个若对，头一个就唔对，为什么两个拢对？师父我头过来甲这个小沙弥讲的，你讲的嘛对。伊的心拢无执着，拢无去执伫个讲就要安那才对，安那才唔对，拢已经超越。超越的时阵伊就已经
俩的那个一啦，就是绝对体。绝对体没有两边啦，就是中道。啊，这个中道哦，伊无对唔对啦，所以你讲的拢是中道来的。啊，所以啊，有时候我们看佛经有当时啊，你若阵无了解，你会看无啦。啊是啊，那安尼都嫌唔对，那会讲对？迄原理就是伫个佛拢无执，无迄个固执啦。啊，所以啊，咱伫个迄听迄个公案，迄个啊阅读民心的时候，迄个公案有无有没有？有没有听过？所以啊，我们就是了解到佛就讲，他阅读明心悟道，悟道以后他就讲说奇哉奇哉，大地众生啊，皆具如来智慧德相。只因为妄想跟执着而不正德，咱都差两项啊，一个妄想，一个执着。假如说我们肯把妄想跟执着去掉，我们就证到了智慧德相，本来就有。因为没有，是我们有妄想有执着了。各位贤贤，我们承认我们妄想执着吗？你若咧甲人说，我哪有？绝对无啦，我无妄想，我嘛无执着。若即马咧听课讲，我拢无妄想执着，拢会当超越啦。即马拢超越，什么时阵无超越？甲人咧对谈，甲人咧交接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没有超越了。迄个时阵迄固执啊，有够固执啊！所以啊，好势拢较早伫个后天庙，我拢看面相。你伫个眉毛啊，这个中间有横纹，那个人一定很固执啦。你若要甲伊讲个通无可能，绝对袂通啦。伊足固执的啊，各位有没有？这个啊，眉毛之间有没有横纹？等一下照镜好吧。你若看到我哪有原来我这固执哦，才会承认会承认说有影真固执啦。不过我们要了解到，有一些你说择善固执。那个是必须要的啊！你讲听到善你不去实行，你说呢不做的话，那就不行了。所以择善固执，我们是要选择啦。说对的，我们就一定要做啊。有理无？拄只咧讲不固执，起码讲有理。所以这个道者啊，能断烦恼一常无常，是可修华，是名实地。那么如来呢，非道能断烦恼，非常无常，非可修华，常住不变是故为实，虚空佛性亦无如是。所以这边呢，就一直在强调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啊，是超越的所有一切啦，苦集灭道一样的超越，已经都超越了，不然我们呢说道这个道很好啊，那如来非道，如来呢他不属于苦集灭道四谛里面的道，可是啊，它可以断烦恼。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的佛性啊，那一种功能作用啊，非常的大，它也不落入常，也不落入无常，所以不是常，不是无常，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真理，不是那一种泛之辈不是那个样子的。复次善男子，言真实者，即是如来，说真实。真的实在的
就是如来，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如来者即是真实，真实者呢，即是虚空，虚空呢就是真实啦，各位浅显，虚空会不会跟我们作对？会不会？所以虚空呢，就是真实，上实在的虚空啦，拢袂甲咱误解，我们人都会啦，虚空不会。所以虚空佛性，因为我们佛性呢，就像虚空那么广泛，遐尼大，遐尼宽，所以或者说我们呢，周问念放下，一念不生，先把佛性的轮廓呈现，让佛性本体能够抓到了，我们能够抓到佛性本体了，然后你再一直这个加以岁月增加，你的佛性就可以跟虚空融合，变成虚空就是你，你就是虚空，整个都一体。可是有浅显就问说是不是周耳跟圆通比较快？我说对，周耳跟圆通比较快。可是那个要先把自己不生不灭佛性本体认识。整个佛性本体的轮廓都呈现，你有把握了，你再来做。你做的时候因为你做耳根圆通，那个时候各位浅显就是先能够定，先笃定了自己佛性的，然后你把佛性延伸到虚空，虚空一出来以后，它能够融了整个虚空，是比我们万年放下要来得快，可是我们修道也不用贪快了，只要你一步一脚印很踏实一样可以到达。所以在这边或许也不鼓励我们周耳跟圆通周万年放下。你看我们连仙佛来戒教都叫我们做万年放下，有没有？那个比较容易做又不会吃毛病这个各位浅显现在看到那个一个那个整理包就是《金刚经》一个一套有 DVD 有 CD 有 MP3因为放在底下咱拢袂样摕，伊拢甲搬起来等下咱下课时间关一个听个灯。你若亲朋好友多加关几个不怕不够了，我们又会做。你若拢唔配，阮就无法度做就今嘛因为剩很多啦那个整理包那个 CD 今嘛大家拢看网络啦，拢无要爱。各位浅显，你要了解那个假如说网站一关你什么都没有了你看雅虎网站不是关了吗？看进前看水仙子的网站对不？哇，这个一关起来拢无去，你没有下载，你拢无半行。所以你有这个的话，你就不怕它关了。你关就你去关，我有这人看嘞。所以这个比较笃定。虽然比较跟不上时代了可是我们这个比较笃定。那个时代变化太快了，我们抓不住。抓不掉啦，这较实在，实实在在，所以都鼓励我们拿，我们假如说能够拿的我们下个礼拜再寄100套过来，若无提要寄来通下，所以就希望我们能够拿，因为那个《金刚经》在我们这边讲，我们也听过，有24堂课。24个 DVD，然后有48片的 CD， 2片的 MP3， 还有1本书，或者写的啦。因为当时各位都说不要按照书讲了，我说好，等到我讲完再来写，讲完以后再写的啦。所以你假如说看你注意看你假如说看到如何领悟了吗？你就要仔细了解说上面讲的一定有道理在，
要你领悟，然后啊再写如何领悟领悟贯通了吗？你再看前前后后看要我贯通哪里呀？一定进步的啦，进步很快而我们整个可以说整个大肠来做推广《金刚经》，可是啊要解释里面的内容啊那么详细就不容易啦。因为后学都投入时间太久在《金刚经》里面，所以就能够一点一滴啊一字一句解说，然后连那个大圣金刚经啊也解说那个四句句啊一般也都没有了都没有那个四句句所以后学就一直找那个来源根据，根据什么说一定有根据啊找到了以后就把它阐释讲解那现在也有牵写了，又在写那个大圣金刚经论。我讲迄个白话你搁写，哎呦，迄真深啦，哪会白话？我讲，各位有看过大圣金刚经论吗？有没有？有一本小册子啊，讲那个四句句啊，是不是白话？就是讲得很白话，可是那个前贤就讲，哎呦，你的白话我们都文言呢。皇后啦，你要写啦，写好再摕来寄来我看卖，看里面写了内容好啊无，然后我甲印出来，所以现在很多书啊都有印出来，其实我们那个永嘉大师、正道哥啊、信心明啊，都是我们讲六祖坛经里面的内容，各位有没有去了解到？就是六祖坛经，它是里面的一段。道清把它写下来，一个字一个字写啦，或许都很感动一字一字写，看着 DVD 然后一个字一个字写，写好了以后寄给后学看，后学说好，这个书面资料对我们帮助很大，我们都看了听了就够了，那个书面资料就可以摆在前面了，我就一直看，可以慢慢领悟我说好，这个帮助大，就印了很多，所以都鼓励我们大家看，主要还是我们要透彻的掌握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你能够掌握了因为这个佛性本体就是成佛，就是成道的一个根源，你摸到这个根就可以成。你没有摸到这个根瞎修行你修了千万生千万世都没行，你哪摸到就行一世修就一世成你看多好这么好复次三安子言真实者即是如来，如来者即是真实，真实者即是虚空，虚空者即是真实，真实者即是佛性，佛性者即是真实。所以佛呢都把那个整个角度把它融合都融合让我们了解说呢这个如来就是真实，就是虚空，就是佛性所以我们要对我们的佛性都能够透彻了解。闻思思虑，有苦有苦因，有苦尽，有苦对如来非苦，乃至非对是故为实，不明为地，虚空佛性亦复如是所以佛呢跟闻思思虑讲说有苦有苦因那个苦因就是集了很多因我们受苦，然后有苦尽就是我们的苦已经尽了那个因果已经了掉了然后有苦对跟苦相对，那么如来非苦我们佛性呢没有苦，乃至非对也没有对是故为实，就是实相
不名为地，虚空佛性呢，也是这个样子，都没有，那个啊，在凡尘生根的，那一个种子。那么苦者有为有乐无乐，这个苦啊有为，就是有所作为，然后呢有乐，这个乐啊就是烦恼，无乐没有快乐。那么如来呢非有为，我们佛性呢，他无所作为，然后呢非有乐，也没有烦恼，湛然安乐，都湛然安乐的。是很深的一种状态，湛然，是实啊，非地，就是实相，不是凡尘啊，这个常在的。文殊师利呢，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说，不颠倒者啊，名为实地。这个不颠倒啊，就是实地。若尔者啊，四谛之中呢，有四倒不，就是苦集灭道啊。这个四谛之中呢，有没有啊四个颠倒？如其有者啊，因何说言无有颠倒？名为实谛。那么一切颠倒啊，不名为实。这个颠倒呢，就不叫实。那么佛呢，就回答。佛告文殊，一切颠倒啊，皆入苦地。所有的颠倒啊，进入啊苦地。如知众生啊，有颠倒心，名为颠倒。我们众生呢，这个心啊颠倒，颠倒啊，就进入啊苦啊，那个受苦。善男子，譬如有人不受父母尊长教次，虽受啊不能随顺修行，如是人等啊，名为颠倒。就讲说有人呢不接受父母尊长的那个教次，教养敕令，改都唔听。虽然他有接受父母尊长那个教导，虽受啊不能随顺修行，就不能呢随着这个真理啊来做。那么如是人等啊，这一种人名为颠倒，他已经呢就是颠倒，现象啊，听话背地里啊都不听。如是颠倒啊，非不是苦，即是苦也。这样的颠倒，表面不是苦啦，可是啊，实际啊，就已经在受苦了。文殊师利言，如佛所说，不虚妄者啊，即是实地；若尔者呢，当知虚妄啊，则非实地。是这样的话，那么虚妄呢，就不是呢，实地。那佛呢就回答：善男子，一切虚妄呢，皆入苦地。所有的虚妄，就是无常变化，这一些假的，全部啊都进入苦地。如有众生欺诳于他，就是欺诳别人，以是因缘堕于地狱、畜生、恶鬼，如是等华，名为虚妄。就是啊，我们众生呢，欺诳于他，我们现在啊，整个凡尘啊，那个诈骗电话，诈骗啊，就是欺诳啦，你就是骗人啊，对不对？用之一种因缘，就会堕入三恶道了。所以我们凡尘啊，你看一些年轻人啊，他去当取款，都是那一种诈骗电话去取款，他不明原因啦，那个啊跟他讲，你去提钱就有偌济酬劳，他想就这么好赚他就赚了，结果啊就被抓，你就是诈骗集团，就被抓，然后就要被关，所以我们了解到我们呢就是要正面啊，正当的职业来生活，
不要那一种不正当的钱，不正当的钱叫邪命。我们的生活啊，假如说来源不正当，那个叫邪命。那邪命的话，你想要成佛，那怎么可能呢？所以一定要正正当当。吃苦没关系啦。我们要了解，或者都讲这个苦没有客观的标准，只有主观的认定。你认为苦啊，不管有钱没钱都苦；你认为快乐啊，不管有钱没钱都快乐。所以那个都是主观的认定啊，是认为你做的很有价值，你这个快乐就有了。那你假如说这个所作所为啊，都是危害到众生，你赚的再多的钱都没用啊，你高兴不起来。只有你高兴，被你广骗的他都哀愁满面啊，那你怎么快乐啊？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啊，就是由我们的内心产生的真正的实际的你能够快乐，我们就体会颜回了。肌肉像单食瓢饮，人不堪其忧啊，回不改其乐。我们就想一想，他那一种生活，住在违章建筑，单食瓢饮，吃的那么少，没东西吃了，营养不良，32岁就死掉了。可是啊，他很快乐，他的快乐不是装给我们看，是实在的快乐。有记载，得一善，前前福音，终身福施，就是这样快乐。可是啊，我们也得一善了嘞，我们快乐吗？快乐啊，真的吗？这个不能骗人嘞，要真的快乐。所以在现实的生活啊，我们要了解到，不管是过得怎么如意啦，一生一转眼就过了。不管过得怎么坎坷啦，一样啊，很快啊也就过了一生。可是当我们一口气不来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回顾我这一生所做的到底有没有价值？我这一生所做的值不值得？一定会自己这个回想。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在凡尘一刹那一生一转眼过了。过去啦，拢过得到什么？到时候真的就只有功德跟罪业了。各位贤贤，我们功德多还罪业多？真的都不敢说功德多了为什么？我们没有利益众生所以要说功德都谈不上。而且六祖又明言，见性是功，平等是德。功德都从自性内觅，从自性里面找了，外面找不到了。所以你有没有平等？有没有见性？你自己知道。你见性了，有功了。你平等了，人与人之间，不管他身份地位，你都看得一样对待。都尊重，这个最难我们都有分别心那个有钱的有地位的我们就很敬仰很尊敬那个拢无半行的你讲要甲尊敬什么尊敬不起来自然就会这样所以我们能够尊重别人叫做供养之佛。因为众生都是佛啦，你尊重他，你就是供养他。我们呢毁谤众生就是毁谤之佛，众生就是佛，我们把他讲坏话，是不是毁谤之佛？我们也不知道嘞，拢唔知道这个道理，
讲吼，伊个众生哦，伊个来做佛，哦，我早就做佛啦，是不是调得不起？哦，看人袂起啊，哦，讲哦，伊若做佛咯，哦，我早就做佛啦，哦，所以唔通安尼，咱啊马嘛有一部读，对不？六祖就讲，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没意智，所以不要瞧人不起，都是平等，我们也都尊重，都尊重他。所以啊，我们在做人的应对此事啊，我们能够尊重，这样呢别人也会尊重我们，互相之间就不会有很多的摩擦产生，祥和啊，就已经在生活之中，已经就都很祥和，所以不用另外去求去找。我们修道都是当下的，唔免讲听啊，我食老再来啊，今嘛少年今来趁钱，食老再来修道，不是这样，是同时的，你在生活的当下，你就是在修道，你已经就是在累积呀，所有的德，已经在做了。那我们生活之中都已经有建立了非常正确的观念，观念都正确，我们行为自然正确了。最怕观念偏了，我们行为就会偏。所以啊，我们要学习正确的观念，正知正见，众生的知见不要了。我们因为众生知见害我们六道轮回，苦不苦啊？就是众生之见害的啦。我们假如说用佛知佛见都没有啦，可是啊，我们都不用，用佛知佛见拢会用欺负啊，会不会？那个是含量够了所以我们要了解到，你含量够的时候，不是说被人欺负，而是我们含量够，要像老子是这样，度大能容，了却人间多少事，满腔欢喜呀，笑开天下古今愁，都没事了，可是啊，我们呢稍微一点点要计较，所以啊，很多就讲咱拢鸡啊等鸟啊多，鸡啊等鸟都很小，对不对？没有办法像老子师那样的这个宽广，所以啊或许都讲，你看我们不是要端庄吗？你看我们老子师献给我们看的，有没有端庄？穿拢无好势，哪有端庄？我们穿得很端庄，可是心地都很差啦。老子是穿得很邋遢心地就是最好，给我们看呢，给我们笑话，安尼穿甲啪里啪里。不过心拢无啊，所以就是要了解到，最重要啊就是在心，你的心啊是慈悲喜舍，你的心是宽广无量，你看那样就可以利益多少众生，可是我们都没有啊，这个没有学的别的啦，计较最会了。计较上熬，别项拢无学啦。这个学这个计较开始来，开始计较，迄上熬，成就有没有很大？迄个计较拢没成就啦。所以不要计较，要知道没有分别，才能够证悟到佛。
所以佛就跟文殊菩萨讲说呢，这个一切的颠倒啊，皆进入那个苦地啊，因为我们人呐不受父母增长的教赐啊，虽然有听可是不能够随顺修行。那么如是人等啊，名为颠倒。那么如是颠倒啊，非不是苦，即是苦也。已经呢是苦，就是苦了。所以我们要知道呢，不能够呢这个骗人。文殊师利言：如佛所说，不虚妄者啊，即是实地。若尔者，当知虚空呢，则非实地。那个虚空啊，不是实地。那么佛就回答：善男子，一切虚妄皆入苦地。若有众生呢，欺广于他，以是因缘，堕于三恶道。如是等华，名为虚妄。如是虚妄，非不是苦啊，即是苦也。所以啊，我们了解说现在在诈骗完成骗了过来10万，过来8万，赢啊欢喜啊要死，没欢喜啦。利息啊本钱拢爱害，害你甲过来生过来世，拢变做精神啊。我拢讲你若出世做鸡，即马鸡瘟啦，抬了了。你出世做鸡也未害到济，先甲你抬死。你已经得鸡瘟，先抬死。即马搁来出世啊，搁拄到鸡瘟，搁抬死。你这拢也未害，已经几啊世经过啊，有苦无？本来讲要来害300-400块一台鸡的迄性命害咧300-400，结果我拢无害着，往后移啦，毋是讲你无害着，拢免害啊，害，迄天地拢甲你算好好咧。你即马无害，佮往后挪，佮以后再来害，同款爱害，若去出世做拄3-4千啦，一届的时阵一世人，出世做牛就较济啦，2-3万，嗰时拢真爱去讲牛啦，安那，迄较早阮做囡仔迄拢种甘蔗，互人拖，互回社帮，迄有够戆。然后迄牛车若拖甘蔗，我拢去偷抽，创啥？抽出来食啦。迄抽出来食免钱啊，拢推出来食。迄牛车咧拖迄个赶牛的啊，牙牛边啊迄安尼载一车满啊牛都爱拖。即摆行了慢伊就甲顺，甲牛甲顺，伊就行较紧的我就咧想讲这牛体积遐大，力都遐大，迄人都迄人体积较细，人嘛细，牛力较大，伊即摆若要甲顺我讲迄牛的骹甲踢去，你甲我顺。你都要较细汉嘞，安尼好，你搁甲我输，谁会赢？牛我讲有够戆嘞，人若甲你输嘞，你就行较紧嘞，即马搁输嘞，你搁行较紧嘞，所以为什么伊轻互人输，搁安尼听话？害济啦，伊咧害济，我都欠人济啊就爱害，所以认命啦，认命，所以这认命就真要紧啦，伊真认命，就安尼直害，害甲拖袂叮当啊掠去杀啦，我嘛咧讲迄牛我那毋是讲真戆啊，要甲卖去杀伊嘛知影目屎直直流啦，目屎直直流，嘛共我拢牵伊迄牛仔场去杀，
直直流，嘛共款风安尼抬死，你若去看咧抬牛啊，先啊降分去，然后才抬。真的，你若敢食心肝有够硬真的是，我拢咧想，迄句啊，若要甲你卖去抬共款看啥物人要来甲你抬，你卡甲卡哩，看谁较赢，伊拢毋呢，伊就拢好啦，我就拢欠人爱害人啊，好啦，互你抬啊，我就害偌济去啊。你看我们不要欠人啦，天地之间没有说你欠人不用还的啦，无遐好，绝对爱还，一命害一命，欠钱就要还，无法度用钱还，我用性命来还，绝对还，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完成了，好好生活啦，我们可以回归本位。那假如说我们赚一寡遐侥幸钱都要失掉了，迄种侥幸啊。声闻缘觉，知佛是真，远离不行。如是希望呢，知佛二圣所断除故故名实地。迄个声闻就是阿罗汉，缘觉就是必知佛。知佛是真远离不行。就是远离这些虚妄。不行欺诳众生，都不做这一些事。所以如是的虚妄知佛二圣所断。都断除这一些欺诳众生虚诳希望的事全部呢都断除。所以故名实地。这个呢就是实地。那么闻是师利言，如佛所说，大圣是实地者，当知声闻必知佛。佛圣则为不实。这个文师呢就问佛说呢，佛所说的大圣是实地，那么声闻必知佛呢，他们就是二圣就是小圣。那么佛就回答：闻师师利，彼二圣者一实不实。也是呢，这个实地它也不是实地。声闻缘觉断烦恼，断知烦恼。则名为实。无常不住是变异法，名为不实。所以佛就讲说他们二圣那个阿罗汉呢跟必知佛也是实也不实。因为他们呢断知烦恼，能够断烦恼就称为实。可是他们无常不住，就是变化。这一些变异法呢，就名为不实。就是他们还在无常变化之中。那么闻是师利言，若佛所说名为实者，当知魔说则为不实。这个佛说是实，魔呢就是不实。是真如魔所说圣地设不。那个魔所讲的我们的圣地有没有收摄它？那么佛就回答：闻是师利，魔所说者二谛所摄，就是那个声闻缘觉所摄持。所谓的苦集这个苦集，凡是一切辉华辉绿不能令入而得利益。不能令人没有办法给我们人得到利益中路先说亦无有人见苦断集。因为苦就是果报，集呢就是原因。我们集了很多的原因才会受苦。所以见苦就断集，然后正昧修道。那个极昧就是已经到达目的了，
你要到目的啊，要修道，是名虚妄，如是虚妄啊，名为魔说啦。所以这个是小乘法，是方便法门呐。佛呢开始也是从方便法门说起，可是后来要进入涅槃呐，就讲这一些呀，都是魔说。那么文师师利呀，就讲如佛所说一道清净，无有二者啊。知外道等亦复说言，偶有一道清净无二。若言一道是实地者，以彼外道啊有何差别？若无差别，不应说言一道清净。所以这个就很重要了。外道也说一道清净，然后佛也说一道清净。那么佛就回答：善男子，知外道等有苦集地啊，无灭道地。有苦集，没有灭道。宜非灭中而生灭想，宜非道中而生道想。那个非灭还没有到极灭啊，他就想我已经到了。宜非道呢，没有在修道之中，他说我已经修道了。宜非果中而生果想，我已经得到果位了。宜非因中而生因想，以是义故啊，彼无一道清净无二。所以啊，这个魔他没有，没有一道，一道啊就是最上圣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个才叫一道。那么文师师利言，如佛所说，有常有我有乐有净，是实义者，之外道等，亦说言知行无常，云何是常？可意啊，不可意。知业啊，道等受啊，不思等。受不思故。若言知行无常，而作业者，以此以灭。随复以彼啊，受果报乎？所以这个文师讲的是外道有说的，然后呢，又把它呢提出来，问佛。那佛就回答：善男子，若有沙门婆罗门，有常有乐有净有我者，是非沙门婆罗门。何以故？迷以生死啊！离一切智大导师故。已经离开了那个一切智，或者就讲这个一切智啊，那个大导师啊，那个是非常高的程度了。各位都还记得吗？一切智啊，所以那个是无所谓啊。第一个佛就讲我是一切智者，他讲那一句话或者就讲你问他你问这个讲我是一切智者，你跟他说我9万年前我生在哪个地方然后出生活到几岁，有没有结婚生几个孩子在哪个地方生活，他都能够回答，他才可以讲我是一切智者。我们不要说9万年前我们说这个9生之前就好了，不要说9生了，我们说前一生就好了。前一生我在哪里？我生在凡尘有几岁？有没有结婚生几个孩子？请他说。所以那个我是一切智者啊，你就要全部知道了。所以叫做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全部都知晓，知道晓得。你看容不容易？或者说这个有够困难你要全部知道的话，那为什么他能够这样？就是证悟了那个一证悟了以后，我们就是了解到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是充塞整个宇宙虚空，
整个宇宙虚空都是我的佛性，所以我的佛性是不是了了分明？了了分明不管是以往，不管是以后，一样都了了分明。所以你要问他之前之后所有的状态，他都从性分里面回答你，从他的本性里面回答出来，不是从现象，是从他本性，因为所有的一切都在他的性分里面，性分里面就是整个宇宙虚空，所以这个状态我们要不要努力？就是真的要努力。你努力了进入这个法身，法身就是整个宇宙虚空，然后整个宇宙虚空就全部都是你的佛性，当然你什么都知道了。说今天还有很多问题，我们留15分钟呢提问。李讲师这边有一些问。好，请说。有一次做万缘放下时，被突然来的声音吓一跳，看见眼前有圆形状，中间白色的东西，但周边带有绿色，不知是代表，不是这是什么东西？绿是代表邪气吗？或者重新讲一下。好。有一次做万缘放下时，被突然来的声音吓一跳，眼前看到圆形状，中间有白色的东西出现，周边带有绿色，不知这是什么情景？绿色是代表邪气吗？好，所以我们这个做前面都还可以啦，做万缘放下，然后突然遇到很大的声响，这个时候就是考验了，你到底有没有在做万缘放下？你遇到很大的声响，一样要把这个声响放下，然后你不要去管什么样的现象呈现，你要把这个现象放下。你说这个白色是冬天，绿色是春天，你看你的心有没有缘？有没有万缘放下？所以这个就已经违背他要做万缘放下的初衷。所以你要了解到，当你在做万缘放下，假如说遇到有很大的声响，这个是要考验你的定力，你有没有受它影响？你有没有心动？你有没有持续在做万缘放下？就很重要了。所以你不要去管说有很大声响，我已经受它影响了，那你就没有做万缘放下了。然后又白色的是冬天，绿色的是春天，那接着呢，还有很多现象呈现你要用什么样的心来对待这一些现象？当然又是缘了。你要做万缘放下呢，怎么又攀了这么多缘？所以他没有抓到要做万缘放下的那个重点所在。好了，再下一个。做万缘放下时，又要以佛性入空间，这不是又起缘了吗？如慢慢引动也是动或许引动了也有成功的感觉，但不知对不对？错，错。所以做万缘放下我们都一直在讲，什么都不要想因为你想都是妄。你既然都攀妄，
那真它呢，当然就显不出来。所以一定要放，万言都是万妄，万都是妄，你要把妄都尽了，真才显。你妄都不放啊，真哪会显？所以记得，万言放下的时候啊，什么都不能去攀岩，什么都不能想，那个才正确。还有吗？还有其他学姐问说，人的灵魂是什么状态？与灵魂出窍有一样吗？这个问的倒是比较接近了我们生活啦。各位学姐，灵魂是什么状态？灵魂有状态吗？所以我们要了解到，灵魂是没有形象的。我们的佛性也一样没有形象。可是灵魂跟我们吃窍我们要了解到，那个吃窍也是妄心呐，那个不真。可是我们都很希望灵魂能够吃窍。我们要了解到那个你要追求那个灵魂吃窍。我写诗听老千讲了，并没有自己本身做他说只要你100天。你100天你什么都不要想然后你100天以后你灵魂就可以出窍了。可是或许在后天庙不是这样不是说这个什么都不想了以后灵魂就出窍。我那个时候倒是比较单纯，是小孩子嘛，小孩子在顾庙顾庙。然后庙有300坪啦，300坪，那300坪只有我一个人在顾又没有门，庙又没有门，然后庙里面有东西呀，真正的你小偷要进来偷，他就偷走了啊。然后我一个人顾不了那么多了，所以我就异想天开，后来提电狗的好啊。我就跑到庙顶看下来这样就周围我都看得到结果我就看到人家在偷剪花，因为我们那个庙的旁边花田是人家种花在卖那个时候民国几年，大概60年左右，那个一只剑兰咱起码都拢看捌买。一支剑兰你假如说吃1食5一支12块，然后普通的时候一支2角，因为那个时候钱真大意那个钱较那个用几角就会当买所以你到那个吃1食5人家就会去偷捡。为什么？那就贵一支12块，你若一支2角就拢买对吧来买，反正真俗嘛2角尔，即马2角买无啦，20块都二买那个剑兰，然后有种很多的一些玫瑰一些就是吃1食5在用的那一些花所以或者在那个庙的屋顶个屋顶的空间啦，在天顶，然后咧看，咧偷晚花啦，咧偷咖花，要不要去报警啊？那个时候倒没有那个心啦，单纯。那个时候囡仔袂去想讲要去报警察来抓，咧想讲迄个嘛为着要升级才会去偷咖花，咖一区花田遐大，无看伊几支啦。做会去加，像那个种花的就是庙里面跟我讲你庙若要插，家己去加。导师有跟我说，你若爱家己去加，我从来拢唔捌去加，我要爱我甲买，他辛辛苦苦种的我们要付出代价，所以我们了解说。灵魂是没有形象的，
可是你能够离开身体呀，那是或许就讲专一，你很专注到一的状态，你就可以离开你的这个身体。可是我们要了解到了，起码这个虚空之间不是五度空间嘛？魑魅魍魉拢伫边仔伫咧等，看你什么时阵要出去，听下你出去我再来，我来甲你讲咧，无你转来，看你要安怎，你转来又赶袂出去，你要怎么办？你就没办法了。你该点啊拍嘛拍袂赢伊啦，伊比你较强，所以家己要顾好啦，唔通互人来讲，这是我的，伊若要来讲，这是我的，虽然四大家是天地的啦，我即马我咧用，我的，是我的，好我甲用，袂使互人讲，所以要了解到。灵魂啊，为什么讲魂？那个魂啊，就是云鬼，就是我们讲的鬼啊，就是魂。那假如说我们修道，我们不说魂，我们说性。你看性就是已经心立心生了。那魂就是鬼，云鬼，我们说的鬼，那就是要走入地狱，所以我们比较详细说的话，灵魂就是我们的四神，灵性就是我们元神，还能分得清没？还有吗？还有，这是用楞严里面的一段，有贤贤问说：云何二种？阿难，一者无始生死根本，则如今者。与诸众生用贪缘心为自信者，二者无始菩提涅槃，缘心见体，则如今者是经缘理，能生诸缘，缘所依者，由诸众生以此本名，虽终日行而不自觉，广入诸趣。佛在楞严经真心只有二处：一唯心与目今何所在？二如目可见，以何为心？请刘讲师讲解。这个是我们上楞严经的时候里面很重要的一段那个释迦牟尼佛跟阿难讲，说我们我们众生把我们日常所用的这一些生灭无常变化的，我们把它当成我们真心用这个妄的心我们一直六道轮回，然后我们又不知道，把那个我们常住那个真心，我们都遗失了，不要，我们不要它，所以佛说我们众生真的颠倒，很可怜真的不要，都用妄的，然后用妄的要六道轮回，用真的我们可以进入佛菩萨，这个就是在讲这个，这一段蛮重要，所以各位家里有没有楞严经？回去你再看一看，非常重要的这一段，就是两种，一种是生死根本，一种是菩提涅槃。就是我们能够成仙做佛的根本，这两种。那真心真的只有两个地方这个就讲唯心以目今何所在？就是你认为的心伫倒位？你跟我讲伫倒位？你如目可见以何为心？你把什么样当成你的心？就只有这两个地方真心剩下都是破除，破那个地方所在比如说心在身内，在身外，然后机在眼根，那个都是地方所在。佛说那个都不是真真正的真心就是那个唯心以目今何所在，心里都一样。
如目可见以何为心？这个才是真正的在问我们的真心到底是在哪里？我们眼睛可以看见以什么为心？各位先生，我们眼睛可以看见以什么为心？所以这个有一点大哉问，问的就是蛮重要的所以我们眼睛可以看万象万事，我们把什么当作我们的心？这个就很重要了。因为我们都是以我们眼睛看到，把眼睛看到的产生的跟成相对的事当成心那个是属于生灭。所以我们研究了以后知道说我们的佛性借着眼根看到万象，是佛性佛性借着眼根看到万象，不是眼睛看，是佛性看先了解吗？是我们的佛性在看，不是眼睛在看所以我们假如说能够把六根都回归到佛性，佛性在听，佛性在闻，佛性在吃东西知道味道，佛性知道外境的一切感触，都是佛性。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正确了，就不偏了啦。不是我们六根它各自产生作用。这样了解吗？了解吗？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前贤，大家好。不学占道天师的老千千大德，以及感谢各位前贤给或学机会学讲。我们今天手上有外本《大乘金刚经论》，就是讲解那个详细里面的意思。还有一篇那个上个礼拜是在台北讲，那有前贤就说那个是成佛之路啦，已经把它烧成 CD， 希望各位能够拿回去听，也都或者听了都是时常讲的啦，要把它集中在一起。有150片所以希望各位都拿。那我们就开始讲这个涅槃经。我们讲到第几页？42页左边中间。11。佛言的下一行。迷以生死，刚好在中间。那个何以故迷以生死离一切智大导师如是沙门婆罗门等沉默知欲善法雷神就是我们迷在凡尘的生死，就是迷在现象现象生死，没有进入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么离开一切有智慧的大导师就是已经离开那个佛。那么如是的沙门就是修道人婆罗门等就沉没在我们生活上的欲望沉没在知欲知就是很多，沉没在欲望里面。那善法就很弱就已经一直
审思没有这个善法，不累积啊这个善，是之外道啊，续在这个贪欲啊、嗔恚痴欲，这个就是绑在贪嗔痴啊，堪忍爱欲故啊，就是在凡尘的这一些现象啊，生活，然后对啊这一些物质有形有相的呢，都很贪恋。那么是之外道啊，虽知业果，自作自受，而犹不能啊，远离恶法，所以这一些这个外道，道之外就是心外起法，叫做外道。虽然知道这个业果，都是自作自受，自己去做，自己要接受果报，而犹不能远离恶法。所以我们凡尘呢，众生呢都是这样，知道不好，可是都会做。他做了，在接受果报的时候才埋怨说为什么都是他在接受这一些不好的，不知道因是自己种的所以要远离恶法。我们先呢不种因就不会受苦那么是之外道非是正法正命自佛所以那个正法正命就是那个来源，生活的来源都是正确没有走偏那个才正法正命何以故？无智慧佛不能消故。所以没有智慧，所以我们在生活之中呢，都要把智慧启发用我们的智慧来指导我们的言行动作这样呢都符合于理不造业，不受苦。那等我们全部这个生活之中呢，都有智慧就呢能够消化我们所有的该有的那一些福报都能够消化。那么是之外道虽欲贪着上妙的五欲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上妙五欲就是我们在身体的感官享受了就是眼耳鼻舌身所产生的那个欲望我们在凡尘可以说呢，这个很多社会人士追求就是五欲就是从身体产生的快乐我们眼耳鼻舌身对着外面的色声香味触然后所产生的那一种快乐，是我们呢凡人最喜欢的。那么贫以善法，对这个善法很贫穷，都没有去行持善法，没有做不勤修不勤修这个善法。是之外道呢虽欲往至正解脱中，而持戒逐不成就这个虽要一直希望呢走进解脱道之中，可是因为他自己本身的生活一些戒律那个持戒都不成就都没有办法持守那个持那个戒律，不持守戒律就没有办法进入解脱。是之外道虽欲求乐，而不能求乐因缘故要求这个快乐，可是那个快的因他都没有种所以那个乐的缘没有，所以他没有办法求到快乐那个事情呈现。是之外道呢虽复憎恶一切之苦虽然很讨厌所有凡尘的苦我们在凡尘生活那个所有的遭遇一切都是属于苦我们众生呢在苦海之中，
然其所行未能远离啊，知苦因也。就是所作所为啊，都是种那个苦的因缘。要不受苦啊，那才奇怪了。种苦的因啊，一定呢受苦的果报。是之外道虽为四大，就是我们身体呀虽有风土这个四大毒蛇所缠，游行幻意呀。就是知道我们身体啊，虽有风土，这个所有风土啊，就是天地的物质。那因为啊有形有相，在我们身上，那这个身上的这个整个啊所有风土啊，他所希望所贪欲的啊，都是呢好像那个毒蛇缠绕一样所以啊，要了解说，我们要请佛性本体呀出来当家，不能给我们的身体呀六根呢当家这样呢就呢不会啊被这个四大呢这个左右会被四大影响。那么外道知道呢四大缠绕有形晃意。晃意在我们现在的文史来讲叫晃事就是不收敛自己的精神，不收敛自己的行为晃事。那不能谨慎我们谨慎呢就不会造业。那么是指外道无明所护远离善友就是外道呢被无明所护盖远离这个善友我们要了解说这个善友很有关系。年轻一代的尤其在念书到初中、高中最怕去交到恶友他很乖巧的一个孩子，你只要交到那个坏的朋友那一生都完蛋。他整个人生就走入黑暗。所以那个阶段这个长辈最要注意，绝对不能给他交到坏朋友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坏朋友在旁边呢，起心动念都是那个坏的念头。那坏的念头我们听久多多少少会付诸于行动了。只要你有一个起头，就会变得习惯了。这样就没救了。所以我们呢这个在那个年轻那个阶段一定要关心要用爱心来这个引导他走正确的道路。所以要结交这个善友。所以假如说能够接近我们道场所举办的一些读经班那个更理想都是大家都是一心向上这个就算是善友所以被无明所覆盖就远离善友那远离善友呢就无明都一直呈现。那么乐在三界就不想脱离这个苦海。那么无常是啦这个无常变化非常的热切一直都在无常变化大佛之中呢而不能出我们凡尘这个苦海这个在大海之中，可是那个无常自然呢好像大火我们在大火之中，所以众生呢都是在水深火热这一种生活之中呢不能离开。所以我们一走路修道，真的了解到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然后从佛性本体这个出发整个就没有苦了都是乐都是非常的快乐。那么是之外道意之烦恼难愈之病呢，而复不求大致良医说这个外道虽然遇到
这个烦恼很难啊去这个治疗很难啊会病好这一种病，可是他又呢不求大智的良医呀，不求那个善知识来这个引导。是之外道呢荒淫未成当设无边啊显眼之路，而不知以善法之良而自庄也。所以啊这个荒淫这个未来当设无边的显眼之路未来呢有非常远非常危险那一种道路不知道呢用这个善法的资粮你有善法呢这一些呢很危险很远的道路呢你就可以很平安的这个走过度过所以这边呢就讲说不知以善法之良而自庄也我们有这个善法之良呢就可以度过呢危险的一些境况。是之外道常为隐喻这个灾毒所害而反抱持呢五欲双毒所以常呢被这个隐喻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众生呢就是从隐喻呢而证生命我们都是从隐喻而来，所以要看清认识这个隐喻就是要清楚的知道为什么这一种会这个让我们在凡尘受苦在凡尘现象就是因为有这个隐喻隐喻呢这个灾毒，反而呢抱持五欲就是身体方面的那一种刺激感官的刺激，所以呢五欲双毒就是这个毒害就是害我们的。是之外道呢嗔恚炽盛就是那个嗔心就是很大很兴盛，而复呢反更亲近恶友又亲近这个恶友这个已经呢嗔恚就已经偏离我们佛性了。是之外道呢常为无明之所护蔽而反推求邪恶之法这个时候每况愈下，越来就越不理想，过得也更苦。是之外道呢常为邪见之所狂惑，所以我们了解到说这个邪见不正确的见解，我们都是因为不正确的见解，所以我们才当众生假如说我们的见解都是正确我们都成佛了，都已经是佛了因为见解不正确常为呢这个邪见所狂惑被他欺骗迷惑，反而于中呢生亲善想这个邪见我们生亲善所以这个就越来真的越不理想了。是之外道吸食甘果而种苦子要吃呢那个甘很甜的果实种的却都是苦的那个种子那个苦的种子一种就是苦果呈现。是之外道以处烦恼暗示之中，而反远离大智具免就是外道呢已经处在烦恼暗示之中所以我们众生都是处在烦恼的那一种状况而反远离大智具免就是
这个有智慧的那个人，那个呢是大智具明，他呢这个一讲出来以后，让我们都可以走上光明的坦途，所以我们了解说，处在烦恼之中呢，是我们众生一般的现象。那我们要研究道理知道说烦恼的来源是我们自己把它生发，我们又进入烦恼的内容，然后自己烦恼，所以或许说我们到底是很聪明的还是很笨？知道烦恼就不要生嘛，生了烦恼我们可以反过来看那个生烦恼的是谁？为什么生烦恼让我烦恼？不要进入烦恼的内容，内容都不要管它了，那个烦恼都是多余的啦，可以都不要，所以我们有这一种这个智慧的话，就等于是那个点很亮的光明的灯就可以照明一切的黑暗。是知外道患烦恼渴而复呢还饮知欲咸水得咧烦恼咧真脆大个啉知欲就是那个欲望很强那个咸水那个很渴的时候要喝清水啦，不要喝咸水咸水越喝越渴愈啉愈脆大所以呢这个我们要有那个智慧。是知外道呢漂泊生死无边的大河，而复远离无上的传师那个无上传师呢就是佛了已经漂没在生死无边的大河，在苦海之中飘溺又远离那个大船你没有这个船渡到彼岸都是在苦海之中。是知外道呢迷惑颠倒，言知行常，知行肉肠无有是处。这个行知行就是千流之意一体千变流这个千变一直流化为生之因缘，千流三世之有为法其法事多呢所以叫做知行就是千流一直变化。三男子我观知行呢悉皆无常完成所有一切变化都是无常。那么因何知也要如何知道呢？以因缘故就是因缘因缘汇合才会呈现可是很快又过去了因缘消灭就没有了。若有知法从缘生者则知无常。假如说那个法是从因缘从缘所生的，就可以知道它一定无常，一定变化。那么是知外道呢无有一法不从缘生所有的法都是从缘生。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在凡尘所有的万法呢都是从缘产生，包括我们各位前贤，我们是不是从缘产生？是都是从缘因缘然后产生假如说没有这个因缘没有缘的话我们不会再完成现象。三男子佛性呢无生无灭无去无来我们的佛性它没有生也不会灭，也没有去也没有来没有。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佛性非常的这个广大叫做摩诃整个空间都是我们佛性我们佛性非常的大
非常的广泛，它没有来也没有去，没有来去啦，有来有去是我们的身体啦，佛性没有，佛性呢都如如不动，常住不迁，所以或者都一直在跟我们讲，我们的佛性如如不动，如何知道呢？就是从我们那个照相机的原理来知道。假如说呢，我们有玩过照相机的人，你在按快门的那一刹那，绝对不可以晃动。那个时候你一晃动洗出来的相片一定模糊不清。那从这个原理我们就知道，假如说我们佛性是在玄关，那我们玄关时常都在动，那一定看到的景象都模糊不清啦。那为什么我们转得蛮快也看得很清呢？就是佛性不动，动的是身体，佛性如如不动，所以你看的现象都很清晰。那我们要了解到整个虚空都是佛性，佛性非常广泛。那我们一般我们像听到这个外面所讲，他都会讲万法皆空啦，后面就不加了。那或者说万法皆空，空性即是佛性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研究了以后已经把佛性都整个延伸到整个虚空，整个虚空都是佛性所以如如不动，常住不迁，不用搬家啦，不用带来带去啦，你哪个地方都有，纵然超出我们太阳系到外太空也有我们的佛性也有，我们佛性也在外太空，非常广泛真的不是我们可以想象，因为我们都没有研究不知道我们佛性是那么的宽广那么的奥妙它虚空无相，我们佛性没有形象，不拒绝知相发挥，只要你要生发，它都让你生发，不会指导不会拒绝，因为我们佛性长远都在，永远那我们生发的万象万事它都很短暂像我们这个房子水泥的寿命才100年它让这个呈现，这个也是所有风土忌讳然后呈现，100年就风化100年就变微柔了要打掉，要重盖，所以我们要了解到那个知相都是很短暂你一消失了，你所有相消失了，到哪里去回到我们佛性本体回来所以我们佛性本体没有形象，可是不拒绝知相发挥，所有万象都从佛性出来所以一定要知道我们刚开始修道就要先了解说相都是假的，先让我们不住相，我们能够离相的就是佛所以很简单离相名佛，只要你离相，你不住相，你就是佛。为什么？自由自在我们一住相了就把心束缚，改绑死去你都不住相自由自在自由自在恢复到我们那个心的状态，我们心就是这样它是自由自在逍遥无边的我们都平常没有研究了，我们都会把心局限在一个小格局里面，然后我们就久了就会形成忧郁症你假如说很宽广忧郁从哪里来没有，它绝对不会有忧郁。为什么？因为我们佛性里面非常的奥妙它呢虽然说没有形象，可是所有的相
都离不开它。所以我们刚开始啊，万象都是假的，不要住相，不要住相。到最后的时候，我们研究到万象都是现，万象都是佛性所以你看已经都不同角度了。你假如说刚开始修道，跟你讲万象都是佛性，那我们修不成道了。为什么？住在相里面已经死掉了。我们住相啊，心啊不灵活，已经在小的地方。那我们都不住相，心才能够宽广啊。心很宽广超越整个现象那超越整个现象，没有烦恼。我们这烦恼啊，从住相来，住相的才有烦恼各位就可以想象，当你烦恼的时候啊你检视一下这个烦恼从哪里来，你会发现从住相而来。只要你相都不住了，没有了，烦恼消失了所以啊，我们要生活之中要用智慧，要用般若要用我们佛性本身所具备的般若来生活。那这样的话，生活之中每一项每一事啊都符合真理，业都不长，业因都不重，怎么有苦果呢？没有那个时候啊我要来吃苦，我要吃苦，没有苦让你吃啦你现在一直种一直种苦因一直种一直种我不要受苦，我不要受苦，可为了那个是从自己心地做起。所以或许都一直强调要明心见性明心见性才可以成佛那我们先从日常生活的心了解，那个我们也要用那个是实语世心生灭的心这个心我们知道是我们佛性的功能作用你也要让它发挥知道说这个功能作用一用了这一次用了它就没去消失了。可是我们佛性本体已经启发，会摄用又归体，归到佛性本体回来所以你再用又有了就这样可以没完没了的啦，用的不会完的啦。我们佛性无量无边。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说很多的这一些理我们平常都没有接近没有接近，没有研究我们就跟随以往所留下来的一些那一些呢去生活就免不了就又被这个现象绑住了就走入六道轮回不知不觉所以我们就是要在生活之中呢全部都是要了解。所以佛性没有生也不会灭，无来无去所以我们就了解到说，我们生呢从哪里来？无所从来。我们死到哪里去？对，无去的所在啦，来嘛无来的所在。那我们从这个话来讲，没有来的地方，也没有去的地方，是不是都在当下？不管是来，不管是去，都是在当下。所以当下我们就了解到具备万万年。所以我们要活在当下，当下已经呢没有过去没有未来，没有现在，没有，全部呢都是佛性本体，已经是佛性本体了，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了解这个我们佛性呢没有来也没有去，那么非过去非未来，非现在我们的佛性呢不是过去，也不是未来，也不是现在。各位浅显，不是过去不是未来，不是现在，是什么？
还不错。非因所作，非无因作，非作者。所以佛又详细的说，我们的佛性本体非因所作，没有因没有原因作，然后非无因作，拢无因，嘛唔对啦，非因非无因，就把两边都标示出来，两边呢都不对。那么非作非作者，无咧做嘛无迄个做的人，拢无，非相非无相，没有相，但是也不是无相，这样了解吗？很奥妙了我们佛性没有形象，可是你说没有形象，我们不是有一个了了分明的知觉吗？有没有？有。那个是不是相？在佛经来讲，这个就是相。我们了了分明的知觉性就是相，就已经落入相。所以它不是没有形象，只是这个相超越我们生灭的它实以不生不灭，不生不灭的相。而我们要从文字，有时候我们要活用说没有形象就是什么都没有，有时候它是有像说我们语言各位浅显，语言有没有相？对，语言有相，就是语言相。所以文字有没有相？有相，文字相，语言相，所以这个都是相。那我们有时候注相，注在语言，注在文字注不注相？最明显的，假如说我们跟人家在吵架，哎呀，你就像猪，是不是像语言对不对？我们对号入座了，会怎么样？很生气，我是人呢，怎么变成猪对不对？所以要了解到，文字语言都是相，虽然它没有说很明显的用形象表现出来，可是它已经就是了。在这个佛经来讲，它就已经了是相。所以非相呢，非无相。那么非有名非无名。我们要知道说，我们讲佛性是一种勉强而说了因为要让我们了解所以用一个名称本来它就没有名了没有名，我们就很难去这个让大家能够了解知道，所以就用假名说非有名非无名所以名都是假的。像各位手上拿那个大圣金刚经论开头的时候我们佛老师讲序言，他就讲道本无言，有没有？然后非言不显然后这个言无以名，言有不达，道无以名就是你讲的没有很详细的话，这个道就没有办法了解了。虽然道没有语言，可是还要借着语言来说了所以就是这个意思。那么非色非名，非名呢非色我们佛性呢不是名也不是色，非长非短非阴界日阴呢就是五阴，界呢就是18界，路呢就是12路或是呢我们那个6路所以阴界路它就用简单的来说之所摄除不是呢五阴18界12路所摄除是故名常因为佛性
那一些都没有办法把它摄受，所以它常住不迁，如如不动。我们佛性是如如不动，所以哪一天我们都体会我们的佛性都如如不动，都常住不迁，都永远在，都没有变化，那你就叫悟道了。悟到了没？悟到了。所以一定要悟到这个最亲切的我们可以知道、可以领悟的这个整个呢就在我们身上。善男子，佛性呢即是如来，我们的佛性就是如来，我们呢就是如来，就是佛，如来呢即是法，法即是常，所以我们了解释迦牟尼佛又把佛法身又把它连在一起，就是佛性呢就是如来，如来就是法。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就是我们佛性，就是最高的修持法门。那么法即是常，它呢不会变化。善男子，常者即是如来，又把它呢反过来说，常呢能够永远都在。那个就是如来，那么如来即是生，因为从生修成，成如来，所以如来即是生，生呢即是常，所以佛法生它就是一体的，那我们求道我们都把三宝把它分成三个了，所以各位有没有看三宝？有没有了解？好像我们求道那么久，哎呦，那一个今嘛在怎样对不对？就是我们老师都一直说，那也没人安尼讲，佛法身就是一体，佛就是玄关窍，法就是五字真经，五字真言，生就是合同，跟道合了，同了合同，所以佛法身就在身上，不是说要用三个了，是一个，佛法身是一个，而且就在身上，就在日常生活之中，都是佛法身。所以往后各位都会上台讲三宝，就要这样讲，可以多拿一点然后自己背熟一点不熟的话你讲也给听的人也一本，所以你也看着就是这个意思佛法身就是要按照这样讲不是说这个一手玄关口念五字真经手抱合同在拜殿安尼叫这三宝咱就不是拢爱去别个遐那奥妙到哪里去了？殊胜的都一样，所以要知道它的最殊胜就在身上，而且又是一体。佛玄关窍，法五字真言，身合同，就在身上。所以你看那个收的那个是一个台北一个前贤前后贤都到他的佛堂去讲，我说不要啦，人家会诽谤。他说好啦，阮求到这久拢唔知。或者在北部有讲2次一次是比较早期在浩德讲。一次呢就是那个前贤前后贤去讲，他后来这一次就有前贤把它变成文字就印出来，大家都可以看到，那个讲的因为有牵涉到不泄露天机所以就没有流传，就用文字用文字来我们来意会。你能够意会了你把它呢整个能够传送
所得到殊胜就是这样，就在你的身上已经连在一起。你生活之中就用三宝，三宝在生活都用，都已经在用。不要等到说我有灾难了，赶快用三宝，来不及了。了解意思吗？那个来不及了，车子已经撞上来了，没有啊，今天我来用三宝。你已经都在用了，车子撞上来你就应对了。灾难过去了，没有了。所以要知道说，我们要在日常生活之中用，很亲切。以是义故啊，从因生华，不名为常。假如说从因有缘生出来的万象万事啊，那个呢都一定是无常，它不会常。是指外道呢，不有一法不从因生啊。所以啊，我们了解说，这个外道啊，所有的万法都从因，然后遇到缘，因缘汇合，然后产生，都从因生。善男子，是指外道啊，不见佛性，不见如来，不见法。是故外道呢，所可言说啊，虚是妄语，无有真谛。这个谛啊，就是真实不虚之意。言真实之道理啊，不虚妄。如实是希望之道理啊，名为熟谛。涅盘极境的之道理啊，名为真谛。见此谛理者啊，名为圣者。不然呢，为凡夫啊。就是你不见到呢这一种谛理真谛啊，真实的道理啊，你就是凡夫。此凡夫人呢，先见啊贫衣，车胜色宅，乘过河水，山林男女，象马牛羊，后见相似啊，便言是常，当知其实啊，非是常也。所以佛就讲说，我们凡夫啊，看到那个瓶，热水瓶，看到衣服，看到呢这个居胜，车子啊，然后色宅住的房子啊，那个乘过河水，山林男女，象马牛羊，看到这一些形象，那后来又看到啊，很像。我有看过这一些东西啊，我有看过就讲说呢，是常，是啊不变化的。那么当知其实啊，非是常也，都不是常。只要落入现象，都一定是无常，都变化。善男子，一切有为皆是无常，有所作为啊，全部都是无常变化。虚空无为啊，虚空都没走了。所以这个虚空代表我们佛性啊，我们佛性就好像虚空一样，它都无所作为，是故而为常，它呢都不会变化。佛性无为，是故而为常。我们佛性呢都无所作为。这个无所作为啊，就是本体状态，像虚空一样。虚空没做代志啊，但是虚空无相啊，不拒绝自相发挥，会现象。现象呢以后啊，就会做事了，都会做代志啊。所以我们了解说，那个虚空呢，代表我们佛性本体。佛性本体呢，是没有形象，无所作为。可是啊，它无所不为啦，什么也那么为佛性本体生发出来，走出来，所以我们了解啊，虚空无为，是故为常；佛性无为啊，是故为常。虚空者啊，即是佛性，虚空就是咱的佛性。那么佛性者啊，即是如来；如来者啊，即是无为。释迦牟尼佛都把它连贯连起来，因为我们看到一个就记一个了，它就变固定化。
那释迦牟尼佛把它呢融贯说虚空就是佛性，佛性就是如来然后这个如来就是无为无所作为。那么无为者即是常无为者都不会变化了，它就是常。那么常者即是华这个华我们要了解到一般都是讲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那个法常者即是法。那么华者即是生华呢就是生佛法生呢就是一体的。那生呢即是无为，无为者即是常所以都把它连在连贯成一体了佛法生一体了，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善男子，有为之法凡有两种色法非色法有为之法就有两种，有色法跟非色法。那非色法者心心处法色法者随地随佛风那个心树华那个树就是树木了就是我们心我们心看到现象一个两个三个四个，那个叫树了。这样了解意思吗？我们不会说只有睁眼看一个相，对不对？我们眼睛一开就看很多形象了。那很多形象里面一二三四，那个叫心术了。这样了解吗？所以落入文字那是你若无意思甲解释出来心术是什么？不知道就是日常用的你看的什么那么多的那个都属于事目不只有看一个啦。敢有人目睭安尼戴金一个金看起来，你戴金一个金看起来嘛唔来看一项，对无？嘛看足多项所以心术法所以我们要了解说，你看六祖就讲了那个六祖没伎俩为什么说没伎俩因为他说假如说我们有伎俩就是有撇步啦有撇步就不是大道了就不是我们要每一个人要去修去走的那个道路了所以他就讲说呢，我们那个心所起的那一些念头呢都不断摆思想，不断。为什么？因为佛性功能作用你怎么要断掉它呢？所以这样了解意思吗？六祖讲的就真的就是就是我们生活之中应用六祖没伎俩，不断的摆思想，对境心术起，有没有？各位了解那个心术是什么吗？了解吗？拄则在解说呢，安尼水袂晓引你对境你心我看到这个，我看到迄个，两个啦佫三四五六就一大堆有无？心术起有没有？就心术起了啦。有没有心术起？所以我们心才外放。对境心术起，拢叫敬友去啦。所以我们就你看研究道理很有意思，叫敬友去是一个，回光返照是一个，我们叫友去也好是回光返照也好。回光返照是要修道啦，你生活是要靠友去你若无去友去你都敢若住伫个暗室同款，规工拢伫个黑暗暗的迄室内你敢唔免讲看你讲，系咪？所以嘛也要啦对不对？还要对境心术起，要不要？
还是要的。所以啊，你看我们这个心性啊，多么活泼就活泼的啊！你要修好，转啊回光返照要了解凡世间事好出去，快不快？很快一念之间马上就可以让他跑得很远要收回来，马上叫他回来了。咱即马差伫流连忘返买啦，外口好佚佗啊，嘛才是转来啦所以啊，我们了解到佛都把这一些呢凡尘的所有一切都讲说呢有为之法就是两种色法跟心法那个心事法呢就是我们所面对的现象然后色法呢有形有相，就是地水火风。凡尘的万象万事啊，它的元素就是地水火风啦就是由地水火风所变化。三男子心名无常我们的心啊它的名称叫做无常何以故？性是攀岩相应分别故那个心的性啊就是攀岩这个是咧讲咱的四心呐凡尘用的四心都是攀岩跟呢这个外面的岩相应那能够分别，那个分别就是了了分明啦你即马看到就知影讲是啥呢了了分明。三男子眼识性意乃至意识性意是故无常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眼识那个眼这个我们看的这个眼根，然后面对色尘，然后产生眼识就是六识之一眼识的性意乃至意识性意是个无常。它的性都呢不一样，意就是不一样了所演示的它的性跟意识的性那个呢中间还有那个耳鼻舌身没有讲，就乃至用乃至把中间那个包含在里面就言到意识，演示到意识那个性都不一样所以他们呢都是无常。三男子色境界义色的境界前面讲六根，下面讲六尘那个色的境界不一样我们看到外面的景象也都千差万别色的境界义乃至法境界义是个无常它还一样它本来呢色声香味触然后才接着法用呢乃至两个字来代表啦就讲色跟法一个头一个尾都不一样全部呢里面都不一样，所以它是无常。三男子眼识相应意乃至意识相应意是个无常就是相应。我们眼识眼睛对的色尘，然后看到的形象跟形象相应那个呢很多不一样的形象呢你就不一样的那个反应就是意不一样的相应都不同，所以呢讲说无常没有一个常态。三男子心若常者眼识应独演一切法。假如说我们的心它是永远都不变常住的话，那我们的眼识就独演一切法就所有的万法都我们眼识来独演不可能这样它只有一部分眼还有耳，还有鼻，还有舌，还有身，还有意都不一样所以它只有那个12分之一
这个落入啊，这个试了以后啊，要呢，根尘相对啦。它根尘相对它所占的位置啊，只有一点点，所以它不能代表一切法，所以都不同，都不一样，不是呢，全部都归于它管啦。所以心就是无常变化，阿佛一直啊告诉我们不要用心意识修道，就是这个原因啦，因为它一直都不一样，一直在变化。那我们用这个一直变化的心来修道，怎么会成道？这样了解意思吗？无，我是开始咧催眠啊。因为我们真理的就有一点生涩啦。你若无用心听会听无；你若用心听你会欢喜啊飞天去。我讲暗时咧困解棉被都咧偷笑啦。你都要发现安尼这是正经有影了解啊。若无爱认真。人都有啊，我哪会无好？个认真听看什么时阵啊？我解棉被会偷笑。所以或者都讲对了，那个成佛之路啊，就也在讲这个。我们修道啊，生灭心跟不生不灭的心都分不清了。那你要用什么心来修道？都不知道啊，你不知道怎么成道？所以鼓励大家拿够了150片，还是这个请钱钱的花给我们，较袂讲等的袂记你等的下课急急忙忙真紧安尼已经拢一时啊久无看半的啦。三男子肉眼视意，乃至意识意呀，则知无常。眼视呢，甲意识拢无共款，安尼咱就知影讲伊拢无常变化，无常变化。那么以华相似啊，念念生灭，那个华呢相似，迄华呢要共款，念念呢生灭。凡夫见理呀，记之为常。咱凡夫看到甲伊当作是常。三男子知因缘相啊，可破坏故。这个因缘啊，汇合的它呢可以破坏。义名啊无常。所谓因缘、因色、因名、因思维，生于眼识。咱的眼识得爱有咱的目睭有形象，有光明，搁咱有心才会当生演示出来。那么耳识啊，生的时候啊，手因各异它的因呢又不一样非眼识因缘乃至意识亦如是所以啊，眼耳鼻舌身意。整个全部啊都不同都是呢这个样子。那么坏知行因缘异故啊心名无常所以啊我们呢整个心啊都变化无常。所谓啊修无常心意啊，修苦空无我心意整个啊那个心啊都变化都不一样。那么心若常者啊，应常修无常心假如说它都不变化的话，我们呢要常修无常。上不得观苦空无我，况复得观呢常乐我净所以我们了解还没有办法观到苦空以及无我
何况呢能够得观呢？常乐我净，就是已经呢证悟啊，证悟呢得到呢常乐我净是德。那常乐我净呢，我们都有了，我们都有常乐我净。常就是佛性啊，不变之体啊。乐啊，你已经得到那个常了，乐就跟着跟着常就有，因为它没有相对待我们一般的乐啊都有苦，可是啊我们得到是德的那个乐啊，它没有苦，全部都是乐，所以常乐。我不是身体的我，是佛性的我，是如来，是佛净啊就清净啊。所以啊或者都一直讲之前为什么都跟各位讲你只要听或者讲课，照或者讲的去做，没有成佛，或者在陪你们修，有没有？为什么那么笃定的？就是因为或者已经体会到常乐我净那既然都常乐我净啊这个生灭变化都是小事啦，跟佛性都没有关系啦这个现象都是一转眼就过了。那我们佛性它永远在，常永远在，而且落入现象像台北前贤都一直跟后学讲，哎呦你身躯遐歹还发心要来跟人修道，买啦都这样跟后学说。我说那个身体这么糟糕那个都是短暂佛性它不会啦佛性都是超越的所以我已经体会到那个常住不迁，如如不动，我一定要教人也一样体会到这一种状态。我们佛性这么宽广，这么奥妙，一定要体会啦你体会了以后，领悟了以后，你就脱离这个苦海，不要六道轮回了啦。那我们在六道轮回真的很苦啦，尤其年岁大了越大越苦年岁轻了还很好奇不觉得苦，等到年岁大了，哎呦不要来了所以现在假如说再一次给我们选择，重来一次，都一样的过生活拢为细到大拢到今嘛讲看各一届，各位现在要不要？买啦买这艰苦的买一定拢安尼啦买那个苦有的真的很苦就不要了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可以选择不要了，我要回归本位我要当佛了，当如来了。可是我想到凡尘，我又可以来，我可以发愿来来救度众生。不是说我们回归本位的无呀啦，感官也当过来而且有的又可以留业论生，就是留下一些迷惑的罪业然后又来出生来度化众生。因为我们要发愿来的那个动力不强你若留业认生，你一定爱来，就已经现象把你推来推来的时候你就可以度化众生，那个是比较能够实现我们那个愿愿你发愿要去实现你了解到了说这么殊胜的法一定要告诉人不能牵令圣华，因为我们中国人拢有一个坑步啦你看学校拢绝对袂坑步拢惊你无身份俩，拢直你讲你就安那才会行，有没有都可以体会出来所以一点都不牵令圣华。我都希望我们众生都修正成佛都不用来了，不用来凡尘受苦了所以我们了解说那个心若常的话呢应了常修无常伤不得观呢苦功无我，况复得观呢常乐我净没有到呢这个常乐我净我们就是都在生灭之中了
拢一般生妹哦，真的会疲厌，哦，会疲倦呐、会厌气了，不要了哦，都会有那一种这个心。可是你到常乐我净啊就没有，它不生不灭，不会变化，都如如不动。以是义故啊，外道法中呢，不能摄取啊常乐我净，那个外道法它就呢没有办法来摄取呢，这个常乐我净，善男子当知心法，必定啊，无常。这个心呐，这个心的法，它就变化无常了。心跟性啊，异，心跟性不一样，名为无常。所谓啊，声闻心性异，眼界啊，心性异。声闻眼界呢，他们的心就不同了。声闻就是阿罗汉，眼界呢就是必知佛。然后呢，知佛呢心性异，到佛呢又不一样。那么一切的外道啊，心有三种：一者呢出家心，二者呢在家心，三者呢在家远离心。乐相应心意，苦相应啊心意，不苦不乐相应啊心意，就是乐跟我们的心相应，乐啊跟心不同，苦呢相应心也不同，不苦不乐啊相应的心也不同，贪欲啊相应的心也不同，嗔恚相应啊那个心一样，愚痴相应呢心也不同，一切外道啊心相啊意义他的心相都不一样。心若常者啊，亦复不能分别之色。所谓青黄赤白紫色，假如说心啊是常，华像无法度分辨啊，所有的颜色，就变成了一个颜色。心若常者啊，意念啊知意念法，不应忘失啊。就是那个这个能够呢，我们有经历学过知道那应该不会呢再忘失。心若常者啊，凡所读诵呢，不应增长因为你一直读诵呢，已经长了，再读诵也是长了，不会再增长就已经呢对你的作用、自利的作用利他呢都没有。那么心若常者啊，不应收言宇宙今昼当昼宇宙是过去啊，今昼是现在，当昼是未来心若常的话就没有就没有过去，没有现在，没有未来。若有宇宙今昼当昼啊，当知是心啊，定必定无常就是啊不是常心。心若常者啊，则无厌亲啊非厌啊非亲心都常的话，也没有厌啊，也没有亲没有我们现在生活这么灵敏啊一点点嘛都拢知影。心若常者啊，则不应言我恶他恶啊，若老若生心啊拢常就不应该说迄物件是我的，迄是谁的还是老还是生。心若常者啊，虽有所作不应增长已经呢不变化。善男子以是义故啊，当知心性啊各个别异，有别异故啊，当知无常都是啊无常变化。善男子，我今以此非色法中呢，演说无常，其意啊已显这个非色法就是心法心法呢，从心法里面演说无常无常变化。那么义理啊都已经呢明显的已经出来复当为如啊说色啊无常形象是色呢无常，本无有生，生以昧故啊那个形象
它呢无常变化。本来呢，这个色啊，它没有生，可是啊，现在有生，生出来以后呢，又灭了。我们都在凡尘啊，看很多的这个万物啊，它都这样，本来无的啦，你甲种伊就生出来，生出来无偌久伊个无去啊，个死去啊啦，个拢灭去啊，内生处胎，哥罗罗时啊，这个就是怀孕的时候那个名称啊，就是我们在那个母胎里面，本无有生啊，生以变故啊，本来没有生，可是生了以后啊，它一直变化。我们也都是一样啊，生下来以后，一粒仔囝它未行未食，拢未半项，伫咧眠床顶啊，两只手两只脚直直踏直直摇，可是啊，它会慢慢长大，都一直啊，生以变故啊，生了以后啊，它就慢慢变化，外之牙尽啊，本意无生，生以变故啊，是故当知一切色法，悉皆无常，就是有形有相啊。一样呢，都是无常变化，因为无常啊，小孩子才会长大，我们长大以后才会老，老了以后才会死，因为都是无常变化啦，拢变尽正常的啦，拢是安尼。三人子所有内色啊，随时而变，自出生时啊亦不同，婴孩时亦啊。乃至老死啊，各个变异。囡仔的时阵，甲已经食到老啊，拢一直咧变化啦。所以那个新陈代谢，像我们那个血液啊，咱的肺生出来120天啦，生出来甲消灭720天，所以那个捐血的也没关系啦，你无捐伊嘛全无呀。你若煎伊都把遐肉拢丢掉，好诶，个生出来。那么所有的外色啊，亦复如是。芽意、茎意、枝意、叶意啊、花意、果意啊，拢伫咧咧变化。凡夫无智啊，见香是生，即为常。把它呢认为都是常态。各个变异啊，故名无常。无常即是苦啊，肉苦啊，即是不见。苦啊就是不见，所以我们那个常乐我净的净啊，就是不苦，很清净。故次啊，知行无我，总一切法为色啊，非色，色非我也，何以故？可破可坏，那个色啊，可以破坏。可类可折，生增长故啊，我者不可破坏，则类生长。这个我，讲如来我，它呢不可破坏，也不会生长。于是亦故啊，知色非我，形象啊不是我，非色之法亦复如是，那个心法也是这样，非我。何以故？因缘生故，它是因缘所产生的。我们的佛性呢，不是因缘，也不是自然，它超越因缘，超越自然。所以只要是因缘所生的，当下都是空，都是没有，都会呢不见。若知外道啊，以专念故啊，知有我者，专念之性呢，实非我也。那个外道啊，以为说专念，那个就是我。那佛就讲这个专念之性啊，不是我。若以专念为我性者，过去之事啊，则有忘失。有忘失故啊，定知无我，会袂记哩，迄个记就不是我。若知外道啊，以意想故啊，知有我者，无意想故啊，定知无我。外道呢就想
就讲说意想啊，那个呢就是我因为没有意想啊，那一定就是无我。那么说见啊，人手有六指，即便问言，我先何处啊？共相见也。若有我者啊，不应互问，以相问故啊，定之无我。说看到人这个手啊，我们的手都5个手指头看到有6个嘞，就问他，以前我哪里见过你呀？那我就讲，若有我啊，不应互问，不应该呢在一处的问，以相问故啊，所以定知道呢没有我。善男子，是之外道呢，无慧方便，没有智慧啊，用方便法门，不能了达常与无常，苦与乐，静啊与不静，我与无我，寿命啊非寿命，众生啊非众生，实非实。以佛法中取少许分啊，虚妄既有，常乐我净。在佛法之中呢，取一点点，然后说我有常乐我净，而实不知啊常乐我净，实在呢不知道常乐我净的义理里面的内容是什么样的状态。那么以是义故啊，我佛法中呢有真实谛啊，非以外道，佛法之中呢有真实谛。那么文殊师利呢，白佛言：悉有是真，如来于今啊，临波涅盘，方便转移啊，无上法人，乃作如是啊，分别真谛。这个文殊呢，就跟呢释迦牟尼佛讲，那佛告文殊：汝今因何？故以如来生涅盘想。你现在为什么呢？对如来啊，产生这个涅盘想？善男子，如来实是啊，常住不变，不波涅盘。还小刮胡说此段的细思。善男子，若有记我是佛，我成阿耨菩提，我即是法，法是我手。我即是道，道是我手，我能说法，令他听受。我即是真，是真即是我手，我转法人，愚人不能。这个佛呢，就跟呢文殊讲，如来终不作如是记，如来拢无安尼咧想的啦，拢无讲我就是佛，我成阿耨菩提，我就是法，法是我手，那个如来说呢，都没有这一种念头，是故如来不转法人。所以各位先生，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我们在讲的一般要流通就讲说大转法人，对不对？那佛这边为什么说不转法人呢？就是已经进入实际的状态了，就是你已经得到法的内容，你已经得到法的最上乘。那假如说你在转法人，那这一些最上乘的法你没有得到，这样了解吗？所以这个已经不落入文字语言啦，已经进入实际状况，这样知道吗？所以佛讲我不转法人，所以佛也讲我不度众生。为什么这样讲呢？从真理的角度啦，为什么呢？众生都是佛啊，那我度众生的话，我把众生当成真的是众生啦，那我是佛，跟众生就变成对立，这样了解吗？所以说我不度众生，等于说众生呢已经是佛，我为什么要度他？一样平等啊，
所以佛度众生是众生的增上缘，增加向上的因缘啦。佛那个本质没有，他讲经说法49年，讲得那么努力，到涅盘的时候地主说我怎么样来处理你讲的这一些话？佛说我一个字也没说。我们说我会讲遐久啦，伊个妄言，遐久啦讲一字都无讲。即马唔才有诶，咱世间人讲伊无讲诶，49年无讲诶，都留来互我讲。各位先生，你听到未啊？那，哎呦，你嘛较知影真理诶。所以那个菩萨就问佛说：你根据什么来讲？你从成道到涅盘，一个字也没说。那佛就讲2个法，一个是本住法，一个是自证法。本住法就是咱本心的佛性啦。你依本心的佛性它没有能说的我相没有所说的法相，没有能说，没有所说，说一个字也没说了，这样知道吗？那个自证法就是讲，伊修所有的万法，拢来集中以后归纳了以后，已经进入到也佛性，所以他没有一样，没有能说的我，没有所说的法。他没有能所就等于进入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啦。你知影无？所以后日你听了讲，迄释迦佛祖49年无讲，人老的互伊讲，今仔听看卖，到底在讲啥？不知道真理啦，这样知道了吗？我们要知道真理它是根据就是没有能所，能所双泯灭，能所拢无能所拢无讲没有能说的我，没有所说的法，没有我相，没有法相，就是已经全部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啦。咱嘛是要爱回来这个我们也是一样不要说我能说，你来听我说能说就有所说之前后学不是一直在讲那个达赖喇嘛跟我们那个佛学博士在纽约对谈，有没有？我们那个博士还不知道他错在哪里，不知道他到归空都还不知道他错在哪里。因为回来台湾以后跟大导演李安，还有跟那个金庸武侠小说那个作者在对谈在闲聊真的他都不知道他错在哪里。因为达赖喇嘛他也没讲，他只有那个样子了。你能体会就体会，不能体会就算了。所以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就是那样了。所以我就讲，等到我讲完了，你再问就在这一句话了。等到我讲完了，我相讲完了，那个讲就是法相，就是已经生灭了。你念到博士呢，你还在生灭你看达赖喇嘛他的第2次的讲说，问题是你讲完了，我都不知道要问什么。以我们凡人的脑袋瓜来想达赖喇嘛记你那嘛，只是要顾你嘞，那也谁没记？不是他是说刚才已经过去了没有过去心刚才要问，刚才已经过去了，我都不知道要问什么，了解意思吗？那个不是说记性很不好了，不是，那个是真正的真理所在，没有过去心，当下。你讲那么理论一大堆
人听袂入去啦。你会讲佛在当下，安尼就好了，有简单无？简单你唔教，你教一大堆，等下后下课我无半项，要安怎做拢袂晓。你若讲伫个当下，原来我们当下具备万万年，万万年前、万万年后，拢伫咱当下。所以要知道我们先贤还很会问，当下跟现在有什么不同？有没有？很会问啊！我说现在有，过去有未来，当下没有。所以我们就了解到，那个当下就是我们那个一念不生前提现有没有？那个张轴悟道记我们全部呢一念不生的话，佛性整个都呈现了，有没有？还记不记得？我们六根才动被云遮，就这样了。我们很多书了，希望各位拿回去看，无限量供应。对啊，都希望各位拿能够呢修正成佛。是故汝今不应说言，如来方便转于法人。那么此段呢为究竟了义不可用世俗的眼光呢来看。三男子譬如因缘眼色、眼明、眼思维，因缘和得生眼识。所以我们眼识的产生就是要有形象，要有光明，要有思维，就是心要有眼睛要有形象，要有光明，要有我们的心这么四个缘和了，我们眼识才产生这样了解吗？四缘它这会咱的眼识才产生所以我们呢就是要了解之前我们都鼓励那个文殊常触目有没有？观音赛耳根就是我们要知道说我们的佛性借着眼睛，然后对外面看万象了了不明那个文思就是我们的般若妙智慧。般若妙智慧就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能不能够应用，就看我们当下的判断。被形象引诱咱就变做住伫变化无常的现象之中。那你假如说用文思的般若妙智慧，你就会看到这个形象之中它有真理在。事都不离理。事情都有理在里面所以你看到相也都是现你都看到现所以看到现跟看到相一不一样？一不一样？我们要了解到你假如说是看到相，你就会注意他是水歹老少年的查甫查某，你假如说看到性只要他会动你就已经看到相，是不是容易平等？对不对？就不会去管他是漂亮还是丑陋是年纪大还是年纪小，男的还是女的，都不会注意了就注意说他有佛性，所以那个文思就出来就文思常触目，就是文思自在你的眼根你应用看到现象，你都应用文思的妙智慧这样的生活会造业吗？不会了，就不会造业。不会造业要受苦吗？不要。解脱了没？都解脱了所以要自己努力了这个解脱呢，
不是说我们跪在佛前，哎呦，我都很苦呢，帮托了，拜托了，一直帮我解脱了，可不可能？不可能啦，所以要自己研究真理，从因都不造，你因都不造哪有苦受？没有苦受就解脱了，就可以回到本位了。三人子言不念言我能生色，生事这个眼睛呢，他不会讲说我可以生出眼视。色乃至思维终不念言我生眼视，所以这个整个我们都佛呢都把它分开把里面的内容它全部把它分开，言归言，然后形象归形象，然后光明归光明，然后我们心归心四个合在一起你的眼视才产生。结果佛都把四个分开，眼睛也分开，然后形象也分开，然后光明也分开，然后心也分开，四个全部把它分开。分开了以后，你的眼视从哪里来？要汇合合在一起眼视才产生可以了解意思吗？你看你也欠一项这个四项内底目睭形象光明甲这个心，你若欠一项拢无法度呈现咱的眼视，眼视的产生没办法产生，只要缺一个就不行要四个全部汇合，因缘汇合产生了产生了，你看我们那个怎么产生的都不管是产生了以后我们才去应用我们应用了以后又不朝好的方向努力又都朝的那个负面的多演示了以后或者就讲你就别去百货公司去逛，你若去逛这些心拢去扭这项才水无买怕算，你就身躯甲拖转去甲厝内咧困倒去眠床还搁咧想迄领无买转来怕算。什么人的关系？眼视。你看多厉害，很厉害，眼视很厉害。所以我们就可以既然它会引诱我们就是走路我们喜欢的那个内容，我们可以把它训练改训练我们所看到的都是众生的受苦，爱怜看到众生受苦要努力来救他，会不会不一样？跟你看到很漂亮的衣服不买很可惜一不一样？绝对不一样所以一样我们可以训练你看到眼视眼视它怎么样你能了了分明说这个可以穿就好了或许都讲我们看到都会用很多钱在化妆品很多钱在装扮。我讲你吃到老大家拢同款形象嘛一样你看起来大家拢一样，你分不出来吃老哎呦那拢大家同款吃老拢变成一个样子了，都一样了安尼就不免化妆啦就可以省掉很多钱无你看嘛贵年安尼甲摕来抹你困搁洗掉，我讲卖洗敢袂使袂使啦，迄皮肤会变你看有够讨债迄老一辈拢讲你有够讨债遐贵的物件买来抹搁甲洗掉我们的这个素颜最漂亮不用化妆的是最好看。那么眼视亦复不作念言我能自生那个眼视
他不会呢，有那个念呢，说我可以自己产生眼识，他也没办法产生啊。那个想念的话，也不是眼识啊，是我们的意识啊。变第六的意识，眼识没办法。善男子，如是等华，因缘和合啊，得名为见。就是因缘和合了，然后才叫做见。你有看无？有啊，有看，看到什么？你看迄内底有遮济啦，爱有目睭，爱有现象，爱有光明，佮爱有心。有四项的因缘合作会，人家有看，所以这个见眼识，眼睛的认识啊，就是由4个因缘，你看拢因缘汇合才产生的啦，你因缘消失了，其中啊一个即马安尼光明都消失，暗无半行，看无半行，个景象也没，眼睛也闭起来，你看。都没办法呈现了，那个事啊就没办法呈现。如来欲尔，因六波罗蜜啊，37菩提之法，37呢是菩提之法，解了之法，护因呢，焉佛，舍持成果，这个言语音声。为成桥如，此时说法，法即如来，这个不漏能守啊，真无为法，没有三心啊四相，所以啊，那个连那个怎么讲都讲，为内底为咽喉，然后为喙齿、喙齿、嘴唇，咱嘴语言音声，安尼讲。你看很多呢，很多因缘聚合啊，才呈现这个现象。善男子，譬如啊，因睡，因转，因熟，因甘潮而得生活。以前呢，不像现在这么方便啦，有火柴、打火机呀，一声就倒。爱用水，爱用转，爱用手，直直练个草出烟，才有火出来。虽亦不言，我能呢生活。转手甘潮，各不念言啊，我能生活。佛亦不言啊，我能自生。所以啊，这个呢就在讲，它的那个整个过程，就是要了解到。都不是单一的，很多因缘汇合，然后啊，才产生现象。那么这一些现象的产生啊，我们就是要了解到它的根源，你知道它的纲要。凡是因缘所生，当下即是空。你就掌握它的重要的所在。你能了解，凡因缘所生的东西。本身没有性，伊本身无性啦。敢若像咱的身躯你看父亲母亲甲咱生出来对无？咱身躯的本身无性，咱身躯的性是佛性，身躯的佛性唔是父母亲生，你知无？承不承认？想讲是啊，我的父亲嘛，爸母给他生出来啊，不是父母只有生身体没有办法生佛性那么如来欲尔，因六波罗蜜乃至啊成桥如名转法轮，如来亦复啊不生念言，我转法轮。如来伊无讲我伫咧转法轮啦。伊无讲我伫咧讲上乘佛法，没有啦，没有那个念头，这样了解吗？所以这个很重要啦，就是内心里面啦，他没有那个心在，伊无讲我就是佛，我就是要甲众生讲话，无啦，伊原来甲众生共款平等地位啦，
所以这样没有能说的我，没有所说的法，能所双泯。咱能所双泯道法都入去咱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啦。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或许就想我们最容易去了解的没有能手是哪个动作？有没有能手？或许昨天晚上才去想，记得他真的没有能手，有没有能手？平时情况吗？有没有能手？有。三男子若不生则，是则名为转正法人是转法人呢，即名如来假如说没有生出那个念头，就是真的是要转正法人啦那个法就是正确的是转法轮即名如来立在呢不生不灭的角度说实相法。所以那个小刮胡就把那个整个那个现况标出来，所以已经立在不生不灭的角度来说实相法。三男子譬如因落、因水、因转、因频、因绳、因人所周而出书那个乳酪了这个就讲那个牛奶五味那个乳酪乳酪了以后我们这个台湾只有生产到乳酪牛奶12杯大很大杯的那个牛奶炼成一片的乳酪了然后再提炼就生酥，再提炼熟酥，再提炼就提糊了。到提糊的时候我们拿来吃的话喝就身体的病都消失了。所以或许看到经这么写我很高兴，赶快要去买咱台湾讲这乳酪尔啦，只有到乳酪佮贵就无那酥都要去吃饼他没有用喝的所以佛就讲所从乳酪都要个水要钻因频因绳个人手周都会当出书啦生酥熟酥。那肉呢不炼盐，我能出书乃至人手亦不炼盐我能出书。书亦不炼盐我能自出。众言和故得出书那个生疏熟疏。记得往后各位前人有到印度去的话去找一找看有没有提悟看他们那边有没有念提悟，有的话买，因为那个可以治百病，吃的病都没了，比买什么药较好，就怕没有了，他们买不到。所以如来一耳，终不念言我转法轮如来他也不会说我在转法轮有说转法轮的话，就有我相，有法相。三男子若不出则，是则名为转正法轮是转法轮即是如来。假如说他呢没有那个心不出呢说我在转法轮的心，这样呢就真的在转正法轮。三男子譬如因直、因地、因水、因佛、因风、因分因时、因人昼夜而雅得生有籽啦不管是树籽、菜籽有籽，还有土骹还有水还有这个迄个日头咧晒有火还有风还有肥
粉，佫因时间，你若咧落雪迄个时阵迄个袂出芽啦，都爱时间拄啊好温暖，安尼芽伊就会孵出来，就生出来。三男子子欲不言，迄经济嘛袂讲，我能生养。乃至昼夜亦不念言，我能生养。认真咧静坐嘛袂讲我会生涯，牙亦不言我能自生。伊嘛袂讲我会生。如来欲尔，终不念言我转法人。若不作者是则名为转正法人。所以伊拢无迄个念头，安尼呢才叫做健康健康的转呢正法人。是转法人呢，即是如来。那个如来呢在转法轮。善男子，转法轮者，乃是知佛是真的境界，非知声闻眼界所知要转法轮得爱甲佛世尊迄个境界。那个阿罗汉甲辟支佛因拢唔知影要安怎转唔知。善男子虚空呢非生非出，这个虚空呢无法度生啦，嘛无法度出来，非作非造，非有为法。讲咱的佛性就是甲虚空同款袂生袂出袂做啦，伊袂去做物件，毋是有为法。那么如来欲尔，如来也是跟虚空一样，非生非出非作非造，非有为法。如来性佛性亦尔。那个如来性佛性也是一样。知佛是真呢，已有两种。一则是语，二呢出是语。知佛是真的讲话呢，有两种角度一个呢是讲凡尘用的，一个呢已经呢出世离开呢这个凡尘。善男子，如来为之声闻眼界说于是语，谓之菩萨说出是语所以程度就有不同。善男子，是之大众互有两种大众也有两种。一则求小圣二则求大圣这个人就这个有巧我们的酒蜜起霸有狼就是有的他求的不高啦，有的求的就很高都不一样那个所求呢都不一样。我于昔日婆罗奈城就是入院居延，为之声闻转离法人。我11金即是那城为之菩萨呢转大法人。这个即是那城呢，就是释迦牟尼佛要入灭的那个地方。那个婆罗奈呢，就是那个佛逃离皇宫以后第一个到的地方。入院跟居延。复次善男子，复有二人，中根上根。为中根人呢，以婆罗奈转离法人；为上根人呢，人中向往迦叶菩萨等，以今以此间即是那城转大法人。所以有那个讲小乘法，有讲这个大乘法。善男子，极下根者呢，如来中部会转法人。所以就可以了解，假如说呢，在非洲那个地区那个人民程度就是很低，那个就是极下根那极下根的话，如来呢中部会转法人。所以我们了解说，这边佛讲极下根呢，就是一忏提，一点善根也没有。复次呢，善男子，求佛道者呢，复有两种。一呢中精进二呢上精进。为上精进呢转到大法人，说常乐我见。中精进呢言无常苦空无我，就是讲呢凡尘的现象。
诸佛世尊凡有所说呢，皆悉名为转华人也。无量烦恼未调伏者，能令呢调伏；以调伏者，令生呢，这个善根。哇，还剩下7分钟，给呢各位提问题。好，请说。哇，这无人服务。没关系。有讲师，请问一下，《清净经》里面讲光空亦空，空无所空，所空即无物即无物即湛然禅体，这种空无极境，如果你心理心法的角度，我们怎么去说呢？好，因为我们呢这个观空就是要了解那个是跟有相对了。观空那个空啊，跟有相对嘛。观空亦空，这个有跟空的空，它也空了，这样了解吗？就是已经拼除到2个相对的观空亦空，空无所空。这个空无所空就是已经没有2边相对了，它是一个绝对的一个空。那绝对的这个空因为它还没有融入到我们整个佛性所以它没有能空所空了，没有能所没有能空所空。那所空既无，无无亦无，这个就把那个一层一层的遣除了，把它遣除掉，然后遣除掉到后来就湛然常寂。那个湛就已经进入到我们那个佛性的原始状态，那个湛然常寂，感而遂通，那个就已经进入我们佛性的本来状态所以即无所即，又没有2边对待了，所以那个是我们所要追求的。然后突然问这个。讲不通因为从对待开始啦，对待开始以后去掉就已经进到绝对，绝对它有能跟所的微细啦，能跟所的微细最重要是说那个时候我们没有把那个空里面融进我们佛性你只要说到湛然常寂，那就有了。可是到那个空无所空那个状态它还是在还没有说佛性融入，还在那个空的状态，一直在阐释那个微细的能所能空所空等到那一些都遣除了以后才进入湛然湛然常寂就是佛性本体了，那已经是有了所以这个清净经它的或许就讲说应该记得它那个开头2个字清一尘不染，一尘不染，净一念不生。你应该把那个清净这一尘不染，一念不生，把它更深入，你就可以远远一直进入到那个老子所讲的那个状态。好，再说。刚刚有讲到60个的那个，就是慧能伎俩思想，然后对境心速起，最后去菩提正常。那最后那一句是不是刚刚有讲心若常者，反手读诵，不应增长，就是也是这个意味。那个六祖的意思他是有一点说菩提种嘛长。意思说菩提怎么可以生长？因为菩提是觉嘛，你生长就变生灭有生有灭就不是菩提那个六祖的意思说种嘛长，菩提种嘛长，菩提不能长，不能生长，是这个意思。它跟这个不同。它这跟这个里面讲的你住在已经住在那个状态就不变化那又不一样了不一样角度了在不一样的角度。
还有吗？还有3分钟。刘讲师这边有问题。好。请问刘讲师可以在小孩睡觉时放心理心法的 CD 给他们听吗？然后让他们中佛种。这个是可以啦，可是效果不很显著啦。你一直放给他听的话他会熟悉。熟悉因为在我们都还没有空白一片白纸的时候你一直给他吸收这个最上乘佛法，那是很理想，因为他已经会吸收，虽然他还没有办法去分辨，不过伊的佛性会给他吸来，吸来那假如说是累世又有修那更理想，是很好的方式。还有，请问刘讲师，正见是没有起心动念，正念也是没有起心动念，请问正见和正念有何差异？好，因为我们要了解到那个正见正念呢都是八正道里面的。他或许就讲只要我们这个一念不生，都不要有念头，那个就属于正念，我们正确的念头啦。然后正见就是佛的正知正见啦。然后我们都没有念头的时候，那个就是我们佛性发挥出来正知正见所以那个正见就是我们要了解说我们为什么当众生，就是我们的知见已经是众生知见，不是佛的知见啦所以我们要走入佛的知见所以佛的知见就在我们没有念头的时候，全部呢都这个万念都放下，一念都不生，那个时候就是正见所以跟那个正念它意思是一样，只是说那个我们一般讲正念是在讲我们都放下所有念头你讲正见是已经到佛的那个正知正见已经在佛的领域了不同的那个角度。搞完了。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千贤，大家好。不学占道天师的老千千大德，以及感谢各位千贤给或学机会学讲。我们呢这个过年的时候寄了很多书面资料来有成佛之路，有永嘉大师正道歌，有新心民，有楞伽经开类，有维摩诘经，我真的看不完了。有的蛮深像那个楞伽经开类跟那个维摩诘经那个是比较深。成佛之路还有那个三宝谢谢你这个都比较浅，比较白话那我们呢了解说研究就是要透彻了解我们真理都透彻了解了，然后我们修起道来就会很容易头头是道在怎么样的生活状态之下都是在道之中就会生活得很理想那我们可以活在当下也都是在中道之中所以就可以直接让我们成道成佛一世修真的可以一世成不用累积以往都是要累积到够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成道成佛。那现在呢或者说时机不同，现在上天大海普渡让我们可以就是从凡夫地一下子呢到达佛地只要我们肯努力都可以到达只要你看或学所讲的所写的这一些呢你就会有信心可以成道，可以成佛我们是大家互相勉励啦因为或许就想又
过一个年了，很快了。我们一生也这样哦，很快就会过去了。所以要把握能够修的当下，我们赶快修，把自己的一些脾气毛病啊、贪嗔痴啊都去掉。这个呢不困难，只要我们了解到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啊，这一些脾气毛病、贪嗔痴啊，很容易去掉。那假如说我们没有了解啊，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这一些脾气毛病、贪嗔痴啊，很难去掉，非常困难。那因为我们进入佛性了以后啊，这一些都不是佛性里面的东西，所以就很容易去掉，非常容易。因为我们当下都活在自己啊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这样呢，那一些脾气毛病啊，贪嗔痴啊，自然呢，就没有了，就去掉了，所以啊，我们互相呢，大家勉励，就能够呢成道成佛，就是我们所追求、所希望的。然后我们呢就回来讲啊这个涅槃经，那各位呢也有一本那个维摩诘经啊，因为以前我们拿的是本文呐，或许在旁边写那个小字的字解，那么现在这一本啊是全部从头到尾啊，全部重写啊。你看到那个红谷三相集啊，或许就把它写说两座山在打架，就很活泼了。所以那个维摩诘经啊，或许开头就说，学讲佛经有28年，这一本维摩诘啊是最难讲，因为它意境太高，就开始讲说不以三界啊现身意，然后啊不理道法而现凡夫事，真的很不好解说了。那我们先呢培养那个认识，先培养我们道学，然后我们这一本这个涅槃经讲完了以后再来讲那个维摩诘经。各位假如说有空闲的时候可以呢事先呢看，已经或许都解说了，都已经写下来了，整本全部都解说下来，所以讲的时候我们就按照哪一本来讲，这样就容易进入状况，不然或者在想假如说我们都一点也不了解那个讲解真的可以说没办法，你讲你的，等一下我睡我的，所以就先这个我们研究一些呢别的这个佛学，然后我们都累积那个根都够了，然后再来研究呢维摩诘经，已经书都印过来了，各位呢可以拿回去看。很多了，我们拿过来花都来不及花，这本的我们手上大概花2本嘛，一本那个成佛之路，这个大家最希望能够成佛，成佛这个怎么走成佛的道路，还有一本呢信心名，对我们自己要有信心，所以这一本里面的那个三祖生忏，因为他没有出来凡尘度化众生，他那个朝代二祖就交代，赶快躲在深山，不然皇帝会杀修道人，只要听说你修道就抓去杀，所以那个二祖交代三祖生忏说，你赶快躲在深山，把这个道脉能够流传下来，不然全部杀光了没有人传了啦，所以这个三祖都没有出来凡尘跟众生结缘，就在深山里面，
因为全部的时间都在深山，就写信心美，所以他的信心美意思就很深，一个字就代表很多意思。他把全身一生的精力都投入写信心美，所以我们看的时候就是要了解说不要忽略一个字。或者讲说也把那个每一个字都解说，从那个三祖所讲的我们来看，我们来修，决定成佛啦。信心信心不二，不二信心，相信自己就是佛很容易就可以成了那这个永嘉大师正道歌也是一本很大本讲说的很白话歌有拿到吗？有的没，有的有了我们都有寄过来这个比较有深一点。还有那个楞伽经开类那个是释迦牟尼佛对菩萨讲的经那个楞伽经。那本来呢达摩祖师到我们中国来，只有带4本楞伽经要来中国传，说我们中国很适合，因为那个朝代大家都在修道，都很努力的潜心在修道，所以他说这个用楞伽经很适合。可是到五祖的时候他觉得说太意境太高，所以把那个楞伽经换下来，换金刚经。所以往后就比如传金刚经，楞伽经就没传了啦。那我们要了解像说要怎样才一个是修道人那个就在那个楞伽经各位都有印象吗？过一个年都没记了不要紧我们慢慢复习。然后这个五祖说这个太深了，尤其他讲那个忤逆罪那个忤逆罪杀父杀母杀阿罗汉破和合僧恶心出佛身血，那个佛都解说不一样他说杀父杀掉无明，杀母杀掉贪爱杀父杀母，你看你把无明杀掉，把贪爱杀掉，那个可以现证实法，让你马上到佛的程度了跟我们凡尘所流传的完全都不同那个就在楞伽经或许也有讲过了，只是把它抽出来讲那2个地方都是抽出来讲。那现在呢就是把那个开类楞伽经开类全部都把它呢这个比较重要的摘录下来，也把它解说这样呢我们有一个认识对那一部经也有一个认识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一些呢都是要帮助我们进入修道的轨道我们修道要这个样子就能够成就所以希望呢各位都有这一些呢都有我们了解说我们都会放在后面都鼓励大家拿那个金刚经DVD CD MP3我们都有做成整套上次或者都要的就可以拿因为数量多了，我们就放在一个地方，结果可能不会发生作用了一定要拿来看拿来听才会发生作用所以鼓励大家都拿我们北部会再做把那个金刚经的DVD CD MP3 整合连书连大乘金刚经论全部都一起，这样研究的话有一个系统容易了解所以我们已经研究5年半，
隔半年到6年了啦，不紧才开始第一堂课在讲，你要讲多久啊？我们都很忙嘞，还记得吗？忘了或者说要长期看战，真的看战，长期看战，一讲下来啊，5年半，5年半，那我们回想一下，还没有听跟听了之后啊，有没有差别？绝对有差别啦。我们还没有听、没有研究之前啊，我们对成佛真的是希望，希望成佛。你研究了以后啊，能不能成佛？我可以成佛，时间早晚，你看差很多真的就是这样。因为我们没有研究啊，不知道是什么样成佛，是哪里会成佛。那我们研究以后啊，说原来我们透彻了解啊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个成佛就是那个佛性本体成佛。我们已经了解它整个轮廓，而且已经进入领悟然后用在日常生活，那真的就已经摸到根了，成仙做佛绝对啊可以，时间早晚纵然没成也没关系，我们已经在性分里面啊种了佛的种子一定呢可以成就所以我们了解说研究对我们帮助很大所以各位都可以看这个成佛之路。这个成佛之路它是在北部佛堂，那或许没有准备讲这样是有一个讲师，他问他说我们求道不是已经得到性理真传吗？不是已经都可以成佛吗？就是这样或许才讲成佛之路了。我说是啊，没错啊，可是我们有没有做出来？我们得到性理真传，我们有没有从性理真传里面来行持？或许都讲我们921大地震一贯道之前之力是最多那个时候中视也现场实况转播，而且那个主持就是每一个单位去帮忙那个救灾的都有派代表去给那个主持人访问一贯道也派2个电话师，那个主持就连看也不看，或许真的难过了。我说安奈安呢？你看我们给社会的一个观感，对我们根本就不存在。我们这个一贯道不存在，你看多么伤害人而且我们因为有研究烹饪班，所以煮的是最好吃各单位那个煮的后来灾民都不吃，就煮一贯道煮的好去吃，好吃到整个都各单位都收摊了就剩下一贯道再煮给大家吃，煮给灾民吃你吃了带便当的都一直无限量供应那个真的都是吃钱吃力你菜拢规车载来，不管是买还是家己种的拢用去发财车规车载来，然后你煮饭一定要一直轮流啦，人不是气的你煮几顿你就挡袂掉啦佫拢迄举迄大机电视迄大鼎叉迄无较有力的我那无法哩你若去煮几顿你就投降你看咱安尼长期供应安尼地方煮互食，煮到大家拢已经自立自强唔免的时阵我们才收摊，都是这样的。你看那个真的，我们把那个精神我们修道的精神都发挥出来不沾名不沾利拢无默默的为灾民服务，就这样
竟然那个报道出来，我们可以看得到的是这个现象。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发挥这一种精神啊，是我们所希望的。不要名不要利啊，只要利益众生。这个是我们要发挥的。那我们在生活之中啊，我们都做到了，只是我们在某些方面啊，给社会诟病。真的有话让他们说了，最大原因家庭没照顾好。都呢，佛堂的事重要，家里都放着，这个最让社会啊，诟病。我们要了解啊，这个千人老千或许都在他们大德者身边，他们从来也没有讲过把家里放着，要照顾佛堂，从来也没这样说。可是我们后来怎么会传？那个开法会的众圣亲凡啊，圣就是佛堂，凡就是家里，结果你看，我们呢要顾的根本啊都没顾。老千人都一直讲，你修天道由人道做起，人道要圆满，你人道圆满，天道就可以到达。你人道没有做好，哪能够达到天道啊？所以或许在老千人身边，老千人都一直这样讲。只要你见老千人心的话，老千人会问啊，父母亲求到了没？兄弟姐妹求到了没？你看非常重视啊。就是我们整个伦理家庭的伦理啊都非常重视。所以我们要了解到，一定要圆满不能说哪一边重哪一边轻啊，你都全部重视家里也都我们要了解圣就是佛性啊，凡就是现象，现象都是凡尘事啊那我们佛性啊都是圣事。所以啊，家人也有佛性啊，你重视他的佛性，也要把他们度成佛啊，也要他们修成佛啊，这样就圆满了，圆不圆满？很理想对不对？希望不希望做？咱拢无够有想要做啊，也无力所以要了解到了我们只要把家人都照顾好了，我们没有后顾之忧了家人都在背后支持你支持你修道，支持你办道，那办起来了，我们就非常有力所以我们就追求圆满。我们讲到哪边了？第几页？44我们才讲到44哇，还这么多嘞没关系，我们只要呢就是了解真理。44页的哪一边？善男子，譬如圣王这边啦，哇，都44页开头这个释迦牟尼佛这个跟或许看跟谁讲的？跟这个文殊师利这个讲说，善男子，譬如圣王，所有的人宝，则能消灭一切的厌贼。所以这个圣王的人宝人宝就是他的兵将他所带领的兵将，可以消灭一切的怨绝如来言法如来演说呢这个佛法亦复如是，也是这个样子，能令一切知烦恼贼悉皆极见。所以如来演说佛法，可以让所有的烦恼贼都让他归于极见。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烦恼贼非常厉害。一来了以后就偷我们的家宝都被这个烦恼劫偷了。
善男子，是故汝今啊，不应赞言，如来以此啊，更转法轮。所以啊，我们了解说，这个释迦牟尼佛呢，是跟呢这个文殊菩萨讲，说呢，现在啊，不用称赞如来在这个地方呢，在大转法轮，所以我们了解说，不瞻礼名啦，不重视啊这个名，得到这个好的名称啊。佛他都要实质的利益众生，实质的让众生的烦恼贼都消失，没有烦恼了。所以啊，如来在演说法的时候啊，就跟我们讲说呢，那个烦恼即是啊菩提，那个烦恼贼都不见了啦。说我们只要啊，能够认识。能够转个念，因为烦恼啊是我们的佛性所生发，那我们都进入烦恼的内容，那我们了解啊，只要我们进入啊烦恼的内容，我们就烦恼，我们就制造很多的恶法。那假如说我们反过来，我们转个念，说烦恼是从哪里来？是从我们的佛性本体呀生发。佛性本体生发出来，我们烦恼。那我们反过来看这个佛性本体生发的这个地方，我们就已经呢能够掌握，相信，我们自己本身呢，就是如来。我们自己本身就是佛这个时候啊，不会进入烦恼的内容。烦恼内容我们不进入，我们没有行为动作所以就已经呢回到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就已经是佛了。所以啊，烦恼即是菩提。各位了解了吗？差很多烦恼是烦恼让我们俩拱，可是啊，菩提让我们清凉，一不一样？是完全不一样我们千万不要进入烦恼的内容，你一定要反过来看烦恼是哪里生发出来，就会看到我们的佛性本体。佛性本体才有力量生发烦恼，不是佛性本体没有办法。既然是我们的佛性本体生发烦恼来让我们烦恼，咱有够巧无有无？咱拢真巧，大家拢足巧，咱众生拢跳过头去啦。只要我们肯反过来看我们的烦恼哪里生发，从哪里出来这样呢，我们就会了解原来是佛性本体。那我们已经知道了佛性本体，我们就把烦恼贼已经都让它寂静了，有没有？都不回应所以这边如来演法，就是如来演说佛法，亦复如是，也是这个样子，能够让一切的烦恼贼全部都这个寂静，有没有寂静了？